自序。中庸一书，乃不偏不倚之道也。人人中朝由之，而弗能达于至善之地，此所谓失其本矣。夫中者，天之理，地之书，人之主也。故天无中理，则星斗错乱，四季失序；地无中书，则山崩海合，万物失常；人无中主，则心意无数，四相失度。故天地人必先各得其真理，而后立焉。人列三才之一，为万物之灵，立天地之中，通四端，兼万善，此所以得其真理也。既失真理，此行虽存，此理则亡矣。降极末运，人心不古，世风颓败。追其因，系五伦不重，八德扶正所致。故皇天震怒，平人诸节，以警于顽，复垂圣道，匡正人心，整治伦常。道节之所以并降，上帝妙用大哉！节警于顽，其心归善，以达贤观；道度群真，其心归理，以造圣欲。嗟乎！上帝妙用正其宏慈耳。世人服事，何甚浩叹？斯时也，万路弗通，唯一经线，舍经线而弗导，则自离浩劫矣。故太甲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良不污也。然圣人教民之道，原无惊奇，即在日用伦常间。是以不偏之谓中者，即无过与不及。执其两端，用其中也。不义之谓庸者，即一定而不可移，日常应用之定理也。定理者何？乃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妇和顺，兄友弟恭，交友以信而已。此不义日常应用之真道，复何难哉？曰：言则易而行则难矣。圣人无大过人者，不过则乎中庸，朝思夕思，念兹在兹，厉行不怠，此所以为圣人也。明知中庸之道谓无上大法，言则有余，而行则不笃，此所以为凡夫也。圣凡之书籍在此典，我因有见于此，即表反对空谈而弗行者，所以欲婉辞浩劫，服此狂澜。别无其方以迎时急，唯有浅言解注中庸作根本解决，以其人人信守奉行，人心化转，则天心孝顺矣。所以希圣希贤者，己心也；随波逐浪趋于下流者，己心也；米好结于无形者，己心也；酿结于弥漫者，己心也。心之主权大矣哉！唯望依照同胞，身世无言而实践之，则无所著浅言中庸，庶己于社会人心有所不益云耳。遂在中华民国36年岁次丁亥服右帝君序于西京前元堂。白话：中庸这一本书的主旨乃在于深入讨论不偏不倚的天道。这个道是人人每一天从早到晚都在运用的真理，然而却不能达到至善境界，这是因为人迷失灵性根本的缘故。中庸的中字乃是天道的治理，是地道的枢纽，也是人生的主宰。天如果没有了这个中理，那么宇宙中星球的运行将会错乱，四季会失去次序。大地如果没有了这个中枢，那么就会造成山崩的裂，海水干涸，万物失常。人生如果没有了这个中主，那么心猿意马就没有约束，言行举止也会丧失节度。所以天地人都必须先得到并遵循这天道真理，然后才能立足于宇宙之间。人列为三才之一，乃是万物中的灵常。人鼎立于天地之中心，主性之地位，能通人义礼智四端，能兼万善，这就是人的真理之情状。人如果迷失了这真理，那么即使形体还依然存在，却已经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没有主宰。尤其天运到了这个三期末运的时期，人心已经不如上古一般的醇厚，世俗风气都已经衰败。追究其中的原因，乃是由于人不再重视五伦八德所致。因此皇天为之震怒，各种灾劫频频发生，已经醒愚昧顽劣的人
同时上天也垂降天道以端正人心，整治纲常伦理。由此可见道和节同时下降，正是上帝为挽救世道人心所做最巧妙的应用。其中乃是以劫难来使愚痴冥顽的人惊醒，其使他的心能归向善道，以达到贤人的境界；而道则用来度化真诚的人，使他的心能迈向真理，以达到圣人之化境。从上帝这么巧妙的安排，我们就可以体会上天最大的慈爱。无奈的是，世人并不能认知上帝的用心良苦，这是多么令人感叹啊呀！在这白羊当令的时期，纵使有千条万条的道路，都不足以使灵性通达到无极理天。唯有天道这一条经线，才是灵性返回故乡的唯一正途。人如果舍弃了这一条经线而不走，那即是人自己招来浩劫。所以太甲所说上天所降的灾难还可以借由天道而躲开，然而如果是罹患了人自己所招致的灾祸，就不能活了。这一句话实在是真实不虚啊！然而圣人叫人躲避灾难的方法，原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新奇怪异，其实只是从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去着手罢了。因此所谓不偏之谓中的意义，即是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只需清楚事物之两端，而掌握中庸之道而加以应用。而所谓不义之谓庸的意思，即是一定而且不可变动，这也就是日常应用的定理。这里所指的定理是什么呢？其实就例如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妇和顺、兄友弟恭、朋友相交、守信等道理而已。把这一些不变的定理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又有什么困难的呢？由此可见，圣人并不是比一般人突出，只不过圣人能择取中庸之道，从早到晚都念念不离中道，实实在在的实行而不懈怠，这就是他之所以能成就圣人的原因。一般人都知道中庸之道是成就圣贤的最好方法，可是说得多，做的却不实在，这就是他依旧是凡夫的原因。圣人和凡夫的差别其实也就只有在这一点而已。吕祖有鉴于此，所以极力表达反对空谈而不实行。所以在这三期末节时期，要想挽救这一场浩劫，扶正这一股世俗狂澜，再也没有其他格外奇特的方法来营救当前的急迫了，唯有用浅白的笔触来注解中庸，才能做根本解决。中庸浅言注解以后，希望人人都能信守奉行，那么就能化转人心向善，天心自然也就能平顺了。人是否能达到圣贤的境界，就完全看自己的心念是否要随波逐浪而趋于下流，或是看自己的心念是否要把这一场浩劫化解到无形，亦或是甚至于要使这一场浩劫累积的更多更大。凡此种种，都完全要看自己的心念而定。由此可见，心的主权是相当大的。因此，唯有期望依照同胞都能深切地体察吕祖所注解的每一句话，并且加以努力行实践，那么吕祖的用心良苦才能对社会人心有所帮助。中庸之我见，中不偏，庸不义，子臣子言之详矣。中者大中至性，不义为其常而不变也。然不义至性，莫葬我身，人人有而不知其有，乃以血心主身而现性于万劫矣。斯时也，如能觉察血心之非，幡然觉悟，克奉格致之道，使之作去，则不义之真性复明，而我一生有良主矣。如是，则可待天地以化育，与天地共参赞也。故圣人立教，以日用伦常为立身之本，格致之道为见性之基，是以中庸大道，不上惊奇，本系平庸。报我大中至正之真性，发乎至诚，将忠孝节义无过，无不及，完全做到，则人道全备，人道全备，而天道有皆可生矣。所以欲修天道者，
必由人道为始。人道，天道义也，是人其可误解乎？或问曰：义而已义，何有天人之别？吾曰：在力行中庸之道时为人道，全乎中庸之道，则即为天道矣。中庸之定义。中庸定义者何？上笃行也，行之不笃，乃性之谓坚矣。观中庸一书，始言义理，终散为万事，莫复何谓义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谓无穷，皆实学也。是以首章先令人明了天之明令于我者是何物？曰性。性具五德，律而行之，实现于外，尽其美善，则宁至道矣。故圣人觉性，凡夫迷性，圣凡之分，在觉迷之别，圣者先觉者也。将自性能事不宜尽备，疏于中庸，垂法万事。盖中庸所载，皆孔圣当年之实学也。故人能奉中庸之道而作，一者为圣教之实践人，二者亦即我自性之实践人也。力行圣人之中庸，正所以尽自性之能事矣。故先觉者，觉自性也，曰立道立教；后觉者，受先觉之觉起自性也，曰修道受教。是以出入德者，未觉其性，乃修圣人之道，受圣人之教；即觉自性，乃修自性之道，受自性之教也。故我定义主要不上空谈，而重力行，始终不渝焉。中庸之源流。朱熹先生序曰：中庸何谓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师其传而作也，诚然。盖人人各有一部中庸，身中藏之久矣。从淫秽生人，以至于今，凡为人者，莫不皆有。依稀落于后天，受气居物弊，则有而不知其有矣。吾谓此不中庸，即人人身中所藏之中庸。圣人能将己身所密藏之中庸启封直人，以教万事；化人人各将身中密藏之中庸启封，行诸于世，尽其全道以呈现于天矣。呜呼！此要圣人受之于天，以启万民之所，令各探讨己身之中庸也。由是观之，其中庸源流，必发自于天矣。第一章，天命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自解，天乃理天也，命由令也。性者，理化万殊之一也，律循也。道乃自性中所具五常之道也，修乃尽性之能事也。教者化也。解，道自理天所出，佛心普度万缘，自性大缘复自理天也。天者，非气象之天，乃真空至尽无极理天也。在天未命于我之前曰理，既命于我之后曰性耳。理与性无别也。性本至尽，万物皆备，五常具焉，若后天遂必其真矣。如物之觉知，克念除欲，复性本来面目，率性中所具之五常而实践之，则入世曰人道。人道大备，出世则自合天道矣。然觉性、率性出入得时，乃受圣人之教；及至密性后，率性时，即受自性之自教矣。或问曰：此何理？吾曰：人人自性中各具一部中庸。圣人先觉探讨自性之中庸，以尽其能事，载诸书面，以启人人自性之中庸也。故修自性之中庸，乃出受圣人中庸之启示，即自性原明后，人须力行自性之中庸也。白话，这里所说的天并不是气天，也不是象天，而是真空至尽的无极理天。人的本性即是来自于这理天，只不过在还没赋予我们灵命以前称为理，一旦赋予灵命以后则称为性罢了。因此，真理和本性两者基本上原本就没有什么差别。自性原本最为清净，能包容万事万物，也完完整整的具备有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之德性。
然而本性落入后天以后，却受到气柄、物欲所束缚，而蒙蔽了原来的纯真。我们如果能够求得明师只受本性固有之所在，即能觉悟本性，再加以克制邪念，并除欲望，使自性恢复本来面目，然后遵循自性中所具备的五常之德而力行实践，那么也就是入世修习人道。一旦人道完备，则出世自然能与天道合而为一了。当我们求道以后，在最初觉性、率性的修道历程中，乃是承受圣人的教导；等到自性觉醒后所遵行的五常之德，则是出于自性的自我教育。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每一个人的自性中，都各自具有一部中庸。圣人乃是发掘，进而加以探讨他自性的中庸，并发挥自性中庸的良知良能。而后圣人再把这中庸之道付诸文字，记载在书本上，用来启发每一个人自性的中庸。所以修自性的中庸，起初是承受圣人所著作之中庸的启示，等到自性圆明以后，仍然要力行自性的中庸之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自戒、离、去身，须臾者顷刻之间也。睹，视也；闻，听也。节，所谓道者，即性中所具五常之德也。身离五常之德，则心性相悖；心与性悖，则必其真矣，是以不可须臾离也。离五德，则无道，无道即无伦常，无伦常者，人道尚不能容，况天道一生言乎？是以觉性、率性为人生当前唯一要务，不宜忽作忽辍，以自甘堕落也。因以虚无之性，自耕自耨，战兢自持，圣心误于隐为，恶意恶于动机，原性无瑕，则与真理可通耳。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者，非惧人睹也，惧理睹也；恐惧乎其所不闻者，非惧人闻也，惧理闻也。君子所修者，理也；所戒慎恐惧者，亦理也。小人所戒慎恐惧者，人睹人闻也，而不戒慎恐惧理睹理闻焉。君子小人由此变矣。白话：所谓道，即是自性中所具备的五常之德。身体的言行举止如果背离了五常之德，那么也就是心和性互相背离。一旦心、性互相背离，那么也就迷失了自性原来纯真的面目了。所以身、心都不能有一点点的时间背离了五常之德，背离了五常之德，也就无道了。既然无正道可资遵行，那么也就没有伦常可言。一个没有伦常的人，在人道上都已经无法容忍了，更何况是森严的天道呢？所以觉性、率性乃是人生当前唯一重要的事物，千万不可忽然前进，却又突然停顿不前，而使得灵性自取堕落。必须以这虚无的自性来自我耕耘，战战兢兢的自我把握，在隐微之处谨慎的防范，以免心物萌动，在动机之时遏制邪恶之意念的产生，使本性恢复到纯洁无瑕疵的境界，那么自然就能与真理相通了。由此可见，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怕别人看到，而是怕违背真理；恐惧乎其所不闻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怕别人听到，而是怕背离了真理。这是由于修道的君子所修持的即是真理，所以他所戒慎、恐惧的也是真理。然而小人所戒慎、恐惧的则是怕别人看到、听到自己的缺失，反而不怕真理的监视、监听。因而，所谓君子和所谓小人的区别，就可以由此分辨了。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自解、见、阴现、表现也；隐，暗处也；显，昭著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节，性落后天，
被弃居物弊而失权衡，主自心台焉。心者，念善念恶，念一起则流浪四波，如湍水之中，骤击为时，则水文波波罗罗，层层外出，达至四周之极而后已焉。心者，湍水中之为时也，一念善一念恶，莫不波罗外现，天地鬼神悉共见之。隐为者，心物欲动未动之间也。见贤者，波罗四周之宽大也。是故修性之君子所胜者，心物欲动未动之间也。所惧者，心浪见险，波罗四周之宽大也。嗟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其出入得实立志于隐念，而后修其至德，以宁至道，化名教民，公同天齐，见于两大。其所见于道者，莫不始于隐念之立志也。愚人之所以为愚人者，其出入得实施至于为念，而后逐波逐浪，趋于下流，心物之发，生物之行，叠罪如山，便于人而为恶人矣。其所显其恶者，莫不始于为念之立志也。是故君子胜其独者，乃胜隐隐为心念也。白话：本性落入后天以后，便受到气领所拘束，物欲所蒙蔽，因而失去了自我主宰心台的权衡，以致使心念忽然思善，忽然又思恶。心念一旦发生，便向四处散播流浪，就如湍急的水流突然冲击溪流中的细小石子，而激发水波，那水波又波波罗罗的一层层向外推出，必须达到四周的极端才能停止。心就像在湍急的水流中所投掷而下的小石子，不论心念是善或是恶，都会如同水波一般波波罗罗的向外显现，因而天地鬼神都能看得到那心念。所谓隐为，就是指心物贪嗔痴爱在将要发动而却仍未发动之间。所谓见显，指的就是心物已经向四周散播到宽大的意思。修养本性之君子所审慎的是在心物发动和未发动之间，而他所惧怕的更是那心之波浪显明呈现的情境。爱圣人之所以能成就为圣人的原因，乃是他在尽德修业之初，就能立志于审慎隐为的意念，然后才进而修养至德，以达到凝聚至道，更进一步教化万民，而在天地之间显现与天同齐之圣功。他之所以能表现至道的一面，其原因即在能于立志隐为的意念啊。愚人之所以不幸地被称为愚人，其原因乃在于未加关心隐为的意念，使意念随波逐浪地向下奔流，以致心物发动，生物放纵随行，造下了叠叠如山的罪孽，更由愚人变化为恶人。他之所以会显现出邪恶的一面，其原因莫不是由于在隐为之处不立志。所以君子胜其独，乃是谨慎于那隐隐为为的心念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终结，谓之和。终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自解乐因落，终结之中，去生。节即节度也。节解无极一动，生出太极。太极判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变化而生万事万物。追本探源，系无中生有焉。喜怒哀乐即两仪四象之比也。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曰生中无极；喜怒哀乐既发之后，曰生中太极也。未发之前，曰大中性也；既发之后，曰变相情也。故修道者必须克情复性，自性与理无殊。天之所喜者，喜善也；天之所怒者，怒恶也；天之所哀者，哀群生迷信也；天之所乐者，乐群生修道以觉自性，归根还本源也。我自性之喜怒哀乐与天相同，则无不终结矣。所以终者，天之理，地之书，人之主也。自性所发，喜怒哀乐皆合天地之中理，则内含太和矣。
抱此道以启群性之迷，则我一生即天下之大本也。是观末运浩劫，利器迷空，皆人人失其中和之道所致焉。我报性中之太和，匡正人心，以其化转末运之利器，一风一俗，复转古风，达性中太和于天下，由春风霭霭，所到之处，动直坡，均沾恩沾惠。此所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白话：无极一动生出太极，太极在判分阴阳两仪，两仪又生太阳、少阴、少阳、太阴等四象，四象又生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等八卦，八卦又一一变化而生万事万物。所以探求万事万物的本源，实在是由无而生化万有。如果以喜、怒、哀、乐与两仪四相比，当喜、怒、哀、乐未发生以前，可以说是合于无极；喜、怒、哀、乐一旦发生，便如同无极一动而生太极。在喜、怒、哀、乐还未发生以前，为大中至正的本性面貌；一旦发生以后，即是变相的情绪。所以修道的人必须克制情绪，以恢复本性的面貌，那么就能发现自性原来和治理并没有两样。因而能体会到上天所喜的原因，乃是由于善；上天所怒的原因，乃是由于恶；上天所哀的原因，乃是由于众生迷失本性；上天所快乐的，乃是众生都能修道以觉悟本性，灵性返本还原，与天合而为一。于是我一己喜、怒、哀、乐的原因都与上天相同，那么就没有一样不符合节度了。中是天的真理，是德的枢纽，是人的主宰。由自性所发出的喜、怒、哀、乐都能符合天地的中理，其中都含有太和之气。抱定这样的中道来启发神迷的群性，那么我这一生就立定在天下的大本之位了。看看现今白羊末运之所以会有弥漫天地的戾气与浩劫，其原因乃是由于人人失去他自己的中和之道所导致。因此，只要我们能抱守身中的太和中道，以端正人心，化转末运的戾气，改变世俗，使其恢复淳朴的古风，使天下人人都能发挥自性中的太和，那么必能如同霭霭的春风所到之处，不论动物或植物都能同时感受到这恩惠。这就是和也者，天下之达道的意思。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自解、至、推而极之也。为者安其所也，欲者遂其身也。解，此一节，乃将我性天中和之道推广行远，以造乎其极之真验也。故先将我己身之天地正其位，己身之万物遂其域，则己身中之天地遂岛中履合矣。然以岛中履合，何能化转乾坤之戾气，宇宙之杀机？必须极力将我性天中和之道推广行远，使人人身中天地各正其位，人人身中万物各遂其域，则整个之大天地岂不转灾杀为吉祥乎？盖群生身中天地万物与整个之大天地、大万物一体连贯焉。群生身中之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域，则整个天地万物安能不得其位域乎？盖其反求诸生也。白话：这一节所说的乃是把我本性中的中和之道推广行远，以达到最高境界的微妙验证。所以必须先端正我自身的天地，使其安于其位，自身中的万物、器官都能各自发挥应有的功能，那么自身的天地万物就都已经能履行中和之道了。然而一己身中的天地万物能履行中和之道，又如何能够转化大天地间的戾气，挽救大宇宙之间的杀机呢？这就必须行外功，勤度众，把我们自性的中和之道推广行远，使人人自身的天地也都能各安于其位，使人人自身中的万物都各自能发挥功能。那么整个大天地难道不能转化灾杀为吉祥吗？
由于众生身中的天地万物都是和整个大天地大万物一体连贯的，所以只要众生身中的天地都能各安其位，众生身中的万物都能各遂其化育，那么整个大天地大万物又怎能不达到各安其位各遂其身的境地呢？这应该就是圣人所谓反求诸生之用意吧。总论中庸一书首言天命之谓性。何谓天命？天者理天，命者亦理散万殊，附于人人身中，故曰命。由是观之，理乃性之大源也。在谓复性于人前，乃真空至理，无在无不在，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浑浑噩噩，圆陀自如也。既复性于人后，散则支配全体，聚则归于微渺。然人但知性之用，曰知觉运动，及其性之体何在，则即服之，此人人迷本之故也。天之所命，至善纯洁之性，寄托人生何处？必须得闻至道之人方知。或问曰：至道何处觅也？吾因曰：至道以降尘寰，普度大开，悉各善男性女训访诉求，勿失良辰焉。至道者何？曰修性也。修性归理曰圣，由性入情曰凡。故圣人先知一生自性之所在的，复达于知觉运动周身之用，由己身小无极而通大无极矣。是以圣人所著者慎独，慎独者何？即为身中之小无极也。由这一点看来，人须先修至得以明至道，则圣欲贤观咫尺眼前矣。故圣人以至道化名，先使人人明小性源之所在，曰系自理天而复，然后教之以格、致、诚、正功夫，将自性复出，虑我自性能事实践于外，此乃圣人化形俗美之道也。是以中庸首节曰天命，曰性，曰道，曰教，经直奥义，以言尽无疑矣。其下系其用也。乃言喻明小性之大源，性之所具，首先戒慎恐惧。戒慎者何？慎己所独知之地也。恐惧者何？惧己心流浪波四周也。由是观之，我知一身即天地之大本，我知一心即天地之中耳。能尽行到此步功夫，身中之至道是不可须臾离也。以我自性之中合正气，以化转天地之利器，由我一身外推，尽性之所知，发性之所能，以化人人贤令觅其自性也。如人人身中天地的位，人人身中万物的欲，则整个大乾坤可不整而安矣。何也？天地者，人人之逆旅也。群性之自天亦即无极真空之天也。群性自天各得其位欲，则乾坤安得不孝顺乎？白话：中庸这一部书首先谈到天命之谓性。什么叫做天命呢？所谓天，乃是指无极理天，而命的意思就是在一理散万殊所附在人身中的一点灵性，称为命。从这一点来看，可以知道理天乃是所有灵性的大本源。在还没有赋予灵性给人以前，它乃是一团真空的至理，它无所不在，大到没有任何一物不能包含，却又细微到没有任何一物不能进入。它虽然看来浑浑噩噩，却又能圆圆坨坨的运用自如。它一旦赋予灵性给人以后，则可以分散以支配全体的肢体感官，也能够凝聚隐藏于微渺的至善宝地。一般人只见到灵性应用时的知觉运动，然而对于灵性的本体到底存在那里却不知道。这是因为人人迷失本性的缘故。至于这一点上天所命的至善纯洁之本性，究竟寄托在人身的那个地方，必须是拜求天道、受名师指点本性固有之所在的人才能明白。那么又有人会问，要到那里才能拜求天道呢？帝君说，天道已降到尘世大开普度，希望大地的善男信女都赶快来寻找，千万不要错失了这千古难逢的良机啊！至道乃是修性了命之道。
修养本性趋向真理，则成为圣；反之，迷失本性，放纵情事，则称为凡。圣人乃是先寻求明了自性所在的地方，然后再运用于全身的知觉运动，由自身的小无极而通于先天大无极。其中，圣人所注重的乃是慎独的功夫。什么叫做慎独呢？即是谨慎于自身所独知的至善宝地，敬畏自身所独处的小无极。从这一点来看，人必须求得明师指授之道，先修至得以明之道，那么所谓的圣域、贤观就近在眼前了。圣人以天道真理教化万民，先使人人都能明白自性的本源乃是出自于无极理天，然后再教导万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功夫，让人人恢复本性，再遵循本性所具备的良知良能去实践。这就是圣人化形俗美的方法。所以中庸第一节以天命、本性、天道、教化来开宗明义，全书所含的奥义已经在这一节完全表露无遗了。接下来所探讨的即是本体的应用，主要在说明想要明白自性的大本源以及自性所具备的良知良能，首先必须要戒慎恐惧。那么要戒慎什么呢？应当戒慎于自己所独知的至善宝地。又为何要恐惧呢？就是要恐惧自己的心念四处流浪散播。由此可见，我的一生是天地的大本，我的一心立于天地的中。能体会这一点，那么对于自身中的至道，就能谨守不失，不至于有一时的偏离了。在推广我自性的中和之气，以挽化天地间的戾气，也就是由我自身向外推行，发挥本性的良知与良能，去度化人人拜求天道，人人找到他的自性，使人人生中的天地定位，身中的万物得到养育，那么整个大天地就自然能安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天地是人生的逆旅，而所有灵性的天则是无极真空的性天。倘若所有灵性的天地万物都能各得其位域，那么大天地又怎会不平顺呢？第二章，仲尼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自解，中者不偏之谓，庸者不义之谓。王萧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臣子亦以为然，今从之。忌者敬也，惮者惧也。节解，中庸二字，前注已详矣，无容众数焉。君子觉性，故行中庸之道；小人迷信，故反中庸之道也。我本五德悉备，念念在我性中。君子而时中者，不偏之中，不义之庸，朝审细剔，盈盈在报也。若夫小人则非然，任四相以放纵，持心意而无数，自认做事严密，为人服之，是以先自欺而后欺人，故无所忌惮以纵欲也。结果气象之直，现自性于万劫矣，良可叹也。白话：因为君子能觉悟本性，所以能笃行中庸之道。而小人则因为迷失本性，所以违反了中庸之道。我们的自性中本来就具备有完全的五常之德，这五常之德念念不离本性。君子时中的意思，就是恪守不偏之中，不义之庸，从早到晚都能自我替力，诚心报守。至于小人就不是这样子了，小人放纵眼、耳、鼻、口，任由心意向外奔驰而不加约束，自以为所做的事情相当严密，没有人会知道，这是先欺骗了自己，再蒙骗别人的做法，所以他敢于无所禁忌与惧怕的放纵欲望，结果反而让气象的直性把一点灵明的本性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这实在是令人相当叹息。第三章，中庸章。子曰：中庸其志矣乎！民先能久矣。自解，先上升，下同。先者少也。
解解，素自清阳时代，万民迷信未生，其心浑浑，其身仆仆，自信灵明，邪欲顿机，斯时也，人心犹存无极之真理焉。降极弘扬，人心渐放，杀机平动。故圣贤奉天承运，创始文化，提倡道德，治人伦修礼乐，人道遂称大备。故将乾坤万物之中庸载诸于书，以启人人自信之中庸也。在斯时，人人虽不能尽其中庸全道，而被乎中庸之大体者尚先。降极白阳，人心奸诈，利欲熏蒙，颓风戾气弥漫乾坤。虽人人各具无上之灵性，密藏至尊之中庸，而鲜有探讨者也。故圣人此言，欲知白阳时代，人心无痕，鲜有尊乎自信之中庸，而实践于外者。是以圣人欲知白阳之气象，因而感叹焉。白话：回忆清阳时代，万民还没有严重的迷失本性，当时人民的心纯真善良，人民的行为朴实无华，人人自信灵明，没有邪恶的念头，当时的人心依然存着无极的真理。到弘扬时期，人心渐渐的放纵，频频发动杀机，所以圣贤尊奉上天意旨而承接天运，创立文化，提倡道德，以伦理、礼乐来教育人民，于是人伦大道才能完备。历代的圣贤并且把这天地万物的中庸之道记载于书面，以启发人人都能发扬自信的中庸之道。虽然在当时并未使每一个人都能完全发扬各自的中庸之道，然而违背中庸大原则的情形却也不多见。可是天运到了白阳时期，人心变得很奸诈，本性受到利欲所蒙蔽，一股颓风戾气弥漫天地。虽然每一个人都具有至高无上的灵性，自身中都藏有最为尊贵的中庸之道，但是却很少有人会去加以探讨。所以圣人中庸其志矣乎？民先能久矣。这一句话更是在于预言白阳时代的人没有恒心，很少会有人遵循本性的中庸之道，进而实践于言行举止。这就是圣人早已预知白阳时期气象的变迁，因而发出这样的感叹。第4章，道之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孝者不及也。自解，知者知之去身。解解，难乎？中庸之道，至圣身之内必焉。圣人所谓知者过之，此之非指负良知之人，乃指任气为理之人也。虽自己直气直知之，而理想认为以负良知矣。然既负其良知，性之所发，皆不偏之中，不义之庸也，又安能过之乎？故过者犹不及也。及其余者，自信浓染，气欲勃勃，自身无恩上不能报答，何能觉自信以行道也？道之不明，至圣身小内必焉。自己居贤之人，与前边任气为理之人，大同小异。而不孝与愚者，内中少有分殊。不孝者，气欲蒙之尚浅，易于革除；而愚者，气欲固必深矣。如能立无畏大志，始终不渝，以觉自信，亦可以说以前种种，如同昨日死；以后种种，如同今日生也。然至圣既称知者、贤者，而知者、贤者下边加一过字，由过字上注目，即非真知、真贤也。我敢大胆加句断语：知者过之，贤者过之，乃与愚者不及，不孝者不及痛也。悉各注意此点为要焉。白话：实行中庸之道有这么困难吗？因为至圣深深了解到其中弊端的本源，所以有这样的说明。由这段话的意思，我们可以明白，圣人在这里所说的智者，并不是指恢复良知的人，而是指把气认作是理的人。这种人执着在气性、直性的知识，但是却自以为已经恢复良知了。
让我们想象，既然已经恢复了良知，就能由本性发出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那么又怎么会太过呢？可见超过中庸和不及中庸这两种情形的弊病都是一样的。至于愚昧的人，自信蒙受浓烈的习染，气禀、物欲勃然大作，就连和自己切身相关的天地君亲师的恩德都不能报答，更别说是觉醒自信而履行中庸之道了。同理，大道之所以不能明朗的原因，至圣也深深明了其中的弊源。自认为是贤明的人，他的情形和前边所说把气认作是理的人大同小异，而不孝的人和愚昧的人也差不多，只是其中还有稍微的不同。不孝的人所蒙受的气柄和物欲比较浅，还比较容易革除，而愚昧的人受到气柄和物欲的拘束就深远了。话虽如此，然而如果愚昧的人能立定无所畏惧的大志，自始至终都不改变这样的志节，勇往直前的觉悟自信，那么也可以做到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以前的种种恶习就让它都在昨天死去，以后的种种善念、善行就从今天开始持续的做起，这样的大彻大悟。至圣既然说智者、贤者，但是却又以过之来形容。从过这个字来看，我们就能体会，所谓的智者和贤者，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智者，也不是真正的贤者。我们甚至可以很大胆地断定，智者、贤者超过中庸之道的情形，与愚者、不孝者未达中庸之理的情形，其实并没有两样。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思考。人莫不饮食，先能之谓也。自解见前，节解天生一名，必具一性，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不过迷悟之分，即圣凡之别。吾问世人曰：一生之觉运动，谁之力也？世人必对曰：一气运之耳。不但不觉自信，犹谓之身中有自信也。由人莫不饮食，而鲜有知其饮食之理者。夫饮者水也，饮水必须思源，水上有源流，而支配我身者岂无源流乎？身之支配源流，性也；性之源流，理也。觅一身之源流，曰觉自性；追性之源流，曰知理。知理而后真之真行，则自真于道矣。由饮水之为是，可以悟出理性之大源。食物必须思本，如鼠、谷类，其生长繁殖之源何在？在其出殖之利种里。一利殖的，万利生焉。人类之繁殖恒河沙数，化育无穷，就其源，在一理也。故一理而分万性，万性分复万名。是以觉性、尽性备，其中庸权道可真治理焉。换而言之，曰：人莫不饮食，先能知饮食之原理也。圣人以日常饮食之细事，内寓奥理，以其人人穷究饮食之原理，而见穷性理之大原也。循循善诱，引人入圣之苦心，由此可见矣。五恩者，天地君亲师恩也。白话：由上天所降生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点灵明的本性，这本性不会因为是圣人而比别人多，也不会因为是凡夫而比别人少，只不过因为迷失和觉悟的分别，因而有圣人和凡夫的区别罢了。我们如果提出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身体有知觉和运动这样的问题，世人常常会回答说是因为气运行全身。人们不但不会觉察自性，更不知道自身中有自性。这就好像人们每一天都要吃要喝，但是却很少有人明了饮食的道理。所谓饮，就是饮水。人们常说饮水思源，水尚且有源头，而支配我们一生运动、知觉，难道就没有源流吗？须知，支配一生的源流就是本性，而本性的源头就是无极理天。找到身体的源流就称为觉自性，而找到本性的源头就称为知天理。
知天理以后，才能真知真行，真知真行以后，就自然能达到天道的境界了。从饮水这么一件小事，可以让我们体悟出理性的大本源。同理，吃东西也必须思考它的根本，例如生长五谷的根本究竟在那里呢？就在那种下去的一颗种子。把一颗种子种到地里，最后会生长出万粒的种子。人类的繁殖就像恒河的沙一般无穷无尽的化育。如果探究人类的根源，那就在于义理。上天就是本着义理而分化出千千万万的灵性，再把这千千万万的灵性分别赋予每一个人。所以能觉悟本性，发扬本性的光辉，使自性中庸之道发挥的淋漓尽致，就可以说是达到至理了。人人每一天都要饮食，但是却很少去追寻饮食的本源。圣人就是借着日常饮食这样的小事，来暗示其中所隐含的奥理，希望人人从思考饮食的道理当中，去穷究灵性的大本大源。由此可见圣人循循善诱，引导万民返还无极甚境的苦心啊。第5章道其章。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自解，夫应服。节解，夫子在列国时代，一车两马，周游列国，讲道德，说仁义，仆仆封臣40余载，历竭深思，鞠躬尽瘁。而当时诸侯，利欲勋盟，不上孔子内圣外王之道，唯以强兵立国之心为报。夫子见大道不能行诸于世，乃回鲁焉。删诗书，定礼乐，秉天地至公，作春秋以全行天子事，而乱臣贼子惧焉。道其不行矣夫。此一句乃孔圣万难之语，不得已之辞也。吾著至此，如亲临其中常，如亲闻其盛叹，不由我心戚戚然，柔肠一转，为天下苍生不经潸潸泪落也。嗟乎！圣人悯世之辛苦矣。芸芸众生，谁是圣义哉？白话：孔夫子降生在东周春秋时代，当时正处于王纲不正、列国争强的局面。夫子以一车两马，周游列国，讲道德，说仁义。经历了40年的仆仆封臣，耗尽了精力，喊哑了嗓门，可以说是鞠躬尽瘁。然而当时的诸侯却都利欲熏心，根本不采纳孔子所谈的内圣外王之道，只计较如何才能壮大自己的军力，如何才能对自己的国家有利。孔子眼见大道不能推行于世，于是回到鲁国，删诗书，定礼乐，并秉持天地至公至正的心，著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权，因而使乱臣贼子心存恐惧，不敢妄为。而本文道其不行矣夫这一句话，即是孔子万不得已的感叹之词。注解到这里，令人感到如同亲身聆听圣人的心语，如同亲身听闻圣人的感叹，不禁令人心有戚戚焉。慈悲的心念一起，不由得要为天下苍生潸潸泪落。唉，圣人实在用心良苦啊！然而芸芸众生，又有谁能体会圣人的心意呢？第6章顺其章。子曰：顺其大之也与？顺好问而好察而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顺乎？自解之，去身；与平身。好，去身；察，考察；扬，称扬。两端，乃两头。耳，近也。节解，大哉顺乎！孝弟兼全，仁德具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可以顺作模范也。然舜之圣德如此伟大，其性盖与我同，而舜之所以为舜者，乃克念作圣，毕露天真，发扬自性之广大，以求至乎其极。舜之所以好问者，盖与天同，
天者，至虚至灵，人报谦德，则受益无穷矣。而好察耳言者，凡世俗之浅言俚语，内中揭秘真理，不以浅近俚语而服考察，然入圣之境，乃由浅入深者也。隐恶而扬善者，天道似乎顺人情也。人皆喜美誉，恶逆言，隐其恶而弗见，则圈改无其矣。扬其善而欣喜，其善即止于此而不益耶？舜之所以隐恶扬善，虽曰顺乎人情，以无官之，正戒是矣。我虽与彼隐恶，而作恶者应之悔；我虽与彼扬善，而作善者应之惧，此何理也？曰：人作善作恶，天公不言不语，惜恶者之悔，善者亦修，此其天公之本意矣。及其恶者不知悔，而恶淫不得不罚，善事亦加修，而公园安得不赏乎？舜之所以隐恶扬善之意，正与天公一体焉。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者，大中至正之道也。是观春风到处，万物发萌，商标起时，万物殄灭，此乃天地至公之定理也。圣人以道化民，曰执中，中与公，其义乃一而二，二而一也。圣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者，正与天地之大公义也。教民有道，施民以德，万民受德而知其大德。立之以法，思之以法，而万民守法而不越法。一，盖舜即天也，舜之行与天殊无二焉。白话，由此可见舜帝伟大的德行。舜帝孝悌兼全，仁德俱备，上自天子，以至于平民百姓，都可以以舜帝作为人处事的模范。我们要知道，虽然大舜的圣德是如此伟大，其实他的自信本来与我们相同。然而舜之所以能被尊称为大舜，其原因乃是他能够克除私欲，显露天真纯善的本性，使自信良能发挥到最广大的境界，因而称得上圣君。舜这一点好问的美德，应该是如同天一般的至虚至灵。所以人也应当怀抱着谦虚的美德，那么将会受益无穷。而舜之所以要仔细地考察浅白的俚语，乃是因为事中浅易的俚语都含有无穷真理。舜不会因为俚语的浅近而不加考察，可见步向圣人的途径，乃是由浅而入深。舜能隐恶而扬善，以显示天道顺乎人情。我们知道人都喜欢受人称赞，不喜欢别人对自己说些忤逆的话。但是如果一味地替他隐藏过错而不加以劝谏，那么当事人可能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缺失，而不知改正。如果一味称赞他的好处，也可能使他沾沾自喜而不知精进。大舜替人隐藏过错，而赞扬他的好处，虽然是顺乎人情的做法，然而其中的用意却也正是用来警惕世人的方法。我们替人隐藏过错，却能给予那做错事的人悔改的机会；我们赞扬他人的善行，能激励行善的人更加行善。这是什么原因呢？须知不论人做善或做恶，上天都不言不语。目的无非是使作恶的人能够及时悔改，也使行善的人更加修习善功，这应是上天的本意。如果作恶的人不知悔改，以至于恶贯满盈，那么上天就不得不罚了。而善士更加修行善功，一旦功圆时，上天又怎会不给予嘉赏呢？舜之所以隐恶善的用意，正如同上天的公正一般。舜所以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乃是秉持大中至正的天道。让我们先看看春风所到之处，万物都因而萌芽。而秋风吹起时，万物因而萧瑟，这就是上天最为公正的定理。圣人用这样的道理来教化万民，称为执中。中与公是一体的两面，圣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用意，就正如同天地的大公一般。大舜以天道治理来教化万民，以大德施行于万民，使万民都蒙受恩德，而体会天地之大德，
并订立法令，以法令为行事之标准，则万民都能守法而不逾越法。哎呀！可以说大顺即代表上天，因为他为万民所做的一切，与上天所做的并没有两样啊。第7章人皆章。子曰：人皆曰与之，趋而纳诸谷，或陷阱之中而莫知之辟也。人皆曰与之，则乎中庸而不能其越守也。自解与之知之去身。谷因谷，或胡化反，井才性反，辟与必同，其居之反。谷网也，或击剑也，陷阱坑坎也，节解痛哉！圣人之言也。人人各具原民之性，落于气象，被世俗一切熏陶也然，遂任逆旅为家乡，只写心为无主矣。而由是聪明自谓与之，岂知以将具体之性趋于谷，或陷阱之中而己犹未知也。人人皆自谓聪明，则乎中庸，其越上不能自守，况恒久乎？由是观之，世人自是聪明者，勾心斗角，争名夺利，为己聪明也。如是越聪明，则自信越弥深矣。若夫人大聪明者，修自信，以其光明磊落；养浩然，以其充塞两大，此谓先天之真聪明矣。盖中庸者，终身不可须于离之道也。则乎其一，其越上不能自守，安得谓之乎？白话，这一句话足以表达圣人的痛心。因为人人原本都具备原民的本性，可是一旦落入气象以后，就被世俗的一切所熏陶也然。于是把世间这场逆旅看作是家乡，一意固执地认定血心是自己的主宰，还以为自己很聪明。那里晓得这么一来，就等于自己布置罗网，自己设计机关，自己挖掘陷阱，然后把自己的本性驱赶进去一般。然而自己对自信所做的一切伤害，他却一点也不知道。同样的，每个人都自以为很聪明，可是摆在眼前大开普传的中庸之道，却连花费一点点时间也不愿意把握，更何况是要持之以恒呢？由此看来，世人所自认为的聪明，其实都是为了勾心斗角、争名夺利所做的小聪明。像这样，越是自作聪明，那么自信就越迷越深了。如果要论真正的大聪明，则是修养自信，期许本性能光明磊落，涵养浩然之气，期许正气充满天地，这才是先天的真聪明啊！所谓中庸，所指的乃是终其一生都不能偏离的天道。一旦得到名师只授一点本性，就应该诚心抱守，实心涵养。然而一般人尚且不能用1个月的时间来把握，那怎能称得上具有大智慧呢？第8章回之章。子曰：回之为人也，则乎中庸，的一善，则全服膺而弗施之矣。自解回，孔子弟子，名颜渊。全，凤池之貌。夫犹弱也。因凶也。节复甚则乎中庸，的一善者，非则乎中庸之一也。所谓一善得而万善备，了义而万善矣。复甚受至圣心法，明彻万事万物，以一贯之治理，则乎中庸之道者，正尽中庸之全道也。是以全服膺，念兹在兹，而戒慎恐惧焉。夫一善之一者，生而解之，亦即无极别名，无极本无一字，至虚至灵，此一字不过强明之。复圣明彻天地万物不出一理，事事物物以一贯之，一善者，即一理，由一理而兼万善也。盖中庸之首章以尽其详，万善之融合曰道，道乃一理之用。复圣悟彻至道，知一人事有象，未造疾风，虚乐一，使能真于治理。复圣乐道，盖明动意之归宿，所以谓乐也。此系从天道来论。
然力行中庸之道者，初步入手，能以则乎中庸一章，力行不殆，由人道而迈进天道，亦甚可嘉焉。白话：这一节谈到复圣则取中庸之道，其中所说的一善，并不是指中庸这一点善而已，乃是的一善，而万善全备，完成一善而圆满万善。因为复圣得到至圣所传授的大道心法，因而能明彻万事万物之理。他本着这一以贯之的治理，则守中庸之道，正是完成中庸的全道。因而他能全权奉持于胸中，念念都不离这个大道，而戒慎恐惧。所谓一善的一，再深一层的解释，即是对无极的另一种称呼。无极本来是最虚无、最灵明，无极的意义本来没有任何一字可以为它定名，这个一只不过是勉强用来称呼的。复圣因为得了这个一，而明彻天地万物的造化都离不开义理，事事物物都义理贯彻，所以的这一善即明了义理的奥秘，义理中万善兼备。有关这一点，在中庸的第1章就已经说明的相当详尽了。万善可以以道一字来统称，而道乃是义理之运用。复圣从物彻至道之中了解一人是有形象，如果执着于一，则仍然未能达到最高之境界，必须了义才能臻于至理。可见复圣乐道的原因，乃是由于清楚一的归宿在那里，所以能安于道，乐于道。这一点乃是站在天道的立场来论的。然而要力行中庸之道的人，其入门的初步，如果能本着则乎中庸之道这一章的方法，而力行不懈怠，逐步渐进的由人道而迈向天道，那也是非常值得嘉许的。第9章，天下章。子曰：天下国家可君也，绝路可辞也，白刃可导也，中庸不可能也。自解，君，平治也，即平人心以平治国也。爵，系官爵；禄，系俸禄；辞，乃不受也。刃，系刀刃；导，塔也。节俭，大哉！中庸之道有难易之别，何难之有？信天未复，根本未决，欲行中庸之道则难矣。何易之有？用以革制之功，自信圆明，力行中庸之道则易矣。然天下国家可君，绝路可辞，白刃可导，圣人所言此三是善则善矣。然未造圣功至极而偏于易于也。圣人自信圆明，守乎中庸之道，则国家可君，绝路可辞，白刃可导，此三是适于中理，可不免而行也。三者义之，仁、勇之事，然圣人所行，乃大知、大仁、大勇焉。故至圣相鲁3月而鲁国大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此非天下国家可君乎？此非圣人之大仁乎？至其人归女乐，既还子受之，3日不朝。孔子行，此非绝路可辞乎？此非圣人之大知乎？至圣普普封臣，周游列国，讲道德，说仁义，40余载而屡被人辱，消积伐檀，陈蔡绝粮而悲天悯世之心丝毫不减，越挫越锐，此非白刃可导乎？此非圣人之大勇乎？然圣人内圣之功具足，三事可不免而终，如内圣之功未足者，纵勉强行此三事，亦未见其全道也。总之，千言万语，复信未始，信复而后，万事万物无不合中矣。一、中庸之难易者，在信之绝与迷耳。白话：要实行这么伟大的中庸之道，难道有困难和简易的分别吗？为什么会困难呢？因为本性没有恢复光明，那么就是根本的问题还没有获得解决，因而想要实行中庸之道就困难了。那么又为什么实行中庸之道很简易呢？其实只要能依照格物致知的功夫，使自性恢复原明，那么要力行中庸之道就简易了。一般如果能够做到圣人所说的平治天下国家，
不恋高官厚禄，不怕惜性生命，这3件事就相当难能可贵了。但是做到了这3件事，要说好，那当然是很好，可惜还未能达到圣公的最高境界，只是偏于圣公的一部分罢了。让我们看看自信圆明的圣人，由于他能谨守中庸之道，所以在实行天下国家可均、绝路可辞、白刃可倒这3件事情上，可以毫不勉强地做到。能够实行这3件事情，就是智、仁、勇3达德的表现。然而可贵的是，圣人丝毫不勉强所实行的3达德，更是大智、大仁、大勇的表现。所以至圣在鲁国为司寇，辅佐鲁军治理国家3个月，便使鲁国大治，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这不就是天下国家可均吗？这不就是圣人大人的表现吗？直到齐国因为担心鲁国强盛，而送来一批美女乐团给季桓子，又使鲁军沉迷于享乐，接连3天不理国政。孔子见了这情景，于是慨然地辞官离去，一点儿也不留恋。这不就是绝路可辞吗？这不就是圣人大治的表现吗？接着至圣就风尘仆仆地到各国去周游，宣讲仁义与道德。经历了40余年的岁月，多次的遭到如萧姬伐谭、陈蔡绝粮等羞辱和困顿。然而他那悲天悯人的心怀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反而越是遭到挫折，心意越是坚定。这不就是白刃可倒吗？这不就是圣人大勇的表现吗？由于圣人内圣的功夫具足，所以在这3件事的实行上，可以毫不勉强就能合于中庸之道。如果换作是一个内圣之功未圆满的人来实行这3件事，即使是非常勉强，相当努力去做，到最后也未必就能做得圆融。总之，千言万语都必须以恢复本性作为一切圣功之起始。恢复了本性的原名以后，那么不论面对任何事物，就没有不符合中道的了。实行中庸之道有多么困难，或者有多么简易，其关键就只在于自信是觉醒或是迷昧而已啊。第10章，子路章。子路问强，字解，子路乃孔子弟子仲由也。强，作永节。节，子路未得圣门心法，气质未扫尽，真理未穷极。然子路之好勇，故非性中之大勇，而勇于道，勇于学，其勇以尽之矣。如其私欲尽尽，天理流行，明察善恶，报应不爽，赏罚祸福，有招有引，此天之大知，而我亦如之。常养万物，公不自居，此天之大仁，而我亦如之。善者磨之，恶者顺之，结果善足以扬名，恶淫以诛身，诛身续以诛信，遂坠万劫矣。善者多磨，皇天亦无丝毫之宽待，如观月经中，天公逆之磨之，结果道成天上，名流人间。恶者多利，皇天亦无丝毫之宽待，如操莽奸鬼，天公纵之顺之，结果诛身诛信，以陷于万劫矣。天公若溃若龙，终结善恶，各得其果，此天公之大勇也，而我亦如之。人如能复信天之光明，与天合一，知人勇系理中所发，安得不广大者乎？盖至圣之知人勇与天公之知人勇合而为一焉。子路，圣门之大贤也，不过知人勇未若至圣之造极，然亦相距不远矣。总言复信为体，则一切不免而终矣。白话：由于子路没有得到孔子只授信理真传，所以仍然还没有扫尽气性与直性，对真理的体认也没有达到极点。子路所表现的勇虽然还未能达到本性所具备的大勇，但是他那勇于道、勇于学的精神，却已经是接近大勇了。
我们除了效法子路勇于道、勇于学的精神之外，如果再能摒除私欲，遵循天理而行，清清楚楚地体察善恶，明了天理报应丝毫不差，一切赏罚以及祸福都有显明或隐秘的情形，那么也就能有如天一般的大智，并体察天地常养万物、功成不居的作为，那么也就能有如天一般的大人。看看历史上的人人物物，我们往往会发现善良的人常遭受诸多的磨难，而恶徒却逞一时的顺畅。但是最后的结果，善人足以显扬名声，而恶人在恶满之后则招来杀身，不但遭受杀身，甚至灵性也被击散，以至于坠落到虽历经万劫也不能回复的地步。善良的人在遭受种种磨难时，上天似乎对他一点也不留情。然而，就像关圣帝君以及岳武穆两位法律主，他们虽历经加诸于身上的所有恨逆与磨练，最后的结果则是道成天上，名留人间。恶人往往一时之间能获取诸多的利益，然而上天对他却也没有丝毫的宽待。就像三国时代的曹操以及篡夺汉室的王贲，他们一生奸诈的行为，上天虽然一时纵容他、顺应他，可是他们最后的结果却是使自信陷于万劫不复的地步。上天表面上让人以为他好像瞎了眼，似乎聋了耳，可是到最后，不管是行善或者是作恶的人，上天都让他们得到应得的结果，这就是上天的大勇，值得我们效法。我们如果能恢复本性的光明，使自信的光辉与上天合而为一，那么从自信中所发挥的智、仁、勇，怎么会不广大呢？从子路问强以及智胜所回答的道理相中，我们可以体会智胜所发挥的智、仁、勇与上天的智、仁、勇是一样的。而子路之所以能列于圣门中的大贤人，也是由于他的智、仁、勇，只不过他那智、仁、勇的境界不如智胜罢了。然而话虽如此，其实相差也不是很远。总而言之，以恢复本性的光明作为前提，那么所有的一切都不假勉强，而能合乎中庸之道。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义而强与？自解与平生。义与辞而辱也。节解性中之强，本无分南北也。盖至圣因才设教，以指南北。然南者，先天八卦之乾也；北者，先天八卦之坤也。乾坤之强，亦即性中之强，不过换汤不换药耳。如穷理尽性，则无分于南北之整域矣。白话，我们都应该知道，本性中所具备的大勇，原本就不分是南方人，或者是北方人，也就是说，人人所具备的大勇都是相同的。本文这一句话只是智胜依照子路的资质而予以说教的话，因而才谈到南方之强以及北方之强。如果以八卦来看，南方乃是先天干卦的方位，而北方则是先天坤卦的位置。乾坤的强也就是本性的强，所以本文指着南方，又指向北方，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罢了。其实都在说明人人的本性都如同金刚石一般的坚定。我们如果能穷理尽性，那么人人所发挥本性的光辉，其实并没有南北地域的差别。宽柔以教，不暴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自解宽，量广也；柔，和顺也；暴，往复也。节解南北者，在先天八卦及乾坤之正体也。宽柔以教，为含导训顺，以惠人之不及。不暴无道，为恨逆之来，直受之而不暴，此乃大人大量，与性中之能事复有何殊？换言之，此即性中之真强也。自性由先天落后天，则先天乾坤便为后天坎离矣。故欲复回先天乾坤，必须抽坎天离。抽坎天离当用何功？
即大学革制之公式也。至圣言南北之强，非有南北之整域，其南北者，内域乾坤之真强也。人能复其先天乾坤正体，则何分南北乎？圣人所言，深者见深，浅者见浅，在人学识之造诣矣。如若强分南北，则至圣系北方人，何惧南方之君子强乎？以此推之，非有整成之别，乃至圣因材设教，因人而制宜焉。白话：南方和北方在先天八卦而言，是干卦和坤卦的本位。宽柔以教乃是本着宽宏大量和其容忍的宗旨来教化人，以谦恭柔顺的态度来导引众人迈向天道。不报无道的意思是我们在行道的历程中，当遇到别人加诸于我们种种阻碍、诽谤、嘲笑、羞辱等等恨逆、挫折的时候，我们能以平常心予以承受，心中不存着对人报复的念头。像这样大人大量的表现，和本性中的良能又有什么差别呢？换一句话说，这种表现也就是显现出本性中的真强、真勇。在先天八卦中，南方为乾卦，干三连；北方为坤卦，坤六段。在后天八卦中的南方则为离卦，离中虚；北方则为坎卦，坎中满。互相比较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我们可以体会自信由先天理天降落到后天人间以后，原来南方先天干卦失落中爻，而变为中虚的离卦，原来北方先天坤卦得中爻，而变为中满的坎卦。所以如果想要使自信恢复先天乾坤正位，就必须用抽坎天离之功。也就是说，把坎卦中的阳爻抽出，使其恢复先天坤卦，再把那阳爻还回离卦，使其恢复先天乾卦。然而这抽坎天离之功要如何才能达到呢？那就必须寻求名师指授本性固有之所在，并讲透严明修复之法，依此性理真传而修心养性，如此才能使乾坤正位。这也就是大学格物致知的含义。至圣在本文中所提到的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其用意并不是把人性分南北，因为本性原来并不会因为南方或北方等地区的不同而不相同。其实至圣说南说北的含义，乃是在于暗示自性乾坤的大用。如果人人都能求得天道，都能涵养性中天，使自性乾坤正位，那么自然就不会有南北的差别了。所以圣人所说的话，在解读上可能因人而异，见解较深的人可以解说的深刻一点，见解较浅的人则可以解释的浅显一些。那么究竟要解释的深刻一点，或者是浅显一点，这就要看个人学问、知识的造诣而定了。至于要以南方人或北方人来论，我们都知道至圣是鲁国人，居住在北方，那么他是不是就不具有南方君子之强的特性了呢？从这个情形来看，本文所举的例子，用意并不是要把人性分南北，其实是至圣对子路因材设教，因人而变通的说法。任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自解，任习也。金，戈兵之属；革，甲胄之属；燕，悔也。解，前节助之以降，无需众数矣。盖先天乾坤之大强，不分南北，唯复性者能之。如任金革，死而不厌，诚忠勇烈士之为。然圣人之任金革，死而不厌者，则与此不同也。不同之处何在？圣人以至道为己身金革，方方阐道，处处施教，以至道战败万民私欲，纵道运不兴，尽我天职，死亦得其正命也。此乃性中之大强，正先天乾坤之所独具，人能复性，即由坎离变为乾坤，由乾坤人归无极，以造其极而已焉。白话：先天乾坤的大强，
大勇并不因为身在南方或北方而有所差别，唯有能恢复本性光明的人能够发挥这样的大能。在战场上与刀枪盔甲共眠，枕戈待旦，甚至马革裹尸也不后悔，这样的人确实称得上是忠勇的烈士。然而圣人任金戈，死而不厌的情形就不是这样了。那么圣人和烈士不同的做法在哪里呢？圣人以先天大道作为金戈，极力的到各处宣扬大道，教化万民，用天道真理去打败万民心中的私欲。即使是遭到道运不兴，也力求完成上天所交付的职责，即便是牺牲了生命，也心安理得。这乃是本性中的大强，也正是先天乾坤所独具的大勇。其实人只要能恢复本性的光明，也就是求得名师指授本来，再涵养心性，就能把后天坎离恢复为先天乾坤，以先天乾坤复归于无极，而达到至道之境界。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赛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自解，流者动也；矫，强卯；倚，偏者也；赛，未达也。节解，此节相承前意。君子觉性，以复先天乾坤之强，处中和而心不倚，内方外圆，和光以混俗世也。是以世名利若网，官富贵如云，不以俗冗纠纷而牵摇自信也。中立而不倚者，我性本大忠至正，无丝毫之偏倚，致其良知，立身行道，以顺天直天也。国有道，如顺之相遥，与之相顺，秉天地之至公，以道化民，其民自信，以教师民，使尽伦常。如国无道，如殷之三人，为子、比干、箕子忠心耿耿，至死不变出志。然此数象，非穷理尽性，复转先天之强之人不能力行至此。人须视性为本，尽性则知天矣。白话：修道的君子由觉悟本性而恢复先天乾坤的大强，为人处事保持中和而不偏倚，内心端正，外在圆融，与世俗相融合，隐藏才智而不露锋芒。他把世间的名利看作是天罗地网，把人世的富贵当作是过眼云烟，不愿意让冗杂的世俗纠纷来动摇自信，因此面对事事物物都能以中和而不思偏的态度去应对。我们的自信原本大忠至正，没有一点点的偏倚，求道以后更要发挥自信之良知，立身行道，体面上天的苦心，代天宣扬大道。尤其当国家世局清平时，效法古时候大顺辅佐帝尧，大禹辅助帝舜的作为，秉持天地至公至正的心，宣扬大道，度化世人，使人人都能启发自信，并施行人道教育，使人人都能尽人伦所应尽的职分。倘若不幸遭逢世道不清明，则效法殷商时代的微子、比干、箕子等三位仁人的作为，忠心耿耿地为万民设想，到死也不改变忠诚的志节。但是想要做到上述的情形，如果不是达到穷究天道真理，完全明白并发挥自信光辉的先天大强者，则难以力行到这样的境界。所以人必须以认清自信为一切的根本，明白自信，就能体察天心了。第11章宿隐章。子曰：宿隐行怪，后世有数焉，无弗谓之矣。自解：宿，按《汉书》当作所，盖自之物也。宿，所求也。怪，其也。数，传递也。节解：性本磊落，一尘不染，洁若莲，白似玉，安有隐僻诡异之举动？圣人负先觉后觉之委任，作万事之导师，皇天降中之真性，虽落气象之体，真性谓之一弊。然圣人觉之，亦然用革制之功，将气秉物欲革除无余，自性圆明光润，与真空至理合为一片。
顺天之道，执天之行，以绝后绝，使自绝也。至于隐僻诡异之行，乃人心所萌生。圣人自性磊落，安用人心所为？人化隐僻诡异之人心归于圣化，此圣人所以辟人心，绝人道心也。白话：我们的本性原来光明磊落，没有沾染任何微尘，其洁净就如同莲花的出污泥而不染，其白皙就如同美玉之洁白无瑕，由自性所发，又魔会有种种隐僻、诡异等举动呢？圣人身负以先觉者的身份启发后觉，做万事导师的责任。他那由皇天而降的本性，虽然因为落入后天气象而曾经遭到蒙蔽，然而圣人能毅然决然地力行格物致知之功，将那蒙蔽本性的气柄物欲彻底革除，使自性恢复圆明光润，与真理合而为一体。更进而顺应天道，替天执行觉醒后觉之责任，使人人都能自我觉醒。至于一般所见到的那些隐僻、诡异的行为，乃是由于人心的变化所产生的，并不是圣人所为。须知圣人的本性光明磊落，又那里需要用那种人心的作为来迷惑世人呢？圣人光明圆通的本性，甚至能感化隐僻诡异的人心，使其归于圣化。这就是圣人感化人心、觉醒道心的作为啊！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无弗能已矣。自解，遵者顺从也；途，道也；废者弃也；义，止也。解，真知使能真行，诚然。圣人与凡夫无他一点，唯在真知真行、谓之未行之分别。世俗之人皆知五常之德为尽善尽美之大道，所以不能力行者，就在知之谓真也。圣人觉性，知性大原系有理复。理者真理也，真明其理，必具真实力行，故首用格致成正之功，自度自性。率性中五德，朝审细剔，孜孜前迈，视听言动皆犯以理，处事适中，人相我相，荡然清扫，一视同仁，以天地之心为心，苍生之迷为忧，故至圣一车两马，周游列国，讲道德，说仁义，越挫越锐，心坚铁石，报老安少怀之大同目的，普风尘40余年，非真行而合。所谓半途而废者，乃心无真知，故行无真行，纵行之，亦不免半途而废矣。圣人具真知，见真行，安能半途而废乎？此圣人所以警示也。凡遵道而行者，皆不能半途而废也；凡半途而废者，皆不能遵道而行也。白话：真知才能真行，这是相当重要的一句话。其实圣人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要是说有的话，也只有在于真知真行和假知假行的分别而已。世俗的人都知道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之德是尽善尽美的大道，然而之所以不能力行的原因，乃是归咎于他的知并不是真知。圣人由于觉醒本性，知道本性的大源头乃是来自于无极至理。所谓至理，就是指达透真理，达透真理即真真实实的明白道理，因而也就必然具备力行的实力。于是圣人首先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功夫来度化自性，再遵循自性中的五常之德，自早到晚不断的反省与警惕，孜孜不断的精进，不论是事、听、言、行，都以理为规范，为人处事都能适合于中庸之道，与人相处不存有人我的分别心，对任何人都能一视同仁，平等看待。更进而能体察天地之心，忧虑天下人迷失本性，因而至圣以一车两马，周游列国，讲道德，说仁义。越是遭遇挫折，其意志也就愈加如同铁石一般的坚定。他一心一意怀抱着使老者安之，使少者怀之，使天下大同的目标，风尘仆仆地奔波了40余年。这难道不就是圣人的真知真行吗？
本文中所谓半途而废的原因，乃是由于没有真知，因而也就不能真行。纵使实行，也难免于半途而废。圣人觉醒本性而具备真知，因而能真真实实的实践，所以不至于半途而废。可见本文乃是圣人用以提醒世人的苦心。凡是能遵循大道而行的人，都不至于半途而废。反之，如果发生半途而废的原因，就是由于不能遵循大道而实行的缘故。君子依乎中庸，顿视不见，知而不悔，为圣者能知。自解顿，不求人也，为独也。解力行中庸之道，本不求人之焉。如为人君者止于人，此人乃为人君者天职，尽其天职，何求人之？为人臣者止于敬，此敬乃为人臣之天职，何求人之？其下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与国人交止于信亦然。汝敬天职者，乃自修自信以求造乎其极而臻于至理矣。既系自修，人知之与不知，与我何碍？故至圣在当世力行天道时，非惜其后世尊我为圣也，自觉不过敬天职耳。夫子达至德以明治道，德尊道大，而天下后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不尊之师之，不求人之而人自知也。纵一事不见之于世人而亦毫无悔意，此谓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君子即圣人也。如空求人之，则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教国人之信，则非真矣。乃孤名也，曰有失天地之心矣。天地常养万物，鬼神赏善罚恶，何尝求人之也？圣人以天地之心为心，群性之性为性，与天地同体，不见之于世人，而后人自养其圣德也。白话，力行中庸之道，原本是不必要求别人来了解的。例如，身为人君所力行的仁德，乃是为人君的天职，何必要求别人一定要明了呢？又如为人臣对君敬畏也是天职，又有何必要求得到别人的了解呢？再如为人父的慈爱，为人子的孝敬，或与国人交往的信，也都如此。尽自己的天职，即是修养自己的本性，以求达于天道之最高境界，使本性反还无及理天。这乃是自修自信。至于别人是否明了我尽了这天职，对于我的本性又有什么妨碍呢？所以至圣处于混乱的春秋时代，他仍能毅然力行天道，其目的并不在于巴望后世的人来尊称他为圣人。他对于自信的觉醒，只不过是为尽他的天职罢了。最后，夫子达于至德以明治道，其德尊道大，使天下后世的人，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没有不尊称他为至圣先师。这就是虽然不求别人的了解，然而他的德性流露，人人自然能明了。即使是处在当世不为世人所了解，然而他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这就是《论语》学而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意义。像这样的君子就已经达到圣人的境界了。反之，如果一味的只想要求别人来了解我，那么君的仁，臣的敬，父的慈，子的孝，以及与朋友交往的信，就不能达到真仁、真敬、真慈、真孝、真信了。反倒是流于沽名钓誉，而辜负天地生育的本心。事关天地生长、养育万物，鬼神秉持天地之至公而赏善罚恶等等，又何尝要求人们了解呢？可见圣人乃是体察天地，以天地之心为己心，以万民之信为自信，与天地至正至公为一体。因而虽然得不到当代世人的了解，然而后世的人自然会敬仰他的圣德。第12章，君子章。君子之道，废而隐。自解，废，弗谓反。废者用之广也，隐者辟之为也。解，君子之道废而隐，盖与天道废隐异也。
道生天地，道育万物，天地万物数尽，人归于道。道复生之，循环周流不息也。天道本自然之运，大则弥轮六合，小则退藏介子，废则普传，隐则单传。人生自有天道，曰性。废而隐，圣凡有变焉。圣人以道包身，曰废；凡夫以身包道，曰隐。曰同系一人，何有废隐之判于？在觉性迷信之息也。降极末运，皇天开恩，垂至道于人间，匡正人心，整治伦常，以其于希贤，贤希圣，圣真于理，报老安少怀大同目的，愿有缘佛子，识破尘缘虚幻，早悟天道修真，捷足登岸，指破身中天道，了除身心万缘。以天心应我之心，心心相应，复出自性，与理合一，真空前未有之良奇也。愿佛性不昧之事，何心乎来？白话：修道君子自性涵养的广大与隐微，与天道的广大隐微其实是一致的。大道开天辟的，大道生育万物，经过一元会129600年，天地万物数尽，仍然回归于大道。经过天地混沌，然后大道又开天辟的，常养万物，如此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周流而不停息。天道本着自然定律而运行，放大时则充满宇宙，缩小时则退藏至如同一颗小种子一般。至广大时则大开普传，人人得而闻道而返还无极；隐于经为时则单传独授。天道赋予人就称为本性。这本性的光辉有发扬和蒙蔽的不同情形，因而就有圣人和凡人的不同。圣人发扬人性的光辉，用道来滋润身心，这就称为废；凡人则用身心把道包藏起来，这就称为隐。同样是生而为人，为什么会有废和隐的区别呢？其实那也就只在于本性的觉醒与迷失的分别而已啊。如今天时已经到了末运时期，皇天特开恩典，垂降天道于人间来挽正人心，整治人伦纲常，期望愚昧的人能进到贤人的地步，期望贤人能达到圣人的境界，期望圣者能臻于无极真理，以达到使老者安之，使少者怀之的大同目的。希望有缘的佛子能识破尘缘的虚幻，早日访求天道明师，只受本性固有之所在，而修养真性，了除身心万缘，使我心与天心互相辉映，恢复本性原本之光明。这乃是空前所未有的佳期，希望佛性不昧的人士都能携手迈向这康庄大道。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智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孝，可以能行焉，及其智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有所憾。故君子与大，天下莫能载焉；与小，天下莫能破焉。自解与去生，憾恨也；与说也，载者装载，破者破开。解性自理复，人人皆具，纵夫妇之愚，性与至圣无异。愚者非性愚也，性本好量，何有圣愚之别？愚者乃受后天传染所必则愚矣。如夫妇之愚，能从格致之功入手，性复则不分圣凡。及其理中大化，无穷变相，圣人或有所不晓之处于？吾曰：非然。何知其非然也？圣人与天一体，性理合一，头头是道，方方圆通，何有不知之理哉？圣人所谓不知者，鼓励当世后世之人也。人人理想中皆曰圣人者，生而知之者也。凡子安可及圣哉？圣人恐人人具此理想，化神自阻，故极力破除天生圣人之疑案，以其人人皆可造圣欲也。至于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智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由此观之，圣人所知亦不多于夫妇之愚之所知。
不过圣人所知，乃发扬自性也。夫妇之于所知，乃固蔽自性也。于夫妇如能依照革制之功，躬行实践，则亦可以息甚矣。是将皇极之皇自拆看，乃白王也。由此推之，此皇非皇帝之旨，乃指圣人焉。以其圣人复其姓王之白，尽姓王之能事，故曰素望。是以人人皆有希圣之资，而习无希圣之行也。古云：圣何人也？与何人也？有位者亦若是。信然。及其夫妇之不孝，可以能行焉；及其志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此句与前大同小异，言圣人所能，夫妇之于非不能也，在行之力与不力之殊耳。及其志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之语，至圣亦鼓励当世后世之人也。谓圣人非天生即圣人，乃人立志以息圣也。及其圣德之大，如天父的载，常养万物而功不自居，其德大极矣。而人有所憾，况未修其至德者乎？君子者，指圣人之德如天，而尚未能尽如人愿，故人有所憾。虽人有所憾，但圣人如沧海之量，无细流之不纳也。与大者，言天地未生，天地在道，道之广大，故天下莫能载焉。与小者，言天地既生，道在天地，理之微渺，故天下莫能破焉。白话：人人的本性都是由理天而来，因此即使是所谓渔夫渔妇，其实他们的本性和至圣比起来，却一点差别也没有。自性原本清净光明，并没有所谓圣和愚的分别。而本文中所说的愚字所指的，并不是指本性愚昧。这里所谓的愚，乃是因为本性受到后天习性所传染，而蒙蔽了原来光明所造成的愚昧。然而，像匹夫匹妇一般愚昧的人，如果能从格物致知着手，一旦自性恢复本来面目，那么在和圣人比起来，就不再有圣与凡的区别了。至于真理运用，其中无穷的变化，难道圣人就有所不知吗？帝君认为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圣人恢复本性之光明，心性与上天合为一体，所以其实他已经达到无所不知之境界了。但是由于人们都以为所谓圣人应该是天生就知道一切的人，一般凡夫俗子怎么可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呢？圣人担心人们有这种化的自现的想法，所以极力的想要破除这种天生圣人的疑案，其使人人也都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从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志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这一段话来看，圣人所知道的部分，也不比渔夫渔妇多出多少。只不过圣人所知的乃是发扬自性，而渔夫渔妇所知的却是蒙蔽自性的一面。可见渔夫渔妇如果也能依照格物致知的次序去身体力行，那么也一样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让我们再把皇字拆开来看，是由白、王二字所组合而成。从这一点来看，所谓皇原来并不指皇帝，而是指圣人。因为唯有圣人能恢复本性的白净无瑕，并发挥自性王所具备的良知良能，所以也可以称之为素望。暗素乃是白色。所以人人原来都具备有圣人资质，可惜却没有圣人的行径罢了。颜子曾说：舜是什么样的人呢？而我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只要我有意志去做，那么我也可以达到像他一样的境界啊！这是一句千真万确的话。夫妇之不孝，可以能行焉，及其志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这一句和前一句的意思大同小异，也是在说明圣人所具备的良能，一般的渔夫渔妇也都具备，然而所不同的只是在于是否力行而已。所以及其志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这一句话，同样的也是至圣用来鼓励当世以及后世的人。让人们明了所谓圣人
并不是天生下来就是圣人，而是由于立志成为圣人，进而身体力行而成为圣人。甚至于圣德崇高的如同天地负载、常养万物一般的功成而不居。遗憾的是，即使像圣人这样极其崇高的圣德，人们还难免对他有所不谅解。可是圣人具有如同沧海一般包容所有细流的气量，所以对于这些不解的微词，他也都能坦然接纳。因为君子所形容天道的崇高伟大，远溯到大道主宰开天与辟地的功能，于是我们可以想见天地被大道所包围。所以这么广大的道，就连天地之大也无法予以承载。又君子所描述天道的微妙莫测，追踪大道在天地之间运行日月、节度四时、常养万物等功能，于是人们可以明白道就隐含在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之中。所以如此精微奥秘的治理，没办法用天地间的任何一样事物来说得透彻。诗云：渊非立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自解《诗经·大雅·汉录篇》。渊，鱼专反。渊，吃类。立，志也。渊，深水也。察，明者也。节解，此节乃言道之废隐，理之弥藏也。天地未生，天地在道；天地既生，道在天地。道脉源渊有废有隐，自西黄一化开天，道宗嫡脉，历代君王遂继承焉。至列国时代，孔子继往开来，总集大成，道宗嫡脉，师儒遂继承焉。以上皆单传独授，道所以未隐也。十界三奇，皇天开恩，道降庶民，妇人孺子贤能得其至道，道所以未废也。道废，如渊非立天，显明昭者；道隐，似鱼跃于渊，莫可窥基。理之弥藏，与道之废隐异也。言其上下察者，言道之废，理之弥，四方上下无不昭者。道之隐，理之藏，瞻前呼后，莫可测度，由神龙变化，天渊两在也。白话：这一节旨在说明治道的普传或隐微，以及治理的迷伦或隐藏。当天的未生成时，天地蕴含在大道之中，天地既已生成，道既存在天地之间。此外，大道降世以来，道脉的渊源也是有隐有显。自从太昊伏羲一化开天，为大道降世之始，历代君王一直传承道宗之嫡脉。到了列国争霸的春秋时代，孔子降世承接道统，继历代先王之心法，开真如一脉正宗，并总集先圣先王之大成而删诗书，定礼乐者春秋，是为道降师儒之期。道在君王以及道在师儒之时期，天道之授都是单传独授，就是大道阴隐的时期。如今天运已经是三奇白阳应运，皇天特为大开恩典，道降庶民，甚至于老妇幼子都能闻求至道而返本还原。这就是大道阴显的时期。道在显明的时候，就好像鸳鸟翱翔在天空中一般，让人抬头仰望就可以看得到。然而大道在隐藏的时候，却像游鱼潜藏在深潭一般，令人无法窥见其行踪。同样的，治理的迷伦或埋藏，也是和治道的普传或隐微一样的道理。道一朝普传，理一旦迷伦，则不论四方上下，没有一处不显明。然而道在隐微，理在埋藏时，不论我们如何前后后的寻觅，它却如同神龙一般的忽然在天，却又忽而在深渊的变化莫测。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解：造端，开始也。于见前。节解：此节仅承上意而言。君子之道，开始即在夫妇之余，所知所能之日用伦常上，及其见觉自性，性复原明，推广行远，以实现亲民之道。造乎其极，则真治理矣。
故穷理大原则，明察天地万物，莫非皆道也。白话，这一节紧接着上一节的意思，继续阐明天道的奥妙。实践君子之道，必须从我们所知以及所能实行的日常生活伦理纲常去着手，以至于日渐觉悟本性，恢复自信的原明后，仍要继续由身边最近的地方向外推行，去实现清明之道。一旦使周围的人人都达到圆满的境界，也就是真理的实现了。所以能穷究真理的本源，则能明察天地万物，没有一样不是出自大道真理。第13章，道不远章。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自解，见前。节解，大哉！圣人之言乎？夫道者，理也。理复人生曰性，性主百体曰心，人人各具一性，大道何尝远人哉？所谓远人者，乃人失五常之德，自远道也，非道远人也。所谓修天道者，须由人道始焉，人道备则离天道不远矣，故行天道以远人道，则不可以谓天道矣。白话，道就是理，理赋予人生，就称为本性。本性用来主宰身体的知觉、运动，就称为心。人人都具备这一点本性，而本性的来源即是道。由此可见，道未曾离开人。人们之所以会认为道离人而去，原因就是人遗忘了五常之德。也就是说，人迷失了道，而不是道遗弃了人。因此，所谓修天道，必须由人道开始修起。把人道修完备了，那么距离天道就不远了。所以要修行天道，却远离了人道，就不能称为修天道，而且反而是不能达天道的。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逆而视之，有以为远。故君子以仁治人，改而止。自解，《诗经·兵锋伐柯篇》。逆，言既反，邪事也。柯，辅秉，则法也。节解，此圣人引诗以戒人也。伐柯伐柯者，生而言之，即产欲也。自己产欲，离道即不远。及其入道，见以觉性，报性中五德，推广行远，以实践清明之功，而克伐万民之心欲也。以我自性战败万民心欲后，则天道之行，天下未公矣。如不由一身做起，而空逆视万民，欲使万民各复其性，则己犹离道甚远，安望万民以归其道乎？所谓以仁治人，改而止者，先须自己去消人心之偏，复回道心之正，使能治转人心之偏，复回人人道心之正也。人人能将人心消除，则知止也；知其所止，则身有所循，心有所归，而性有所安矣。性归至尽，则真于理也。白话，伐柯的意思是砍伐树木，做新的斧柄。然而更深一层的暗示，就是指产欲的意思。能自己产欲，那么离自性法就不远了。一旦产欲后，得了自性法，再依此法茫茫修持允直觉中，以渐渐觉醒本性。在怀抱着本性中的五常之德而推广行远，实践清明之功，以达到铲除万民心中的欲念。从我自己产欲而觉醒自性，以至于战胜万民心中的欲念以后，那么也就是天道大行，天下未公之时了。如果不从我自身产欲做起，只是一味的以邪心邪眼看着万民，要求万民要各自恢复本性，自己离道都还那么遥远，又如何巴望万民能归顺正道呢？所以所谓以仁治人，改而止的意思，也就是要先由自己消除内心的偏差，先使自己迈向端正的道心，才能治理万民，使万民转化偏离的人心，人人回复端正的道心。如果人人都能寻求道心，以挽正偏离的邪心，则自然能知其所止。
能知其所指，则身的言行就有所遵循，而心的所思所虑也就有所归宿，那么本性就有所安。有所安，有所归，那么也就达于至理了。忠恕为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怨，亦勿施于人。自解，忠者敬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也。节解，忠恕，儒教宗旨也。敬己之心之为忠，推己及人之心之为恕。忠者忠心，己心居中，则不偏不倚，大忠至正矣。如是元明之性自流露焉。此系儒教内圣之功，恕者推己忠心以及人也。天下士庶，性皆同胞，我所不愿者加诸于人，其心愿乎？曰不愿也。须知人与我同耳，我与人亦无异也。如此则好恶秉公，即外王之用矣。自己忠心立定，推恕于人，则天下士庶皆一视同仁耳。如此则有所感觉，何感觉之有？我以忠心待人，人将反我以忠心；我以仇视待人，则人将反我以仇视也。循环对待，丝毫不爽，故忠恕二字，乃人人日常应用不可须于离之道也。离则伦常乖舛矣。白话：忠恕两字是儒教的宗旨。敬己之心称为忠，推己及人之心称为恕。忠是忠心，自己的心意时时刻刻守中，就能不偏不倚，大忠至正，于是元明的自信就自然流露了。这就是儒教内圣的功夫。术是推广自己的忠心，应用到他人身上。天下每一个人的本性和我都是同胞关系。如果把我所不愿意的事物加在别人身上，那么别人愿意接受吗？当然是不愿意咯。须知每一个人都有和我相同的想法，而我自己和别人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差别。有了这样的见解以后，对于所喜好与所厌恶都能秉公判定，那么就是外王的运用了。首先自己立定忠心，再把这忠心推广到他人，对于天下间的每一个人都能一视同仁，这样就会有所感觉了。有什么感觉呢？如果我能以忠心对待别人，那么别人也会以忠心来对待我。我如果以仇视的心对待别人，同样的别人也会以仇视的心回报我。这种互相循环对待的道理，一点也不会偏差。所以忠恕二字乃是人人日常应用中所不可须于离的道理。日常生活中如果离开了忠恕，那么将会导致人伦错乱的后果。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师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进。言故行，行故言，君子胡不躁躁耳？自解，子、臣、弟、友四字绝句。求有则也，庸平常也，谨者小心翼翼也，虎何也？躁躁笃实卯。节解，子、臣、弟、友，人伦之大端也。子者，天性之轻，故谓人子者，因斯生从何来？性由何复？先后双孝，如何报答？不思报其双孝，则不足为人矣。故孝者始以后天之孝入境，后天之孝当何如也？奉亲干指未足为孝，克邪六亲，顺亲之心，孝之大也。后天之孝敬备，以我孝亲之心，普化天下之为人子者，使各尽其孝亲之道，如此之行，则谓之先天孝矣。犹大顺然。心存子道以事亲，此谓后天孝也。即为天子，化育万民，此谓先天孝也。故后天之孝敬备，上天必以重任，使汝以行先天之孝。夫大顺乃为人子事亲之规范也。臣者，任国事以待君化民者也，
故时君之禄，忠君之事，是以君子寻常居官，未足为忠，引君以道，忠之大也。如舜之事尧，禹之事舜，此为人臣忠君之规范也。弟者，同父母，连之也。晏曰：世间难得者兄弟。弟者悌也，悌道者和。兄有弟恭而已矣。如王祥、王览焉，虽非一母，如同一身。览服祥难，祥体览义，终以兄弟之悌道而化转高堂慈心，万古垂名，此为兄弟之规范矣。兄弟如直之同之，兄弟乖喘，由同之分矣。分则之哭，合则夜荣，故处兄弟者，不可不见焉。有者人人皆有也，知心者谓有，虚宣者谓非有。故交亦有，绝损友。圣人曰：无有不如己者。夫有道以信为主体，我应先施以信，以结有心，彼此往来，信亦重焉。夫交友交心不交身，故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小人之交如胶如漆。淡淡如水者长，如胶似漆者暂。如刘关张伯讨角哀者，民虽兄弟实则有也，故亦免始终，信招久友，此为交友之规范矣。雍德雍言，乃指子承弟友也。子承弟友之道，虽系平庸之事，即平常人亦可言其子承弟友之道，但持恒守者先矣。故于子承弟友之道有不足者，应以自勉。如有余力，应以子承弟友之道启示于人，作亲民之外功，以尽天职。所谓有余不敢尽者，虽己有余力以尽心化众，而实不敢称尽心也。尽心乃我应尽之天职耳。故以上以行子承弟友之道外，即有余力，实现亲民之道，非空言也，主在力行耳。言故行，行故言，言行必须合一焉。故谓成德之君子，应以警惕而笃实力行也。至圣以尽其子承弟友之道，自谓不能者，乃自觉犹未造乎其极也。其实夫子之子承弟友之道，以尽其全而登峰备矣。白话：子、承、弟、友四件，乃是人伦中的大端。子关系了天性之亲，所以为人子应考虑到自身是从何而来，以及本性是由那里所赋予，从而思考如何来报答先后天两层孝道。因为如果不能思及报答先后天两层孝道，就不能称为是一个完全的人。行孝首先要从孝顺后天父母这一层着手。那么要如何来行后天的孝道呢？一般人以为是用美味的食物来奉养双亲，但是这还不能完全称为孝道，还必须能进一步和睦亲族，顺承双亲的意志而立身行道，这样才能算是大孝。如此，后天的孝道才算是完备。然后把我这一点孝后天之亲的心推广到全天下，感化天下间所有身为人子的都能尽到他们个人的孝道。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称之为先天的孝道了。例如大舜就是这样大孝的人，他一心一意怀抱着为人子所应尽的孝道去孝敬他的双亲，尽到了后天的孝道。在他身为天子时，教化万民，使人人也都懂得尽他们个人的孝道，这就是大舜尽了先天的孝道。当一个人在后天的孝道方面都完备了，上天必定会赋予他重任，使他进一步的完成先天的孝道。而大舜就是这样的典范。臣是担任国家的事务，以帮助国君教化万民的人。领受君王的俸禄，就必须忠于国家。一般人身居官职还不能称为忠，最大的忠心乃是辅佐君王实行大道。例如舜辅佐尧，禹辅佐舜，这都是身为人臣忠于君王、忠于国家的典范。弟与兄是同父母所生，就如同一棵树所生出的枝叶一般。谚语说，世间最难得的是兄弟间的情谊。此外，弟这个字也作替解释。所谓替道，其实就是兄友弟恭。
例如王祥和王览这一对兄弟，他们虽然不是同一位母亲所生，但是兄弟之间的感情却是和同母亲所生一般的融洽。由于他们兄弟间的互相扶持、互相体谅，终于以这剃道而感动高堂母亲，甚至于成为万古留名的典范。兄弟的关系就形同一棵植物的枝叶相连一般，如果兄弟不和睦，就如枝叶分离。试想，一旦分离的枝叶当然会干枯，而紧紧相连的枝叶自然能欣欣向荣啊。所以兄弟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深思。友是朋友，我们所遇见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然而其中与我知心的人则可以深交，如果是虚伪寒暄的点头之交，则仍不能称得上是朋友的关系。在人生历程中应广泛结交益友，并断绝损友，也就是圣人所说无友不如己者的用意。朋友之间的相处则以信实为原则，而且应该由我本身先付出诚信去结交朋友，然后才能使彼此之间相互往来，以显现朋友之间的信义。再则，朋友相交在于一点真诚的心，而不是重在形影不离的相聚。所以君子相交以诚相待，虽然平淡的像水一般，但是能持续久远；而小人则以利相交，虽然一时之间亲密的像胶和漆一般不能分离，但是却容易因小利而决裂翻脸。可见淡淡如水的诚信交往能长久维持，而如胶似漆般的亲密则往往短暂。例如三国时代的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桃园结义，例如战国时代左伯桃、杨角哀两人的患难与共。他们虽以兄弟相称，然则实际上就是朋友的关系，所以他们始终以信义为立足点，而使朋友的光辉永远的照着。这就是朋友相交的典范。所谓雍德雍言，指的就是上述的子、诚、弟、友之道。子、诚、弟、友之道虽然是平凡的人人都会说，但是世上能够有恒心维持的人却很少。所以凡是自认为对这些道理做得不够的人，应该自我勉励，如果是行有余力，则应该拿这些道理来启示世人，实现亲民的外功，以尽自己的天职。所谓有余不敢尽的意思，是说虽然自己已经行有余力，而且能尽自己的一份心意去劝化大众，然而自己仍然不敢说已经尽心了。因为所谓尽心，其实仍然是分内应做的事。除了自己本身实行子、诚、弟、友之道外，等到行有余力，再实现亲民之道。这样的顺序其实并不是空谈，主要的是在于力行。所以必须言故行，行故言，意思就是言行必须合一。所以修道的君子应该以这一句言故行，行故言来自我警商，以达到笃实力行。而至圣谦虚地说自己还不能完全做到子、诚、弟、友之道，乃是由于他虽然笃切地实行了，可是自己依然感觉还没有能够做到最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夫子在这几方面确实都已经完全做到了，甚至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第14章素位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自解，素由现在也。节解，君子者，诚德之君子也。既以曰诚德，则身有所循，心有所归，性有所安矣。何愿有分外之心，分外之行乎？故君子思不出其位，乃守分安命，顺时以听天命也。是以分外之心者，妄也；分外之行者，贪也。君子慎其心勿于隐为，安有贪妄二字助心哉？白话，这里所说的君子是指诚德的君子。既然已经是诚德的君子，那么身体的言行举止就已经有所遵循，心也有所归向，本性也能安定。
所以自然也就不会奢求本分之外的事物，以及做出不合自己身份的行为了。所以君子能够思不出其位，就是因为信守本分而安心立命，并且顺应天时而遵从天命。所谓分外之心，也就是妄想；所谓分外之行，也就是贪欲。成德的君子既然能够在隐为之间谨慎其心物，那么心中又怎么会有贪念以及妄想的产生呢？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自解难，去深。患者忧心也，难者坑坎之境也。见非下流也，此见作平民解。解，君子随遇而安，不与命相争衡。如命中有富贵而处于富贵之位，则行乎富贵之事，非富而骄，非贵而奢。然则如何以行富贵之事？富弗人为，贵怀民困，此乃富贵之道也。须知天公授我以富贵者，乃是我借富贵以立身行道也。故素其富贵之位而不行乎富贵之道，则为天公之民命矣。为民命则必遭天罚，以陷于万劫。故处富贵之位者，应自警自惕，以尽其富贵之道也。命中贫贱者，非天之欲我贫贱，乃我因果之自取耳。故君子处于贫贱之位，不怨天不尤人，守分安命，顺时听天，贫以乐道，贱以宜性，不以贫贱介意，如富胜故穷，不改生平之乐也。夷狄者，礼教不着之邦也。我处夷狄之邦，以我性中所具五德实践于外，化夷狄贤相王化，则我虽处夷狄，亦可借此以行道也。患难者，命运之所注定，非大德大道之人不能移焉。命喘而心善，则变喘未通矣；命通而心喘，则变通未喘矣。或问曰：圣人修至德以明治道，何独不能以成蔡绝良之为，消积伐檀之辱乎？由是观之，大德亦不能移数也。我曰：非然。此正孔子之所以尊圣之处，天公之所以验至圣之志也。非考无以见真，非磨无以见诚。考与磨者，正天公所以培哉也，与俗世患难大有悬殊矣。君子无入而不自得者，老子曰：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君子尽性知天，将世俗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一切看淡，此身寄托于天地中，为以立身行道，尽性中之能事，以群性之迷为己忧，以道之不行，道之不明为己虑。俗物枷锁，安能羁绊我自性之原名哉？故君子是富贵者，以道成天上，名留人间为富贵也。君子是贫贱者，以道之不行，道之不明为贫贱也。君子是夷狄者，非素夷狄之处为夷狄也。素夷狄，心存礼义，化夷狄之礼义，而我亦如在华夏矣。处华夏而纲常扫地，礼教废弛，虽处华夏，亦如居夷狄之处也。所谓华夏夷狄者，非以地而分也，乃以纲常礼教而分矣。呜呼！华夏纲常不正，礼教不兴，则华夏夷狄何叛焉？君子之事患难，非以己身欲逆境为患难也。如今道德仁义正在遭受患难之时，故君子以道德仁义之遭患难而引为己身之患难，恨己身不能兴道德仁义于天下，则己身患难不能解矣。至圣当年之周游列国者，乃服道德仁义之患难，亦即解除己身之患难也。现在君子正在不自得之时也，故君子尽自性之能事，以匡扶道德之患难，则己身使能变患难为自得也。白话：君子能随顺境遇而安守本分的做事，不虚目贪求身份之外的荣华与诱惑。所以当这位君子处于富贵的地位时，便能从事身为富贵的人所应当做的事。所谓富贵者所要做的事，
并不是因为富有而骄傲，也不可因为尊贵而奢华，而是以其财富去扶持急难，或以其地位去关怀百姓的疾苦，这才是富贵之道。须知上天赋予我富贵的目的，乃是要我借由富贵之便来立身行道。如果身居富贵，但是却不行富贵之道，那就违背了上天的明命了。既然违背上天的明命，那么日后将遭遇上天的处罚，甚至于可能使自身陷于万劫不复的地步。所以身处富贵的人，应能自我警惕，完成富贵者所应当完成的使命。至于命中贫贱的人，则不要埋怨上天为何要使我贫贱，应该要体认自己之所以身处贫贱，其实乃是由于因果的关系，也就是累世以来自己所造成的。所以处在贫贱的身份，不要埋怨上天，也不要怨恨别人，应该谨守本分，安身立命，顺应天时，遵循天命。虽然贫穷，但是今生有幸的求天道，而乐脱轮回是何等的快乐。虽然身份微小，但是名师受我本性固有之所在，使我能涵养灵性而怡然自得。因此不必介意自己身份贫贱，而要效法父圣颜回安贫乐道，终其一生不改变乐道的志节。所谓敌夷，是指礼教不显著的国度。君子如果身处在礼教不行的夷狄之邦，则推行其自身中所具备的五常之德，以教化夷狄之邦，使其蒙受王道之教化。那么君子虽然身处在夷狄，其实也一样可以借此推行大道。人所遭遇的重大患难，乃是命中所注定，如果不是大德大道的人，是无法轻易改变的。然而命运不好的人，如果有一颗善良的心，那么不好的命运将会渐渐转变为通达。可是如果命运好的人，却怀着一颗邪恶的心，那么终有一天好的命运也会变不好。另外有的人问道，至圣是修至德以明治道的人，为什么他在周游列国的路程中，却没办法避免在陈蔡绝粮的危机，以及遭人消极伐檀的羞辱呢？从这两件事看来，难道大德的人也不能改变气数吗？帝君认为至圣所经历的这些事，以及本文所探讨的患难问题不能相提并论。孔夫子所经历的这些过程，正是足以使他受人尊称为圣人的原因。因为这些历程乃是上天用来考验至圣行道的意志。如果没有这样的考验，不能辨明真心；如果不是这样的磨练，不能表现出至诚。考验和磨练其实是上天借以栽培修道者，这和俗世间的患难、命定有很大的不同。所谓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如同老子所说，我们之所以会有大忧患的原因，乃是因为太过分重视自己身躯的缘故。假如能够不以自身为重，那么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呢？所以君子能尽性知天，把世俗的富贵、贫贱、夷狄、患难等一切都看淡，把这一生都托付给天地。而自己所抱定的意志，就只有立身行道，发挥本性的良知良能，以群性的迷昧为忧，以大道不能推行于天下为虑。那么那一切俗物的枷锁，怎么能够拘束我这原民的本性呢？所以君子所追求的真富贵，乃是立身行道以后，道成天上，名留人间的富贵。君子所认为的真贫贱，乃是由于不懂得行道，不明白大道真理所造成心灵的贫瘠。同理，君子所认知的夷狄，也并不是指那些礼教未施行的地方。因为如果身在夷狄之邦，而一心一意的在当地推行礼教，使当地人们都能知能行礼义，那么所居住的夷狄之邦，其实和华夏没有两样。然而如果身在华夏，但是却不能实践纲常伦理，不遵循礼教，虽然说是华夏人，其实却宛如夷狄的行径。因此所谓华夏或夷狄，
并不以地域来分别，而以是否推行纲常礼教来判定。如今华夏中原的纲常不正，礼教不兴，这和夷狄又有多大差别呢？同样的，君子并不以自己所遭遇的逆境为患难。现今道德仁义正遭受空前的迫害，这情形让君子感受到如同自己遭受灾难一般的痛心，只恨自己不能弘扬道德仁义于天下。道德仁义不能弘扬，就如同自己身上的灾难不能解除。难怪当年智胜为了挽救道德仁义的灾难而周游列国，其意志就像是要解除自己身上的灾难一般的坚定。如今的事态也让我们感到不能自在，所以也应极力地发挥自信之良能，以挽救这场道德沦亡的灾难。这一场灾难能获得救诊，那么我们身心中的患难自然就能得到解脱。在上位不临下，在下位不圆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自解，临，平生，凌辱也；远，攀也；有，过也。节解，此节乃上下修身之道也。在上修身以觉自性，则何有临下之事？自性圆明，则秉乎天地之至公，皆一视同仁也。在下者觉性尽性，只知教民化民为我自性应尽之能事，则又何必圆上也？故君子修己身，凡事向自性探讨，何必求诸人乎？不求诸人者，非不好问人也，乃言格致之功，必须自修以觉自性。他人安能待我以作格致之功哉？觉自性则知自命矣。故君子之命，则不与自命争衡。如是，则不怨天之不公，不怨人之不平也，只敬天地生我之天职而已矣。于是复何问哉？白话：这一节所说的，乃是不论上位或是下位者的修身之道。上位的人如果能修身，进而发扬本性的光辉，那么怎会做出欺凌下属的行为呢？这即是因为自性的圆明，所以能秉持天地公正的态度，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而在下位的人如果能觉醒本性，进而发扬本性，他就能以教化万民为自己分内应尽的责任而努力的去实践，那么又何必要去攀援上位的人呢？所以修道修身的君子，举凡一切事情都向自性去探讨，何必向外去责求他人呢？本文中所谓的不求于人，并不是不向人请问的意思，而是在说明必须自修格物致知之功，进而才能觉悟自性。因为别人是不能代替我自己来修格物致知的。能觉悟自性，自然就能明了自己的使命，于是就不会存心要与命定相抗衡，因而也就不至于埋怨上天对我不公平，或责怪别人对我不平等，只问自己身在天地间所应尽的责任而已，至于其他事情就不必多问了。故君子居义以四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自解，义，去身。义有不义、变义、交义之别，此义作不义之理处。居义，素位而行也。四命，不怨乎外也。侥，求也。幸，所谓不当得而得者。节解，义者，不义之理也。不义之理，复于人生即性焉。君子复性，居不义之间以四命也。四命者，一曰知命，二曰乐命。知命方能乐命，不知安能乐哉？小人者，以后天气象内先天之性矣。不屈磊落坦途，反不荆棘暗径，此血心用事也。故行险侥幸于一时，终被血心坠其身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白话：所谓义，是指不变的真理。这不变异的真理，赋予人生即是本性。修道的君子即是恢复本性，安身于这不易的至善宝地之间以四命。
而所谓四命的意思，第一是知命，第二是了命。能知命才能了命，不知命怎能了命呢？本文所说的小人，指的是后天的气象而言。一个人如果迷失了自信，那么不但不能迈向光明磊落的康庄大道，反而是行走在布满荆棘的阴暗小径中。这乃是由于以血心用事的缘故。纵使铤而走险，能够侥幸于一时，然而一点灵明的本性却被血心所蒙蔽，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难道能够不戒慎吗？子曰：设有四乎君子，失之正骨，反求诸其身。自解正，应真，化不曰正。骨，攻独反，欺皮曰骨。解，君子顺天之道，执天之行，化万民贤向王道而尽其天职也。虽怀此心，而造次颠沛深焉，由至圣之绝良成菜者是也。目的未达，寸心已尽，设不忠骨，如圣人之遭遇痛焉。然自古佛魔相生，寸步不离也。但立志义迈，至于成败利钝，非我之所逆睹也。道之不行，道之不明，君子反求诸其身，总觉造次颠沛，非天降也，我德未足自招也。反求诸己，则性体明矣。白话：修道之君子应当遵循天命，替天宣扬真理，度化人人求道、修道，以完成上天所交付之使命。然而，虽然怀着这样的善愿，却往往又会遭遇到种种不如意的历程。就如孔子当时为了宣道于天下而周游列国，却遭遇到在陈蔡绝粮的窘境，以及消极伐谭的羞辱。最后他虽然未能达成心愿，然而一点未到的赤诚已表露无遗。本文中所说的失诸正骨的含义，就如同至圣的遭遇一般。自古以来的修道过程，总是佛魔相生，寸步不离。然而只要能抱定勇敢果毅的意志，向前迈进，就是修道者的本分了。至于最终是成功或失败，就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了。当面临大道不能推行、不能彰明时，修道的君子则应反躬自省。对于种种不如意，不要认为是上天所降，而要检讨自己的德行是否昭显。能够自我要求，那么本性就自然圆明了。第15章，譬如章。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耳，譬如登高必自卑。自解，譬，同譬。耳，近也；卑，低也。解，道德经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9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庸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凡天下之事，莫不有小及大焉。君子之道，由行远路，必自耳起焉；由登高山，必由卑始焉。卑耳者，入德出境也。故修道有4步圣功：一曰得道，2曰修道，3曰乐道，4曰成道。安可得而稳乎？得道者耳也，成道者造极也。无得道，安能成道哉？由见而入，不可越及焉，愿人人熟思之。白话：道德经说，合抱的大树木是从嫩芽长起来的，9层的高台是由一筐筐的泥土筑起来的，千里远的路程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中庸则说，所有是非善恶，没有一件不是从隐暗的地方渐渐实现出来，没有一件不是由细微的状态逐渐显明出来。举凡天下的所有事物，没有一件不是从小地方演变到大的。所以君子修道，就如同要走远路一般，必须从距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开始走起，就如同要攀登高山一般，必须从山下最低的地方开始攀爬。最近的地方和最低的地方，是进德修业的第一步。所以修道的4步圣功，得道、修道、乐道、成道的顺序是不能颠倒错乱的。得道是最近的一步，而成道是达到极点的一步。
如果没有得到，那么怎么会有成道的一天呢？修道的路力必须由近而远，由低而高，一步一步的渐渐前进，不能越级。这一点希望人人都能深切的思考。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息，和乐且耽。以尔世家，乐尔妻奴。自解，诗经小雅堂第篇。好，去声。耽，诗作战役因耽，安乐也。乐，璎珞。鼓作旦解。琴瑟乃有弦之乐器也。息，和也。奴，子孙也。节解，诗云：行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之谓也。妻者，身外近者也，立身行道，弥不先正其妻者。推道于妻，曰有耳及远矣。阴阳和谐，如鼓瑟琴然，由一事推及一家，则兄弟夷夷，乐由心生，师于子孙莫不皆然。夫乐者乐道也，故欲宜其家先宜其事，宜事使能宜家焉。家其而后，使能顺天之道，执天之行，大化于一邦矣。故欲治其国者，应由其家其心入手焉。白话，诗经说，修道的君子在家中做妻子儿女的典范，进而作为兄弟的模范，以达到其家治国，这就是本章的含义。由于妻子是离我们身外最近的人，所以在立身行道中，首先要度化自己的妻子，共同行道。由度自己的妻子儿女求道、行道，是由近而远、行道顺序的第一步。夫妻同心修道所表现出的阴阳和谐景象，就如同琴瑟合奏一般的协调动听。由一世的和谐，再推行到全家，那么可以使兄弟都能从心中产生无限的快乐，而怡然自得，甚至于推行到子孙也一样如此。然而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都从心中产生无限的喜悦与快乐呢？当然是因为修道、行道而乐道了。所以要使家庭和顺的行道，必须先引领妻子儿女欢欢喜喜的修道。如此做到了其家，便能顺天之道，执天之行，代天宣化真理，使大道推行于全国。这就是要治国，应当先由其家、其心着手的缘故。子曰：父母其顺矣乎？自解，顺者是心也。节解，夫子诵此诗而赞之曰：人能和于妻子，宜于兄弟，如此则父母其安乐之矣。然顺亲心，正顺天心也。故曾子养曾哲，养亲至也；曾源养曾子，养亲生也。养至养生，此别何赤天渊？亲至者，亲之所欲也。此欲非心物之欲，乃乐善之欲也。亲之乐善，则从其志；亲之颠倒，则见其行。故阿义屈从，献亲不义，亦不孝也。是以顺亲心于乐善，正所以顺天心也。白话，夫子读到《诗经》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息，和乐且耽。以尔世家，乐尔妻躺这一段时，特为赞叹地指出，修道的人如果能使妻子儿女和谐，使兄弟和睦融洽，如此父母便得到最大的安慰，而能安享天年。然而奉养父母亲，最重要的是能使父母亲顺心如意。例如曾子奉养曾哲，即是奉养心智；然而曾源奉养曾子，却只做到奉养口腹。然而奉养心智与奉养口腹的差别，何止是天地之差而已呢？所谓亲智是双亲所希望，这希望并不是指心物、欲望，而是要乐善。双亲如果以行善为乐，为人子女则要继承其心愿，加以发扬光大。然而如果双亲背离道理，身为子女的人则应善加以见证，如果不但不见证，甚至盲目的遵从，那么就相当于把双亲推入不义的陷阱之中，这是不孝的做法。所以顺从亲心，以行善为乐，也就是顺应天心，以行大道。第16章，鬼神章。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甚矣乎！
自解，鬼，气郁也。神非精神之谓也，故有精神者，未必然能复性也。精神用之不当，恐气郁越深矣。况复性乎？此神乃性之别名耳。结解，鬼神者，非阴阳二气之精也。此解悟矣。鬼神若阴阳，未得安能胜哉？然神者何也？人皆有神，即性之别称耳。性即一身之真神，落于气象，熏陶渐染则必矣。如透一线光明，自觉其非，修真神，复光明。故正直之谓神，安能被阴阳所犯为？鬼者，异性之别称，不过被后天气居雾蔽，浓染深厚，犹乎云雾之蔽青天，失其光明，故弯曲之谓鬼也。鬼神之别，在觉性与迷信之分，一人身中鬼神俱焉。客念神也，妄念鬼也。圣人言鬼神之为德者，神具五德，鬼亦具五德，不过在危险之判焉。圣人忠常，乃令后世人人复性去欲也。如是天真毕露，纯神无鬼矣。或问曰：既纯神无鬼，圣人何言鬼神之为德乎？吾曰：非去鬼不能现神，无神之光明，何以显出鬼之黑暗乎？圣人鬼神并称之意，盖为此也。我神与真理合一，大道大德安能不盛行于世乎？白话：本文所说的鬼和神，并不是一般所指存在于阴阳二气中的精灵。如果把本文的鬼神解释作存在阴阳二气中的精灵，那么它的德性就不能说甚了。那么何谓神呢？我们要了解，人人自身都有神，其实也就是指本性而言。本性就是我们自身的真神。但是这神落于气象以后，却受到气象的熏陶，沾染了许多习性，因而蒙蔽了原有的灵明。人如果能拜求名师只受这一点本性，进而修道、行道、涵养真神，使其恢复光明，那么原来正直的真神得以伸张德行，于是便不受阴阳二气的拘束了。同理，所谓鬼，所指的也是这一点本性，只不过本性遭到后天气领所拘束，物欲所蒙蔽，就如原本蔚蓝的一片青天，受到云雾遮蔽而失去光明一般。所以本性弯曲，则称为鬼；本性正直，则成为神。为鬼或成神的区别，就在于本性是迷昧或觉醒而定。人人身中都具有为鬼、为神的条件，如能克除妄念，则为神；如果让妄念横行，则为鬼。圣人说鬼神之为德的原因，乃是因为神具有五德，而鬼也同样具备五德，只不过在于五德的为与显而分判。所以圣人说这话的用心，乃是希望后世人人都能复明本性，去除欲念。如此一来，则完全呈现一片天真，于是纯然为神，再也不含鬼执了。有的人又问，既然达到纯神无鬼的境界，那么为什么圣人还要说鬼神之为德呢？帝君解释，如果不去除造成鬼的条件，则不能显现真神；如果不能发扬真神的光明，那么又如何说明鬼的黑暗呢？圣人把鬼神拿来一并阐述的用意就是如此。我的真神能与真理合一，那么大道又怎能不盛行呢？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悟而不可疑。自解，疑者气舍也。结解，上节乃言身中之自神，此节乃言虚无之真神。自神曰性，真神曰理，故真神至虚至灵，大无不包，为无不入，后天凡夫肉眼细行直也，行直受神之配，安可用形色之目以示虚无之神哉？此谓先后悬殊矣。形色之耳，只能闻的后天之声，真神无声，故听之而弗闻焉。真神散分万殊，凡是形色之体物，皆具其灵明也。体物如无虚无之性，则言语举动谁与之焉？是以世间凡具体物者，皆具灵性，非独人谓然也。
不过人秉其权，物秉其偏，此所以人为万物之灵之处矣。白话：上一节主要在说明身中的自神，而这一节则阐述宇宙虚无的真神。人身中的自神称为本性，而虚无的真神则称为理。真神最虚无，灵明，论其远大，则无任何事物不受真神所包容；论其细微，则无任何事物不具备此真神。人类的肉眼乃是有形质之物，凡是一切有形质都受虚无的真理所支配，所以人无法以有形的肉眼去看待虚无的真理。这是因为先天与后天相差悬殊的关系。同理，后天有形的耳只能听闻后天的声音。至于真神乃是无声，所以要用耳去听也是听不到。真神分化天地万物，凡是形形色色的物体，都具有真神的灵明。人如果没有真神赋予这一点虚无的本性，那么如何能说话、行动呢？在世间凡是具体的事物，也都同样的具有灵性，并不是只有人类才具有。只不过因为人类的灵性最完整，而其他事物只秉受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这也就是称人为万物之灵的原因。使天下之人，其民甚服，以成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自解其，则皆反。其之为言斋也，所以斋不齐而致其齐也。民有节也，洋洋流动充满之意。节解，此圣人用神道以设教也。圣人以虚无真神，指破人身中自神，人能觉其自神，则虚无真神遂起尽心矣。故其名甚服以成祭祀。其名者，持心斋而信使原名也。圣服乃成于中，行于外之表现耳。以成祭祀者，乃我之自神与虚无真神结灵，真神受成，亦即我自神受成也。人人敬虚无真神，人人觉原名自神，则洋洋乎，道风昭然，慈云笼罩，祥宇盘桓，欲照大同之盛世矣。如是，则虚无真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上与左右皆连一层，简言即在人身中耳，人人安可不敬不畏乎？白话：这是圣人借神道设教，以教化世人。圣人用虚无真神的观念来指出人身中的本性，使人人能从觉醒自信，进而对上帝产生敬畏的心。所以说，从其名圣服洁净身心，以祭祀上帝。所谓其名，就是从持心斋戒而使本性圆明。而圣服乃是成于中，行于外的表现。以成祭祀的意思，则指出我的自信与上帝合而为一，上帝承受我的祭祀，同时我的自信也承受我的敬拜。人人如果都能祭祀上帝，人人自信觉醒，那么到处洋溢着大道的气氛，道气的充满如慈云笼罩，祥宇盘桓，呈现大同盛世的景象。此时上帝就在人人头上，在人人左右。而所谓在上在左右，其实上下左右都紧紧相连，所以简单的说，上帝也就在人身中。既然知道上帝就在我身中，那么怎能不时时抱着敬畏上帝的心情呢？诗曰：神之革斯，不可度斯，审可摄斯。自解，诗经大雅一篇。度，呆落反，揣测也。摄，音译，诗作意。革，来也。审，况也。摄，验也。斯，语辞。节解，虚无真神之格，必有我原名自神之感耳。故自神报成报前，则可惊天动神。神之玄妙，至灵至明，神之中心，大慈大悲。暗记人困人为，其显其微，乃不可用人心之有位以测度，欲测度何难？须以我之自神以揣度虚无真神也。摄者验也，虚无之神灵明所照，自神安敢生验哉？验则诡智，成则神迹，由是观之，安可不去人心以觉自神也？
白话：虚无真神的显微，本来是不能以人心有为法度去推测。真神的情状，必须借由我那原明的自信去体悟，才能感受得到。只要自信能抱定虔诚之意念，就能够感格上天，而与为皇上帝相应，体会上帝的玄妙灵明与大慈大悲。进而明白只此三期末节，上帝不忍生灵涂炭，而垂降千古不懈的信理真传，救度元佛子回天的苦心。诗中设试验的意思，须知一旦心生厌恶，就会招来考验。倘若能意念虔诚，自然有仙佛护持。既能由自信的觉醒而体悟上帝灵明普照苍生，那么又怎敢对上天产生厌恶的心情呢？由此看来，人怎能不病习人心而觉醒自信呢？夫为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自解，夫因夫。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掩藏也。解，原明之自神，为也；虚无之真神，显也。由原明之自神发扬光大，虑五得以实践清明之道，四功德圆满，则我之自神自与虚无真神相合也。然合者，非合而为一也，乃言虚无真神之能事，而我自神亦能知，此谓相合。然欲真至理，非实践清明之道不可。清明者，化众也，安可得而掩乎？然不实践清明之道，诚难犹为极显矣。白话：我这一点原明的本性寄托在此身中，乃是为的情形；而上帝欲化万物，运行天地日月，乃是显的情形。如果能够把我这隐藏的原明自信发扬光大，遵循自信中所具备的五常之德，去实践清明，使自信达到功德圆满，那么也就使我的自信与上帝相合。然而所谓合的意思，并不是把二者合而为一，而是说明上帝有常养天地、运行日月的万能，而我的自信也有明德、清明的良能，这就是与上帝相合的意思。所以要发扬自信的光辉，必须实现清明之道。所谓清明，即是度化大众求得至尊至贵的天道，不要逆而不宣。如果只有独善其身，而不实践清明之道，那么就不合乎上帝的用心，也就不能把隐藏于自身中的本性发扬光大。第17章大孝章。子曰：顺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自解，与平生。子孙位于司城胡公之属，享受益也。解，至圣所以极赞顺之大孝者，以其先后二孝，各尽其极也。顺亲心，养亲生，顺之所以尽孝于后天父母也。相尧化民，其万民自信贤使尽孝悌之道，顺之所以尽孝于先天圣也。大顺尽及先后双孝，故夫子极赞其大孝焉。康节曰：为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上天明命，唯有德者人之。大顺修德，以造乎至德，故天降之以大任，为万民父母，尊为天子也。所谓富有四海者，非以普天下莫非望土，虑土之滨莫非望城为富也，乃言顺之大德普及万民，溢出四海，有雨露之润和苗焉。宗庙享之，顺之享先祖之灵，正所以继先祖之德也。子孙保之，非保顺之身也，乃保全顺之大德耳。大哉顺乎！成古今之完人也。白话：至圣之所以极为赞扬帝舜的大孝，乃是由于帝舜对于先后天二者都能尽到最高境界的缘故。例如舜孝养双亲，是对后天父母尽孝。更可贵的是，帝舜辅佐帝尧教化万民，启发万民的自信，使人人都能尽应尽的孝悌之道。如此一来，舜就做到了尽孝于先天圣了。
因为大地尽到了先后天的孝道，所以夫子极为赞扬他的大孝。诗经康诰篇说，伟大的天命不会长守于一人，这句话说明能行善德才能得天命，如果不行善德，那么即使有天命也会失去。所以上天的明命，唯有有德的人才能居之。大顺就是因为修养德性而达到至德，所以上天把做万民父母的重大使命交付给他，令他尊为天子。所谓富有四海的意思，并不是因为得到普天下的土地，也不是因为得到这片土地中的万民而称为富，而是指舜的大德普施于万民，甚至四海也都蒙受他的恩惠，就如雨露滋润禾苗一般。宗庙享之一语，只从主持祭祀先人的尊荣中，继承先人的德行，加以发扬光大。因此所谓子孙保之，并非保有舜的身体，而是保全舜的大德。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明白大舜实在是古今以来德行具足的完人啊。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自解，位者代天以化民之谓也。禄者衣食住皆用之于民，正受禄于天地。民者大德昭昭，万民的所，如天地日月之名不得而得也。寿者非颜色身之寿，乃言其性亡，永居极乐万古长寿也。解，修德以造乎至德，天必降大任于身，居天子之位，以代天化民也。禄者，天禄也。天既降之大任为万民父母，衣食住皆用之于民。民者，天也。民良即天禄耳。民者，非名利之民，亦非孤民之民，此民不得而得。由天地日月负载照临，大民垂视，乃自然之民也。故施大德于民，必树大民于民，是以当世之民，后世养民。寿者有先后之分，舜之后天寿考成大，然则颜子早夭，即非大德乎？吾曰，非然。后天之寿不足为寿，色身末后，性居极乐，常昭万古，虽天地清净，此性乃在，方为先天之大寿也。白话：大舜德行崇高，上天便交付给他重责大任，令他身居天子的地位，以便于教化万民。本文中所说的禄，可以说是上天所赐给他的，因为上天既然付托他来做万民的父母，食衣住行所需的物资都由百姓所提供，而百姓又是代表天，百姓所提供的粮食物资，可说是上天所赐的俸禄。而所谓的民，并不是世间的名利假象，也不是买来的虚名。这个名其实并不是强求而来的。就如天地有负载万物，日月有照临万物的恩泽，因而天地日月崇高的名誉能永垂万世，这是自然而然的大名。所以圣君能以崇高的德行普施于万民，那么自然在万民的心目中树立伟大的声名。于是处在当世，则当世人人都赞颂；流传后世，则受后世的敬仰。所谓寿，其实有先后天之分别。如果用一个在世寿命的长短来衡量他的德行，那恐怕会造成偏差。例如舜在30岁被征召，又为官30年，在地位50年，这样的寿命实在长寿。然而颜回却只有一箪食、一瓢饮的过了32岁。难道颜回的德行就不大吗？其实是不能这样看的。因为人生在世终究难免一死，所以在世的岁数多少，并不能代表长寿与否。一旦色身消失以后，灵性能够永远居住在极乐家乡，虽历经千秋万世，灵光依然不减光明。纵使有朝一日，天地的生命也都结束，而我这一点本性仍然长存，这才是先天的永寿啊！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才而独焉，故灾者培之，亲者复之。自解，才，直也；笃，厚也；灾，直也。
气至而资思未培，气反而由散则复。节解，天生我材必有用，良然。天之生我者，非指衣食居而已，乃附带天宣化之任也。自觉己性，原名阔落，天必降之大任，以教民化民，任万民之先决。故天之用人，必因其才而笃焉。才者，非精神外露，后天之聪明也，乃言其大德之才焉。故空有聪明而无大德，天必用之不笃。天之明命，唯有德者居之。故君受天明命，复教民化民之委任，灾者培之，亲者复之。换而言之，即默默中以赏善罚恶也。灾者培之何解？善者在古在立，以其义修其德；亲者复之何益？恶者弃居务弊，血心用事，心台黑暗如漆。如有一线光明，尚可婉转；如始终不回心，只好复之而已。我复之非我复也，乃天驾我手以招罚也。白话谚语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实在是相当贴切。上天使我降生在世间的用意，并不是让我在世间谋求一己的食衣住行而已，更重要的是令我在世间负起代天化的责任。所以来到世间，应赶快访求名师指引自性固有之所在，进而修养自性，使其恢复先天的灵明。然后上天将要交付教化万民，做万民先觉者的大任。上天在选择他所要用的人时，必依照那人的才质而定。所谓才，并不是指外表所显露的精神，也不是指后天的聪明才能，而是指一个人的德性。所以一个只有聪明才华，而没有崇高德行的人，上天并不会很笃实的任用。上天的明命，唯有有德的人能领受。所以如舜一般的明君能领受上天的明命，负起教化万民的重责大任。所谓灾者培之，亲者复之，换一句话说，是指上天在默默中施予赏善罚恶。对于行善的人更进一步的予以鼓励，使他能求得天道，进而增益德性，这是灾者培之的意思。对于任由自性遭受气柄、物欲所蒙蔽，任由血心用事，使灵台昏暗的人，如果还存有一线光明，则予以挽救；如果始终不知悔改，那么也只好让他沦入果报了。诗曰：嘉乐君子，献献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生之。自解，诗经大雅贾乐篇。嘉，美也；献，显明也；令，善也；生者发也。节解，嘉乐君子者，修道乐道之君子也。即乐道必然明道，明道必然行道。献者，大德保身，显明意外，己身得足而推行于外焉。岂不宜民宜人乎？此所谓先自觉而后觉人也。大德化民，民心贤相，身之用度于民，民良及天禄耳。保佑命之意，乃自佑其性，为心物萌生，自性常明常昭，天时命汝以行道也。圣人自佑自性，而上天辅助保佑，以匡其不逮矣。自天生之意，乃言天之所生，正我之所修也。我不自修，天何生焉？故古人曰：命由我造，福自天生。信然。白话，所谓嘉乐君子，就是指修道、乐道的君子。君子既然能乐道，那必定是因为他明了天道，既然能明了天道，就能自动自发的行道。所谓献的意思，是形容德性崇高，显露于外在的言行。既然自己本身德性充足，进而就能把大道推行给周遭的人们，这样岂不是能使人人都快乐自在吗？这就是先自觉，然后觉人的意思。例如大舜以其崇高的德性来感化万民，民心自然归向于他。于是一生所需的物资，人民都能心甘情愿地提供给他，这也就是上天赐予的俸禄。
保佑命之是护持自性的意思。当己身中的心物产生时，能予以革除，使自性永远保持光明，上天即能托付替天行道之明命。同时，圣人能护持自己的本性，上天更会在暗中予以辅助，使其本性常保光明。自天生之的意思，乃是说明我所修的道，也正是上天所要伸张的真理。如果我不自修大道，那么天道真理无法从我表现出来。所以古人说，命是由我自修，而福则由天上所赐。我们相信的确是如此。故大德者必受命。自解见前。解大德受命，性不污也。历观古代圣君贤相无不如然。若舜若禹，岂自庶民，尊为天子，因其先修大德，故上天使命以大任以教民化民也。汤武亦然，伐桀诛纣，以昭天公赏罚。故汤武未成，而后居天子位者，以其有天子之大德也。桀纣之为君，不过独夫而已，以其有天子之位而无天子之德。是以天之所重，崇德不重位。故天命不长，唯有德者居之。既失其德，非独夫而何？独夫之行，不足作万民之首。故汤武伐桀诛纣，非汤武伐也，正天公驾首以伐之也。然被天公驾首之人，必有天子圣德，然后天公使假首也。假以诛伐，被假者，天必生以民命，以待其教民化民之任也。白话：有高德性的人，必受天之明命，这是真实不虚的道理。试看自古以来的圣君贤相，没有不是这样的。例如虞舜、夏禹，他们原本都是出身于庶民，最后都尊为天子。这是由于他们先自修德性，所以上天才交付与他们做万民父母的重任，以教化万民。又如商汤、周武王他们也是这样。商汤替天行道，放逐夏桀而有天下；武王伐纣，吊民伐罪，建立周朝，这都是为了显扬天道，使上天的赏罚能公平地施行于天地之间。商汤、武王他们原本都是为人的臣子，后来却都能贵为天子，这是因为他们具有天子所应具备的德性。然而桀、纣虽然身为人君，可是事实上却是众叛亲离的毒夫，这是因为虽然有天子的地位，但是却没有天子的德性。于是站在上天所需要的立场来看，桀、纣就没有资格来做万民的首领。所以汤王放逐夏桀，武王讨伐新纣，事实上乃是上天及汤王、武王的力量来讨伐的。而被上天所借用的人，必然是具备有天子的圣德，上天才能够重用他去讨伐。最后上天更要伸张他的明命，托付他代替上天教化万民的责任。第18章无忧章。子曰：无忧者，其为文王乎？以王继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自解作，修德也；述，继德也。解，大哉！文王之无忧也，先祖积德，自己修德，子孙继德，如是焉，文王又安所忧乎？始祖后继教民稼穑，实为民天，继民之身，功德浩大，莫可名焉。故子子孙孙皆系县令德者。至武王时，大德造极，天命攸归，故奉天明命，亲律六师以顺伐逆，除残暴之纣，以继生民道玄。盖武王伐纣，尊为天子，乃综合先祖之大德也。白话：周文王在修养德业的路程上，确实是相当无忧的人。由于他历代祖先所累积的祖德，加上他本身涵养德性，他的子孙又都能继承德业，所以文王在德业方面并没有任何忧虑。回溯文王的始祖契，在虞舜时代担任后继，教导人民耕种。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因为后继教导人民耕种以获得粮食，这种帮助人民脱离饥饿的功德实在是伟大的无法形容。至于气的子子孙孙也都能把这种德行发扬光大。到武王继位时，历代所累积的德行可以说到了巅峰，上天的明命也就自然转移到周氏来。于是武王奉天明命，亲自率领顺天英明之师而讨伐违背天意的毒夫，为人民除去残暴的纣王，拯救蒙受痛苦的百姓。所以由整个历程看来，我们可以明了武王伐纣之所以能成功，可以说是集其历代祖先的德泽于一身的缘故。武王转大王，王继、文王之序，一荣一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明，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自解、大、殷泰、夏同。转、继也。大王，王继之父也。序、业也。荣一、甲胄之属。节解，后继而后，历代大德绵绵，至于武王乃综合先祖之大德，以观察当世之为运，顺天之道，执天之行，身服戎衣，亲律六师，以顺伐逆，而诛无道之纣。其中心在整生民于水火，济世界于康乐，此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故承天明命，尊为天子，负教民化民之任，作万民先觉者也。是以得意四海，显民贤慕，诸侯顺之，万民亲之。宗庙享之者，以其追慕先望之大德也；子孙保之者，以其保大德于长昭也。故周代甚德，古今无匹焉。是以武王伐纣之心，与后继教民稼穑之心异也。白话：周氏自从始祖后继以来，历代的祖先可以说是大德绵绵不断。到了文王时，正逢商纣王残暴无道。文王9年驾崩，武王即位，不改文王受命以来的年号，以示继承父业。3年服毕，武王综合其祖先之德行，官兵孟津，以补诸侯伐纣的意志。经过衡量天下局势后，于是顺应天道以及民心的向背，亲自穿上战袍，率领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而东征伐纣。纣王败后，逃回朝歌自焚而亡。于是武王承继天命，尊为天子，并继续负教化万民的使命，做万民的先觉者。所以其德性洋溢四海，所有诸侯都仰慕他的德泽，心悦诚服地归于周氏，百姓都愿意亲近周氏，歌颂其恩泽。宗庙享之就是后世追思先望大德的意思。子孙保之就是后代子孙继承，并发扬先人的大德，使先人的德行流芳万世。所以周代盛大的德行，自古至今没有任何朝代可以与其相提并论。从武王伐纣的用心，我们可以发现和他的先祖后继教导人民耕种的用心，其实一样，都是为拯救人民出离苦难。武王莫受命，周公承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继，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司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其之丧，达乎大夫；3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异也。自解，追王之王去身，莫有老也。周公，武王帝也。追，推义也。大王，王继公爵也，周公追尊为王焉。先公，祖干以上至后继也。葬，丧礼也。其，周年也。节解，武王伐纣，受天明命，而居天子之位。然在受命为天子时，武王已末年矣。周公，武王帝也。承文王武王之大德，追念大王、王继及大王以上先公，以至于始祖后继，均祀以天子之礼。此何礼也？
慎终追远义也，其慕先公之德二也。然吾先祖类世积德，武王安能受天明命，以负先爵之任乎？由是观之，先祖虽无天子之位，而已有天子之德矣。此理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民。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葬者，色身之中，色身之爵，不宜越焉。人爵者，天子之封，天子之封，乃上天明命，故不能越人爵，以备乎天子之明命也。故葬以本爵，祀以子爵，此重天子明命矣。其丧者，列叔伯也。天子位极至尊，虑土之兵莫非望尘，又安能服其丧乎？故而达乎大夫而后已焉。天子为万民父母，天子之崩，故文武百官及士庶人，应以3年之丧达于天子也。及其父母之丧，则无贵贱义也。故周公定礼，以昭伦常之序，礼为四维之首，无礼则人心无度，将生紊乱。故礼者，报本追远义也，伦常定序二也。礼之体用大矣哉！白话：武王伐纣成功，而领受上天所交付之明命，身居天子之位。然而武王承受天命而为天子时，已经是晚年了。武王驾崩以后，成王即位。武王之弟周公辅佐成王，而成就文王。武王的大德，并追封大王、王继，以及由大王以上的祖先，远溯到始祖后继，都以天子之礼加以祭祀。周公以天子之礼祭祀祖先，其中有2层意义：其一，乃在于表达对祖先慎终追远；其二，则是追慕祖先之德泽。因为如果没有历代祖先所累积的德泽，那么武王又如何能领受天命，担当启发世人的重责呢？由此可见，虽然祖先没有天子的地位，然而却已经具备了天子的德性。而这种上祀先人的礼，也同样的适用于诸侯、大夫、士以及百姓。例如，如果父在世时为大夫，而子为士，则用大夫的葬礼，用士的祭礼；又如父在世为士，而子为大夫，则用士的葬礼，用大夫的祭礼。葬礼是色身结束的礼，所以必须依照色身当时的爵位而用葬礼，不能逾越。人爵是由天子所封告，也是上天之明命，所以不能超越人爵，而违背天子的天命。所以以本爵位葬礼，而以子爵位祭礼，以表示重视天子的天命。在论守丧之礼，周代对旁系血亲、伯、叔等需服1周年的丧期。然而这种期年之丧只适用到大夫，至于天子、诸侯则不适用。因为天子乃至尊之位，天下人都是天子的臣民，怎能叫天子为臣民守这种期年之丧呢？因此，期年之丧只适用到大夫阶级。然而天子可说是万民的父母，一旦天子驾崩，则文武百官，以至于庶民，因为天子守丧3年。至于每个人对父母的丧期，则不论贵贱，都必须服3年。可见周公治礼的目的，在于显明人伦的顺序。礼是4维，礼义廉耻的第一件，如果不遵礼而行，则不能约束人心，人与人之间也会混乱。所以礼的目的，一则是报本追远，再则使伦常有序。可见礼的本意和功用相当伟大。第19章，达孝章。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自解，见前。解，夫孝者，生以顺心，莫以继德。孝子之本，故能报本；逆子服之本，故而忘本。人不孝，其他则无取焉。武王、周公既先忘之德，顺天直天以行事，故夫子即赞其孝焉。白话：孝道就是父母健在时能顺亲心，而立身行道；父母去世后，则继承其德业，加以发扬光大。
孝子能明白人生从何来的根本，所以能知恩报本。然而逆子却忘了生生的根本。一个人如果不尽孝道，那么其他成就都不值得一提。武王、周公因为能继承先王的遗志，顺应天道，代天宣化，所以夫子极力赞扬他们的孝道。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自解、继皆序也。解，武王、周公之所以称大孝者，以其能继先王之志，不但能继先王之志，增益发扬先王之大德，以求造乎其极也。述者，传述也。善于传述先王之行，益扬先王之德，此武王、周公夫子之所以称孝之处也。白话：武王、周公之所以能被后世称赞为大孝者的原因，在于他们都能继承先王的德志，同时不但能继承先王的德志，更能加以发扬先王的大德，把先王的德性发挥到最高的境界。所谓述是传述，意思是善于传述先王的德行，使后代知道，然后才能把先王的德行发扬光大。这就是武王、周公尽孝的方法，也正是夫子之所以称赞他们大孝的原因。春秋，修其祖庙，成其宗器，设其常衣，建其实时。自解，修乃修理，成乃排列。宗器，先公之一物也。设者摆设。常，下衣也。衣，上衣也。建，进献也。解，春秋修其宗庙，何不在夏冬修其宗庙乎？此何意？春秋二季，气温性和，先王之德如春秋之温焉，万民慕德，如万物处春风然。春秋之温，正以祀先王之德也。宗器者，先王所重也，成其先王宗器，先王所重亦即我之所重，此所谓先王之心应于我心，心心相应矣。常衣者，先王所服也，先王大德参天的，赞化育，所服常衣而亦有余则焉。先王常衣我不敢服之，以其我德不及先王，何敢服先王常衣乎？故不敢服之而珍藏之，于春秋祀先王时而陈设之，以悦先王之灵，以祀先王之德也。时者，春祀用春时，秋祀用秋时，不敢为时令也。先王乃顺天者，所祀之品安敢备乎祀时哉？此所谓顺天之时，养天之和也。白话：为什么要选在春、秋两季来修缮宗庙，而不选在夏、冬两季呢？因为春秋二季的气候温和，而先王的德则也就像如春、秋一般的温和。万民蒙受这样的恩德，就如同万物处在春风中一般。所以春、秋的气温正是四季先王、敬仰先王德性的好时机。先王所遗留的宗器，都是先王在世时所重视的器物。陈列先王遗留的宗器，以表示后代子孙也重视先王的宗器，这是与先王心心相印的意义。而常衣是先王所穿着的衣服。由于先王的大德与天地同参，先王赞助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先王所留下来的衣裳，代表先王所遗留的德泽。后代子孙不敢把先王的衣裳拿来穿，是因为自己觉得德性不如先王，所以把它珍藏起来，等到祭祀先王时拿出来陈列。一方面期许获得先王的喜悦，另一方面则缅怀先王的德泽。所谓时时是指呈现当季所生产的食物。例如在春季祭祀时呈现春季的食物，秋季时则呈现秋季的食物，一点也不敢违背时令。因为先王的圣德乃在于顺天，因此所祭祀的物品，同样的不敢违背时令，以表示顺应天时，涵养天地正气的意义。宗庙之礼，所以序朝暮也；序爵，所以变贵贱也；序士，所以变贤也；履筹下位上，所以逮见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自解，朝字未去声。
序乃次序。昭乃神主，在左边者；穆乃神主，在右边者。兄为昭，弟为穆，凡别尊卑，以此类推，子孙排班，亦按这定次序。爵乃官爵，变乃分别，士乃职务，律乃众，酬乃报酬，逮乃道，宴乃宴会，毛乃以毛发之色，别长幼位作次也。齿，年数也。节解，宗庙中同姓助祭之人，分左右之礼节，乃所以序招募之远近也。外姓之人，按官爵分次序，乃所以分别贵贱也。有职务者，按职务分班次，乃所以分别人之贤能也。众人互劝酒，酬答，下辈与长者敬酒，所以推恩于年幼也。祭毕宴会，按法黑白以定座位，所以分别年数也。白话，在宗庙祭祀中，凡是来助祭的同姓诸侯、族人，分左右的礼节排班，以序名伦常的先后；而外姓的诸侯，则按官爵、公、侯、伯、子、男的次序排列，以分别贵贱。有职务的人，则按照职务来决定班次，以分别人之贤能。在祭祀完毕后的宴会上，众人互相劝酒、酬答，下辈向长辈者敬酒，使晚辈有机会向长辈表达敬意。在座位方面，则依头发黑白的程度来排列，从这样分别年纪的情形，以示敬老尊贤。见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孝之至也。自解，见有履也。乐乃作乐，王作末解。节解，即先王之制，见先王之位。先王之礼，而我行焉；先王之乐，而我奏焉。盖我深知先王修礼作乐之意也。故礼以节人，乐以和人，礼乐二字，不可得而分矣。先王所敬者，一乃上帝，二乃先公。而我敬其先王所尊，先王所爱者，一乃群臣，二乃士庶，而我爱其先王之所亲。吾敬先王所尊，吾爱先王所亲，正所以祭先王之志也。死者，先王之身；生者，先王之德。先王身虽没，而先王之德犹昭昭在我耳目，所是正是先王之德焉。欲是先王之德，当何如也？不改其规，不变其度，继先王之志，扬先王之德，如是始足以是先王也。若此，则先王不死矣。是王如是存者，与上亦相同。故亲在，养生顺心；亲没，继至扬德。若此，则孝之伟大始足以造乎其极也。白话，继承先王的德治，就由祭祀中恭敬地走到先王灵位前，由衷地行先王所制定的礼，奏先王所作的乐章表现出来。由于能深切体会先王修礼作乐，以礼来使人言行有节度，以乐来调和人心灵的本意，而明白礼乐二字本来就不可以分。先王所崇敬者的，第一是上帝，第二则是祖先，而我也同样的效法先王，尊敬上帝和祖先。先王所亲爱的，第一是群臣，第二是所有的士庶民，而我也同样的亲爱群臣以及百姓。这种尊敬先王所尊敬的上帝、祖先，亲爱先王所亲爱的群臣、百姓，正是承继先王德治的做法。本文中所说的死，是指先王的色身去世而言。先王色身虽然消失，然而他的德行依然历历在眼前。而我所要从事的就是先王的德行。那么要如何来从事先王的德行呢？那就是不要轻言更改先王所制定的规章，不要轻易的变更先王所厘定的法度，这样才是承继先王德治的途径，而先王的德行也才得以继续发扬光大。如此一来，祭祀先王才有意义，才能使先王的精神长留人间。至于是王如是存这一句的意思也是一样。
所以孝子是亲，亲在时奉养亲生，顺承亲心，亲末时继承亲志，发扬亲德，这样的孝才算伟大，才算达到崇高的境界。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似乎其先也。名乎交涉之礼，地常之意，治国其如是诸长乎？自解，交，祭天；涉，祭地。上帝乃天地万物之真宰也。地，天子宗庙之大祭。常，乃一年四季之纪。秋季明常，举一季以作历也。节解，大哉！礼也。礼生寸心焉，寸心诚，则礼公；寸心服礼，则礼慢矣。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也，是上帝，正所以令人人以穷自信之大源也。上帝者，天地万物之真宰。故一本曰礼，由一本而散万殊，分付人生曰信。是以觉信之人，使民信之大源；即民信之大源，使能主敬存诚，敬礼于交涉矣。如信未决，即行交涉之礼，则弗晓交涉之深意也。宗庙之礼，所以似乎其先也。似先者，非以虚礼似先也，然则如何？须扪心自问：我在平日祭先望之志否？发扬先望之德否？祭先望之志，正所以自立志也；发扬先望之德，正所以自修德也。现在我之志立到何处？我之德修到何点？借祀先公之时，以告先王也。若此，则始足以悦先望之灵，始足为祀先者也。交涉之礼，深言之，觉信穷礼也；宗庙之礼，深言之，祭至阳德也。觉信穷礼，非一人觉信穷礼也，由明德而推荐亲民之道焉。人人觉信，始曰穷礼；一人觉信，安能谓穷礼者乎？祭至阳德以教万民，贤如之，则孝行昭者矣。如是治国，安不运诸指掌乎？白话，由此可见先王治理的伟大。然而行礼的出发点，乃在于心。心如果发疏至诚，那么礼的表现就恭敬；如果心中没有礼的存在，那么所显现出来的礼就散漫。交涉的礼仪是侍奉上帝。侍奉上帝的目的，是要使人能进而探究自性的大本源。因为上帝乃是天地万物的真主宰，也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在天称为礼，赋予人则称为性，由一本而生化万殊。能探究自性的人，才能明了自性的大本源。既然能明了自性的本源，就能诚心报守，对天地表达恭敬之意。反之，如果不能体会本性出自于何处，那么即使行祭拜天地的大礼，也不会明白交涉之礼所含的真实意义。宗庙的礼仪是祭祀祖先，而祭祀祖先的目的，并不是形式的虚礼，而是必须从祭祀祖先中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在平日当中是否做到了承继先王的意志，是否发扬了先王的德业。而所谓承继先王的意志，即是要求自己立志发扬先王的圣德。所谓发扬先王的圣德，也就是要求自己效法先王涵养德性。我的德志立定到什么程度，我的德性修养到什么程度，都必须在祭祀祖先时一五一十地向先王禀告，这样才能安慰先王在天之灵，也才合乎祭祀祖先的意义。我们如果再进一步研究交涉之礼，可以体会是觉信穷礼的含义，而宗庙之礼是祭至阳德的含义。所谓觉信穷礼，并不是一个人做到就可以了，还必须由自己明德以后，进而推展到每一个人，使人人都能觉信，这样才能称为穷礼。然而要如何从一个人觉信，推展到人人觉信而穷礼呢？那么就要祭至阳德，以教化万民，使人人都能实行孝道。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大治，这就是治国之道掌握在手掌中的意思。第20章问政章。哀公问政。自解，
哀公，鲁君，名讲。解。哀公问政之意，不知问仁政也，问霸政也。盖孔子教以文武之仁政，以奚鲁君修文武圣德，以作文武之君。白话：哀公向孔子请问政事，当时他的心意并不见得是要问如何实行仁政，其实他的主要目的是要问如何才能称霸诸侯的霸政。于是孔子就藉这个机会提出文王、武王的仁政来教导哀公，目的是希望鲁哀公能修习文王、武王的圣德，效法文王、武王，做一位圣明的君王。子曰：文、武之政，不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自解，不乃分散，方乃木板，策乃竹板，习犹灭也。解，是将政自拆而观之，政者，正文也。何谓正文？信中具有之五德，即正文焉。但此正文，为觉信者能知。故觉信者，率信中五德以行政，则曰仁政；迷信者，昧信中五德以行政，则曰霸政。盖文王纯德，武王大德，皆觉信以见五德者，其为政之道，为千古之法，故孔子因之以告哀公焉。是以自觉谓之先觉，行政谓之觉后觉矣。或问曰：文武之政，据先生此论，得无太简乎？吾笑因曰：君如不信，是将仁政之人在看，仁者五德之首。简言之，即自信也。如觉信以复先天赋我之人，推及行政，使足为仁政也。既迷自信，以昧先天赋我之人，如此以行政，则即便仁政以为霸政矣。故文武之政，在未发前，则仁政在我自信中；既发后，则仁政不在方策矣。方策之政亦即我自信具有之政也。方策不过负先觉之任，以启我之自觉也。是以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此语乃夫子感叹，当世无觉自信，以推行仁政者，如哀公觉自信，修文武之德，行文武之政，则即文武而已矣。古圣云：顺何人也？与何人也？有位者亦若是焉。哀公非不能也，唯不行焉。夫子之言，盖愿哀公为文武之君，鲁国有奚齐之风，此夫子之所生愿者也。白话：我们如果把正这个字拆来看，是正文。所谓正文，就是指自信当中的具备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但是五常正文，唯有觉醒本性的人才能做到。觉性的人遵循本性中的五德来行政，就称之为仁政。反之，本性迷失的人不能遵循五德行政，那么就成为霸政。由于文王德性纯全，武王德性崇大，他们都能由觉性进而实践五德，他们所推行的政事，为千秋万世所效法。所以孔子提出来告诉鲁哀公，觉自信的人是先觉，以自信五德作为行政的基础，就是启发后觉。如此说来，文王、武王行仁政的方法，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如果不相信，我们再来看看仁这个字排在五德的第一位。简单的说，仁也就是指自信。如果能从觉自信，使自信回复到先天赋予我时的本来面目，进而推行到政治上，那么也才是仁政了。反之，如果自信迷昧，失落了先天赋予我的人性，那么这样的政就变为霸政了。所以文王、武王的政，在还没有推行时，仁政就已经在他们的本性中了。一旦推行以后，这仁政就公布在方册上面。公布在方册上的政，原本就存在于自信之中。有形的方册只不过是用来把自信中的仁政公诸于天下，以为启发后觉的作用。
当推行仁政的人在世时，他的仁政就能推行；一旦推行仁政的人去世了，却没有觉性的人来继承，那么这仁政将会停息。所以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一句话的原因是感叹当世没有觉自性的人来推行仁政，同时也借此期望鲁哀公能觉自性，修习文王、武王的德性，以推行仁政。那么鲁哀公也就同样能达到文王、武王的境界。孟子说：“舜是何等的圣人啊！而我又是何等的人呢？其实我的本性和舜一样，都来自先天。如果我也能效法大舜涵养自性，那么我所成就的大德也会和他一样。因此，其实鲁哀公并不是不能实行仁政，只是他不去觉性，不去推行罢了。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具有西岐的风范，所以孔子提出文王、武王的仁政，深切期盼哀公能实行仁政。人道敏政，地道敏术。夫正也者，仆鲁也。自解，夫阴服，敏素也。仆鲁及仆尾，异于生长者。解，何谓人道？何谓天道？人道者，天道之初境也；天道者，人道之造极也。无出境，安能造极乎？故人道天道，其息在此焉。文武仁政，始由人道为立身之本。然性不绝，恐人道亦难尽备矣。或问曰：先生著上节，言文武之仁政，在觉自性，在负先天大人上，此又言仁政始由人道，何其自相矛盾也？吾曰：汝之一不知二，觉自性以负先天之人，此内圣之功。人道者，内圣外推之初步，造乎其极，曰外王也。是以舍人道，则内圣之功弗足；相具仁政，则远矣。人道者何？其宗乃孝乃悌，力行孝悌，则人道备焉。如是，则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此相因而治者。尽其人道，推及万民，则为政肃于治由而传命矣。地道敏术者，地道一气，万物皆生，觉自性，修人道，而推及其政者，由得之生万物之敏事也。故觉性本也，为政末也，本立而道生焉。如是为政，岂不如仆卢之素乎？深愿为民父母者，将以回光返照于。白话：何谓人道？何谓天道？人道是迈向天道的第一路径，而天道是行人道的最高境界。如果没有人道作为入门的途径，那么又怎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呢？文王、武王在推行仁政的路程上，当然也是以人道作为立身的根本。但是如果本性不自觉，恐怕人道也难以做到完备。然而上一节谈到文王、武王仁政的关键乃在于觉自性，以恢复先天大人，而在这一节却又说推行仁政必须由人道开始。这两节是否互相矛盾呢？其实并没有矛盾。因为觉自性以恢复先天的大人是内圣之功，而人道则是内圣之功在向外推行的第一步，把人道推行到最高境界就是外望了。所以如果摒弃了人道，那么内圣之功就不圆满，而且离仁政也就遥远了。那么人道什么是呢？人道的宗旨就是孝悌，能力行孝悌，那么人道就完备。于是能达到家齐，家齐以后国家就能大治，这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能尽人道，进而推及万民，那么治理国家的成效将会比用一马传递军命还快速。所谓地道敏术，是地道一气，使万物欣欣向荣。人能觉自性，修人道，进而推治国，就如大地生长万物一般的迅速。所以觉自性是本，而为政是末。本源奠定，则人道、天道都因此而建立。像这样，为政起步就如同芦苇生长那么快速吗？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自解，见前。解是以人正者，人被尽人道之人而推行焉。取人以身者，言欲取人道，必须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必须先觉身中天道。何谓身中天道？曰自性也。克念觉性，率性中五德以实践清明之道，此谓欲将我之身中天道真于治理，必须待天宣化，以行大人于天下也。不推大人于天下，则自身之天道不足为天道矣。白话，所以要施行人政，人必须要有具备人道的人来推行。所谓取人以身的意思是指要行人道，必须先修身，然而要修身，则必须先觉身中天道。何谓身中天道呢？也就是指自性。克除杂念而觉醒性，再遵循自性中的五德，以实践清明之道。要把我身中的天道发挥到极致，就必须待天宣化，把大人推行于天下。反之，如果不把大人推行于天下，那么自身的天道就不足以称为天道了。仁者，仁也，亲亲为大；义者，义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理所生也。自解，杀，去身，别也；等，次序也。解，仁者，先天理也；仁者，后天生也。先天之人富于后天之身，先后合一，始曰一人。不过先天之人落于后天，心物澎湃，随必其绝矣。如圣心物于隐为，觉性圆明，则先天之人遂漏焉。亲亲之为大者，有二层之大也：性亲真理，身亲父母，先后各亲其亲，此亲亲之大矣。然性亲真理者何？觉自性，修圆明，则真治理矣。身亲父母者何？顺其心，养其身，则备孝道矣。以上是亲亲之为大者，此大学明德之道也。义者，自性之用也。人各具性，以我性中能事，岂是人人自性，则无不疑也。人人自性皆贤也，不过受气欲之弊，随失其尊严。故觉自性，尊性中天道，以见五德，推广行远，使人人各尊其贤，此所谓清明之功也。尊贤之大亦有此二层论焉。亲亲之杀，分清远近也。远近者，贤愚之分，贤者则近道，愚者则远道矣。虽有贤愚之判，然各亲其亲则异也。尊贤之等者，有治贤之判焉。贤者应以父礼师礼事之，智者不过以兄弟之礼待之而已。是以由亲亲尊贤之先天理，而生出后天理也。后天之理尽备，则人归先天理矣。白话，人原本是先天的真理，赋予人则为本性，而人乃是指后天的色身。先天的本性赋予后天的色身，先后合一，如此才能成为一个人。可是先天的本性落于后天以后，却因心物澎湃，致使本性蒙蔽了原来的灵明。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在隐微之处审慎防范心物，则渐渐地使本性恢复原明，显露出先天的仁德。所谓亲亲为大的意义有两层，其一为本性亲近真理，其二则为色身亲近父母，使先天、后天都各能亲近其本源，这就是亲亲为大。然而本性要如何亲近真理呢？那就是觉醒自性，修复本性的原明，言行自然符合真理。又要如何亲近后天的父母亲呢？那么便是顺应亲心，奉养亲生，把孝道做到最完备。以上所阐述亲亲为大的意义，也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明德之道。所谓义是应发挥自性良知良能的表现。因为人人自性中都各具有良能，发挥我自性中的良能，以启发人人的自性，使人人也能合于中道，这就是义的意思。须知人人的自性原本都是纯善无邪，只不过因为受到气柄、物欲所蒙蔽，因而丧失其尊严。
所以如果能觉自性，遵循自性中的天道，以实践五常之德，并进而推广于全人类，使人人都各自能遵循本性的纯善，那么也就做到大学所说的清明了。所以尊贤为大的意义也有两层。青青之沙有亲疏、远近的含义。所谓远近，并不是指距离，而是指贤愚而言，贤则近于大道，愚则远离至道。虽然有贤愚的分别，然而不论是贤或是愚，对于各亲自性真理以及亲近色身父母亲都是一样。而尊贤之等这句话在说明贤和智的等级。对于贤者，应以父礼、师礼来尊敬；而对于智者，则以兄之礼去对待就可以。总之，从亲亲尊贤的先天理，而衍生后天理，又由亲亲尊贤之后天理的实践，而迈向先天德性的完备。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自解见前。解，此君子非成德之君子，乃指出入德者，必须克奉革制之功，次第不稳，使志作去，内圣具足，则身不修而自修矣。事亲之道，前节详载，无容重赘焉。然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道，是以伦常日用，莫非皆道。五恩乃人道之大者，报五恩则人道备矣。然欲尽人道，则不可以不知天道。夫天道者何？自性之天道也。然据现在时事而论，人道尽备，不可以不知天时。古人曾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天时不知，则错失良机矣。或问曰：先生曰良机，何良机也？吾曰：思时也。天道降世，拯救善良，指破人人生中天道，以其群性达本还原，真无极以朝先天也。一，如错失良机，纵辱人道尽备，亦难登峰造极矣。我切比喻焉，如一读书人，学问饱富，步入科场，则名难招矣。此之谓也。白话。本文所说的君子，并不是指已经成德的君子，而是指初步迈向尽德修业的人。尽德修业的人必须恪遵格物致知的步骤，立身向前迈进。一旦内圣的功夫圆满，自然就达到修身了。关于侍奉恩亲的道理，在前几节已经详细说明了，在此不再重复。然而，想要侍奉恩亲，就必须了解人伦之道。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之中，到处都存在人伦之道，而五恩、天、地、君、亲、师是人伦之道中重要的一环。能立身行道，报答五恩，那么人道自然就完备了。但是，想完成人伦之道，则又不能不知天道。而天道是什么呢？所谓天道，即是自性的天道。从现今的时事来论，既然人道完备，更不能不知道天时。古人曾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不知天时，则将会错失良机。那么现今的良机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今时天道普传，名师降世，拯救善男信女，指出人人生中自性所在，其使人人都能修复本性，灵性返回无极理天，朝见先天。所以今时如果错失良机，纵使能做到人道完备，也还难以达到巅峰。例如一个人饱读诗书，又立志经世济民，但是如果他不愿寻途径进入科场，也难以一偿经世济民的心愿。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坤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义也。自解之去身，坤作兄解，解大哉！如指以庸德庸言之五伦，为天下之达道也。夫达道者，天下古今所共游之路，即书所谓五伦。
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是以五伦谁无有焉？谁敬备焉？此所谓日常应用平庸之道，而敬备者则先矣。是以敬备五伦全道，则自合天道矣。天道者何？以道喻焉，是人犹未敬也。夫知人勇者，之所以知此也；人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三达德系由五达道所生，故道谓德母，德乃道子，无道焉能生德哉？所以五达道未备，而欲行三达德者，则舍本逐末矣。然知人勇推广行远之道，我切详解焉。知者，明之也。明者何？日月之明矣。如私欲不尽敬，则天理不流行。私欲者，云雾也；天理者，日月也。云雾不彻底清扫，则自性不能复日月之明，我智不足为明智也。故觉性者，则明于之人，然有何凭可作证乎？子曰：若有也，不得其死然。此孔子先知之志。孟子曰：死以朋成事。此孟子先知之志，是以明智无他巧计，唯克念觉性者能之。如克凤阁物之章以觉自性，此明智，不其德而自得矣。此志绝非功于汉末，善于将兵之志，故大智若愚如颜子然，臧荼欲以待孤，习当世未逢其时耳。然明智保身，可以行道，有孔孟之周游，讲人谈义，尽信能事，劳怨不避，则始足以为明智也。仁者无不爱也，然无不爱，犹未造人之极。道德经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不仁者，正天地圣人之大仁也。天地之生物为大仁，而伐物亦为大仁，此何理？天地生物之为大仁者，人人晓之，复何言哉？伐物之为大仁者，我切比喻焉，如五谷然，秋收之以待春生；如秋不收，则五谷糜烂于田，来春将何生焉？故秋收之，内蕴春生也。伐物者，正所以成物也。由是观之，天地伐物，岂不亦曰大仁乎？呜呼！据整个大圆会来论，斯时正谓会大秋也，与五谷之秋收同理。或问曰：先生言伐之，正所以成之。然则离节者，莫非即成之者乎？吾摇手曰：大非然，大非然。天公之所以降节者，乃警世俗，人心不古之事素于回心向善，节登道岸，广见圣业，然后始未成也。天虽降节，然不欲人离节。节者，乃上天促人向道之具，是人服侍天公之意，不改过以自新。正如五谷之不食者，来春种已绝矣，又安能成乎？盖天地伐物之为大仁者，乃指植物而言。如以天时论，伐物者节也，降节以警示，促人向道，此非天公之大仁者何？是人服侍，何甚浩叹？勇者，非匹夫之勇，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勇之大也。夫勇者，恨人人不觉性，恨世界不清平，深究远避，乃道之不行，道之不明之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明此理，则舍己以整万民，克己以绝群性，如汤武伐桀诸纣。孔孟乱世周游，皆大勇也。是以三达德为用，五达道为体，体用兼备，人归于一理矣。白话：儒家以雍德、雍严的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乃是相当崇高的宗旨。所谓达道，即是天下人自古至今所共同遵行的道理，也就是上书所说的五伦之教，亦即是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以及朋友有信。由此看来，每一个人都各自有五伦之道要去实行，这是应用于日常中的平庸之道。
然而世上能把五伦之道做到完备的人却很少见。五伦之道如能全备，则自然能合于天道。而合于天道，就是本文中达到的意思。可是世人却未能深切了解达到的途径就在日常之中，反而一味地向远处寻求。至于智、仁、勇三达德的运用，则是必须以大智去明了五达道的意义，以大仁去体察五达道的本质，以大勇去实践五达道。三达德原本是由五达道所衍生，所以道与德两者的关系，称道为母，德为子。倘若无道，怎能生德呢？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实践五达道，却想发挥三达德，显然是舍本逐末的做法。下列再详细解释推广智、仁、勇的方法。所谓知是明智的意思，如日月一般的明。人的私欲如果不革除净尽，则天理不能流行。私欲如同云雾，而天理就如同日月。私欲之云雾如果不彻底革除，则自信不能辉日月一般之明亮，那也就不够明智。所以觉性君子的明能知人之言。例如孔子预言子路不得其死，足以证明孔子有先知之志；又如孟子预言彭城氏面临死亡，也证明孟子有先知之志。所谓明智，并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只要是克念的觉者就能做到。因此如果能克奉格物，以觉醒自信，则自然能达到这样的明智。然而所谓的明智，并不是说文章写得多么好，道理说得多么动听，或者是如汉高祖善于领导将领，韩信善于统帅军队的才能，而是如颜子的大智若愚，怀抱着一颗赤诚纯善的心，全权服膺而服师之，以等待明君。可惜当时的颜子虽然不能有所发挥，然而其大智就足以保身，也可以笃行大道了。又如孔子、孟子为宣扬大道而周游列国，讲道德，说仁义，发扬其本性之良能，虽然辛劳，虽然遭人怨嫉，他们也从不躲避。这些都可以称为明智。再谈仁。仁者钟爱万物，也就是说万物中没有一样是仁者所不爱。然而没有一样不爱这一句话仍不能完全表达仁者钟爱万物的精神。兹引《道德经》这一段话来进一步说明。《道德经》说，天地不偏不私，纯任自然，把万物当作刍狗看待，任凭万物自然生长，而无丝毫造作。圣人效法天地之道，把百姓当作刍狗看待，任凭百姓自由发展，而不加以束缚。按刍狗是用草扎成的狗，祭祀时盛世奉上，用完后即丢弃，这正说明了天地圣人的大仁。天地生养万物称为大仁，然而天地收罚万物又何尝不是大仁的表现呢？这是什么道理呢？天地生养万物称为大仁，这一点人人都晓得，在此不必多做解释。今就天地收罚万物称为大仁的道理来举一个例子。例如五谷到秋天成熟时，必须予以收割，等待来年春天再播种，使其继续繁衍。如果到了秋熟时期却不收割，那么五谷掉落在田地间腐烂了，来年春耕时怎么会有新种子呢？所以在秋收之中就蕴含春耕的生机。人们秋天收割是为了来年春天的播种，同样的，天地收罚物也是为了成就万物。由这一点看来，天地罚物难道不也是大仁吗？从天地整个大圆会的时间来看，现在已经是未会了，也就是白阳当令，正是大圆会中的秋收时节，和一年中五谷的秋收意思一样。有人会问，既然天地罚物是为了成就万物，那么在现今三期末节中遭遇劫难的人，莫非就能有所成就吗？其实这样的比照又有些出入。如今白阳应运，乃是道劫并降。上天降劫的目的，乃是以劫来警醒世俗，使世人能快快回心向善。
然而更重要的是，希望人人都能捷足迈上先天大道的坦途，并且广结善缘，建立圣业，如此才能称为有所成就。所以上天虽然降劫，并不愿意看到人们罹患灾劫。其实劫乃是上天用来催促人们赶快迈向大道的一个工具。世人如果不能体会上天的用意，而不知改过自新，最后将会如同不成熟的五谷一般，既然不能做来年的种子，又怎能有所成就呢？于是，那用火与圣灵施洗的，只好用他手里的扇子扬清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库里，把不实的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3章第11节。天地伐物的大人，大抵上乃就植物而言。如果依天时来论，降劫就是一种伐物。降劫伐物的目的在于警醒世人，催促人们向道。这如果不是上天的大人，那么又是什么呢？可惜世人却不能体察上天的用意，这是多么令人感叹啊！所谓勇，并不是匹夫之勇。例如文王一怒而拯救天下百姓，这才是大勇的表现。真正的勇者，一恨人人不寻求自信，二恨世界不清平。而深究这两事的原因，乃是因为大道不能推行，大道不能显明的缘故。然而我们要知道，是人能弘道，不是道弘人。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就知道牺牲自己的享受，以度化众生；知道克除一己的思念，以诱导群伦觉悟本性。例如汤王、武王讨伐夏桀、商纣，又如孔子、孟子在乱世中周游列国，宣扬大道等等，都是大勇的表现。所以必须以三达德为用，以五达道为体，体用兼备，归于大道治理。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亦也。自解强上升，困乃困苦。解盖世俗人人理想中，皆为圣人天生焉，凡夫安能作圣哉？圣人此节之意，乃破除天下万事之疑案也。生而知之者固有，然罕焉；学而知之，及困而知之者，则数矣。然此三等则分三圣，及其专心致志，以力求其知，不过有利钝之别，及其知之亦也。如宗圣，夫子称鲁，然其260中念念在道，久之则豁然矣。是以宗圣续心法，演道脉，列四圣，与夫子同享祖斗馨香于万古也。如子张聪慧，而列贤人之班，此何故？在心专与心慢之息也。今切以理气象三层喻之，生而知之者，如心不专，则由理落气矣；学而知之者，如心不专，则由气落象矣；困而知之者，如心不专，则由象落欲矣。伪哉！心之专也，生知之，学知之，困知之，其资质虽不同，如刻凤阁物之章，以圣心物于隐为，及其复其良之，则异也。安而行之者，乃一生无乖舛之事，无颠沛之险，安然行道以求治乎其极也。利而行之者，感觉行道与后天之力有所补助，此顺考焉。终则遭逆境，遭逆境则深怨尤矣。如使任有利益以行道，见觉真理，则利己之心荡然无形，而实践亲民之功，以求治乎其极也。免而行之者，或受世俗刺激，知红尘乃苦海，名利系枷锁，反心向道，是破富贵虚幻，自勉自利以实践亲民之功，以求治乎其极也。此三等行道者，虽各有不同之处，然始终如一，及其道成则异也。是观上段之字，下段行字，使明了之行不能分焉。故心无真知，则生无真行；无真知，无真行，此造浩劫之源耳。呜呼！十界末运，三教各失其真，如教子弟有空谈纲常，
而不实践者，有口头谈纲常而行径违者，有借经书以作富贵之阶梯者，有读书明理而与人搬弄是非者，有借经书以示过者，有借经书以作护身符者，有借经书号召志士以作自己爪牙者，有借经书之言作刀笔之资以陷人者，盖夫种种，不胜枚举，总言皆如胶之罪人也。佛教弟子有借佛的作衣食之具者，有借佛的以祀其营者，有借佛的以顿机而不深究佛旨者，有借化缘之名而心别有所著以现人者，有借佛的以作养神延寿之所者，有借佛编曲以敲打念唱者，盖夫种种，不胜枚举，总言皆佛教之罪人也。道教弟子有空枯坐而不觉其真者，有不明道旨以气功练就泥丸，自诩为金丹者，有借道观以隐身遁机者，有借道观以为衣食之具者，有借道观以祀营自误人者，有唱道区以作街头之起，以失道雅者，有借几日不食几日不饮自谓其道功者，盖夫种种，不胜枚举，总言皆道教之罪人也。白话，在世俗的观念中，人人常以为所谓的圣人天生就是圣人，而一般凡人怎么可能为圣人呢？所以圣人在这一节的用意，就是要破除天下万事的疑虑。虽然天生就能体悟天道的人固然有，可是相当罕见。至于因学而了解天道，或者经历种种困苦而明了大道的人，那就较多了。依照这三种情形而区分为三圣。三圣在求知的过程中，虽然有立顿的差别，然而一旦成道了道，其境界依然都一样。例如宗圣岑子，大家都认为他鲁钝，可是他却能二六时中，念念不离至道，久而久之就能豁然贯通，因而的受性理心法皆演道统，列于孔门四圣，与至圣共同受到后世的敬仰。然而聪明敏慧的子张则列于贤班。这是什么缘故呢？其中的区别就在于专心致志于道，或是对道漫不经心。现在再以理、气、象三层来探讨。生而知之的人，如果心不专一，则终究会有理落于气；学而知之的人，如果心不专一，则终会由气落入象；困而知之的人，如果心不专一，则终会由象落入欲。所以心能专一是相当重要的。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这三等资质虽然不同，但是如果都能克奉格物，慎心勿于隐为，一旦本性恢复良知，那么其境界则都一样。安而行之的人是一生都极为顺利，没有遭遇任何乖舛的事或颠沛的险境，而能安然行道，进而成道。因利而行之的人，则是感觉行道对后天的利益有所帮助，但是这其中可能隐含有顺考。如果因为种种顺境而忘了继续行道，那么将来可能又会遭遇逆境。倘若在逆境中不晓得自我检讨，就会产生怨尤的心。另一种情形则是早期以为有利益而行道，日后渐渐了解真理，对道的认知不再是以利益为前提，于是就能诚心诚意地实践清明，而达到至善之境。所谓勉强行道的情形，则可能因为受到世俗的垃圾，而认知红尘乃是苦海，世间名利都是枷锁，因而回心向道，看破富贵虚幻，自我勉励地去实践清明，终于能达到至善之境。以上这三种行道的因缘虽然各有不同之处，然而如果都能始终如一，那么一旦道成天上，名留人间，其境界则都是一样的。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自解。子曰：二字眼文。好学近乎知，知好，并去身；耻羞惭也。解。好学近乎知，学何哉？学革致之功，以修内圣。内圣之功学之，作之，以其良之复焉。
力行近乎人，行何哉？行性中所具之五德也。力行五德，五德之首即人，其下义理智信四德，由人生焉，生于人而终归于人矣。知耻近乎勇，耻何哉？天下之人，莫非同胞也。万民迷信，则我自耻，天职未尽也。故圣人临渊履薄，战兢以自持，恐其天职未尽，耻于上天明命。乃一车两马，周游列国，讲道德，说仁义，凡40余载，以尽天职耳。故知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不知耻者，以个人之心为心耳。白话：好学近乎知的学字，即是学格致之功，以修内圣。也就是学内圣之功，实践内圣之功，以其恢复本性良知。力行近乎人的行字，即是实行本性中所具备的五常之德。力行五常之德，则以人为首，其下的义理智信四德都由人衍生，而且都归于人。知耻近乎勇的耻字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天下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我的同胞，万民迷失自信，可以说是我自己的耻，因为我未善尽天职啊。所以圣人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战战兢兢的自我修持，并进而宣扬大道真理，唯恐自己不能善尽自己的天职，而愧对于上天明命。于是圣人以一车两马，周游列国，讲道德，说仁义，历经40余年，为的是尽天职罢了。所以知耻的人，乃是抱着以救度天下为己任的心，而不知耻的人，则以个人的立场为考虑的重点而已。知思三者，则之所以修身；之所以修身，则之所以治人；之所以治人，则之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自解，思作此解。于见前。节解，三者之人勇也，前节助之详矣。吾容众数焉，能知此三者，尽犯我之一身，安可身不修乎？修身曰立本，故本立而道生焉。囊习尧舜垂拱，无位而治天下，治人者非治人身也，化人心，绝人性也。心不化，性不绝，而空治其身，则离道远矣。化人之心，绝人之性，故能治天下国家矣。白话：三者指知、仁、勇三达德。在前一节已经详细注解了，这一节则不再重复。能知道以知、仁、勇三达德来规范我一生的言行，自然能做到修身了。而所谓修身，即称为立本，本立而后即道生。从前尧舜垂拱，无位而治天下。他们治理人群，所注重的并不是限制人们的行为，而是以大道真理教育人心，使人人觉悟本性。因为如果不教化人心，不使人人自性觉醒，而只是治理人生，那么世俗将会日渐远离正道。所以唯有教化人心，使人人觉悟本性，才能谈得上治理天下国家。凡为天下国家有9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公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自解，经，常也。体，谓以我本身处他那境况之心来体谅他。群，众也。子，如父母之爱其子也。来，昭也。柔，辅也。怀者，使彼怀德为威也。节解，经者敬也，人人必由之路。凡为天下国家有9经，曰：何独9经乎？9者数之极，9者阳之首，9者理之分化也。故由1至9者，乃数之始终焉。修身者，一本也，身中乃小天地，假浓云独埋而不清扫，则蔓延滋生，光明小天地而为黑暗小乾坤矣。故君子先修身也，修身立本，以匡天下，其下8经，皆由修身一本所生矣。如身不修，则其下8经难作，其下8经之道，终归结于修身一本。虽名曰9经，其实则1经。
按数论之，乃一生二，二生三，三三见九，九九归一也。尊贤者，前节以助之矣。其人决性于内，贤得意外。我尊其人之贤，则我孝之以绝自性之贤也。亲亲者，前节以助。即亲先后之亲，慎终追远以报先后之大恩也。大臣者，何可敬焉？一生之大臣曰心，故心向道，则信君得位；可惜甚惜贤，心驱邪，则信君失位，乃作奸作恶。一由是观之，心可敬亦可畏耳。流芳百世者，当年做事心也；遗臭万年者，当年做事亦心也。故身中之大臣，敬则向善，纵则趋恶矣。国之大臣曰襄，襄天子为政理民，引君以道，克君心扉。如舜之相尧，与之相顺，夫舜与之为襄者，襄君心也。君臣心心相应，则天下雍雍，万民普普，故人政无他巧计，不过以自性决群性而已矣。故得贤相，而天子上体天道，下察民隐；不得贤相，则天子而闭目蒙矣。相之辅君，由心之辅性也。故敬大臣者，敬贤相，非敬不贤相也。大臣以下及群臣焉。天子者，仪太极也；左右相者，两仪也；群臣者，八卦之变相也；万民者，即卦爻之生生不尽之数矣。盖夫群臣者，中间咸愚，各自不同，在君自性之觉察耳。体群臣之贤者，加群臣之患者，除群臣之奸者，平群臣之愚者，如是则朝纲自整矣。子庶民者，乃以子道事民也。或问曰：君乃天之子，万民亦天之子，君民皆天之子也，君何以子道事民乎？吾曰：非然。天子承天明命，顺天之道，执天之行。盖天子者，即天公之代表。君以子道事民者，乃天以子道事民也；民以亲道事君者，乃以亲道以事天也。夫君以子道事民曰慈，夫慈者，非表面也。君之慈民，其心发于自性，乃以君王一人之性慈，以绝万民之性慈。如此者，始曰大慈也。百公之来者，非盈利以来也，乃慕德以来也。百公之来，则实业振兴；实业振兴，则出产丰富；出产丰富，则货美价廉；货美价廉，则生意茂茂；生意茂茂，则财流源远。百公来之，市民效之，一国其不富强康乐者乎？柔远人，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途矣。怀诸侯者，大德感之，大威治之，德威兼备，则诸侯自怀德为威也。白话今字解释作径，是人人所必须经由的道路路径。本文谈到凡是治理天下国家有九道途径。为什么说九经呢？因为九乃是吉数，也是阳数之首。九也说明义理分化万殊的意义。从1到9是数的起始与终点，而修身就是那一本。一生就是一个小天地，这个小天地假如弥漫了浓云，独埋而不清扫，任其蔓延滋生，那么就由原本光明的小天地一变而为黑暗的小乾坤了。所以君子必须先修身，以修身奠立根本，进而度化人群，而端正天下的风气。继修身这一经以下的8经，可以说都是由修身这一根本所衍生。如果不修身，而想进行以下8经，那么难以实行了。由修身再推行以下8经，那么即是引领众人修其自身，于是8经终究都归结于以修身为本。因此，虽然说治理天下国家有9经，其实只是1经罢了。如果从数来推论，我们可以了解1生2， 2生3，而3胜以3得9， 9胜以9为81，这就是9九归一。也就是9经归于修身1经的意义。尊贤这一件事，先前已经注解过了。
贤人由于能内觉自性，其贤德洋溢在外，我不但尊敬他的贤德，更要效法他的德性，以觉醒我的自性，使自己也能成为一个贤德的人。有关于亲亲，也已经在先前注解过了，就是亲近先天赋予灵性的皇，以及后天生我色身的双亲，怀着慎终追远的精神，以报答先后天的大恩。至于大臣有什么地方值得我尊敬呢？在我一生中的大臣就是心。如果心能向道，那么信君才得以安于本位，达到圣贤的境界。反之，如果心趋向邪道，那么信君便不能安于本位，因而作奸作恶。可见心是多么值得我尊敬，却又是多么令我畏惧啊！我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乃是因为当年的心引领我做善。我如果遗臭万年，那也是因为当年的心引诱我作恶啊。所以能尊敬身中的这位大臣，则能心向善道；如果予以放纵，则趋向于恶道了。一个国家的大臣称为宰相，其职责乃是辅佐天子推行政务，管理万民，并引导君王推行大道，纠正君王不当的措施。例如大舜辅佐帝尧，大禹辅佐帝舜。大舜和大禹身居相位，注重辅佐君心，因而君臣之间心心相印，而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和乐利。因此，所谓仁政的推行，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只不过是以觉醒自性，进而导引万民的本性罢了。所以天子能得到贤相的辅佐，则能上体天道，下察民隐。倘若没有贤相来辅助，则天子在上位，耳目都被蒙蔽了，对民间的种种情形都不得而知。宰相辅佐君王，就如同心帮助本性一般。所以敬大臣，乃是敬贤相，而不是不贤之相。至以大臣以下的臣子，则是本文中所指的群臣。天子代表一太极，左相和右相代表两仪，群臣则是继而演化的八卦，至于万民则代表卦爻生生不尽的数。在群臣之中，难免有忠实、奸诈、贤能、愚钝等不同的情形。而要分别这些不同，则必有赖君王发挥自性的良知、良能去查核，进而体恤贤良的臣子，嘉奖忠贞的臣子，铲除奸诈的臣子，并退愚蠢的臣子。如此一来，则朝纲自然能整顿。子庶民的意思乃是以爱护子女的态度去爱护人民。有的人会怀疑，君王是上天之子，而百姓也是上天之子。君和民不都是上天之子吗？为什么要君王以子道来对待人民，而不是以兄弟之道呢？须知天子秉承上天之明命，顺天之道，执天之行。天子乃是以代表上天的身份而面对百姓，所以君主以子道对待人民，乃是代表上天以子道对待人民。人民以视亲的态度来侍奉君王，其意义乃是以亲道面对上天。君王以子道面对人民，称为慈。这慈不是表面功夫，而是出自于本性自然的流露。君王以一人出自本性的慈爱来启发百姓本性中的慈爱，这样就称为大慈。所谓招来百工，并不是以盈利为手段以及目的而招来，乃是以德招来。招来百工，则能使实业振兴，实业振兴则生产丰富，出产丰富则货美价廉，货美价廉则生意兴旺，于是财流能源源不绝。既然百工能受到招来，则全国百姓都愿意效力，那么一个国家岂不就能富强康乐了吗？能安抚远来的人，则天下的客或都欣喜地出入于其旅途中，举凡观光、金融等等实业都能活络。怀诸侯，则是以大德感化诸侯，以威仪令其敬服，能德威兼备，则诸侯自然感怀其大德，敬佩其威仪。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炫；体群臣，
则事之暴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公，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自解，或乃迷惑。诸父乃博书，炫乃昏迷，劝乃劝化。节解，修身曰立本，本立而道生焉。尊其人，决信于内，贤德义外，则我效之。克奉革制之功，自信乃不受物欲所惑也。亲其先后之亲，报先后亲恩，本也。父以亲亲之道以示诸父，有诸昆弟，则无怨尤矣。尽心则性明，尽乡则国治，信任专一，则又何昏迷乎？体中除奸，量直取用，使群臣各尽其才，各治其宜，则世子养德，贤之礼义之为重也。君之辞系由信中所发，以自信之宏辞起万民之信辞，而君以道待民，则民以亲亲君也。百姓劝者，具先后解之；信者，后天也；信者，先天也。万民互相劝善，则百姓之自信同归于无极而后已焉。来百公以正心实业，则才自足用也。柔远人者，以柔和温让之德，以辅天下之旅，则四方之心归之。大德大威，感之治之，则诸侯怀德畏威，天下莫不畏服也。白话：修身即是立本，本立而后道生。能尊敬一个人修持内性圆满、贤德洋溢于外的人，进而效法他的修身立德，克奉革物、致知之功，自信就不会受到物欲所迷。能亲近其先后天的亲，报答先后天的亲恩，即是报本。再以亲亲报本之道，推而事奉伯、叔等长辈，友爱兄弟、堂兄弟，那么就不会招惹人的怨尤了。能尽心则本性灵明，能信任、尊敬贤良的宰相，则国家大治，自然不会使自己昏迷。能体恤忠良，并除奸佞，衡量资质而拔取人才，使群臣都能各尽其职，各自发挥才华，那么士子仰慕大德，因而都能以礼义为重。君王的宏词是由本性中所发出，凭着自信的宏词，以启发万民自信的大词，并以子道对待人民，则人民自然以事亲的态度侍奉君王。所谓百姓劝，具有先后两种解释：一，姓氏乃是后天用以区分家族；二，人人的本性都来自于先天。万民互相劝善，那么百姓的自信中能同归于无极。能招来百公以正心实业，则货财自然足以应用。柔远人是以柔和、温良、谦让的德行安抚天下的旅人，那么四方自然能归心。以大德感化，以威仪为典范，则诸侯感怀恩德，敬服威仪，天下就没有不敬服了。其民甚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见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胜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时保敛，所以劝百姓也；日审阅事，记秉称事，所以劝百公也；送往迎来，嘉善而今不能，所以柔远人也；既绝事，举废国，治乱迟为，朝聘以时，后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自解，其侧皆反。去，上升，远，好，恶，敛并去身。既，许气反。丙，比景立景二反。称，去身。朝，因朝。自解以解于节解矣。节解，其者，心斋也。何谓心斋？圣心悟，恶亦恶，心源的密，此曰心斋。明者，姓名也。自性原名，被心悟亦恶所蔽，遂失其好矣。故心斋则姓名，斋名二字，简言之，即密心觉性也。圣服者，乃端正其腹，尊严其貌，非礼不动也。心斋姓名，从容中道，非礼之事，乃心悟亦恶之资，又安能动乎？如此则所以修身以立本也。
去谗远色，见惑而重德。按一生来论，谗色者，心物也；惑者，生执也；德者，心源也。是以圣心物，见直身，密心源，如是始足以劝自性也。或问曰：先生前著，以信彼圣，今何又以信彼贤乎？吾曰：万物皆备自性，圣贤于自性密焉。故圣心物曰觉性，屈生物曰密心，直相直曰生矣。性圣性贤者，在人之自密，圣贤以喻之，不过作自性之代名耳。何足问焉？如推于外，即是去小人之谗，远妖扰之色，轻贱财货，贵重道德。如是，则贤人在朝，以劝未来之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乃言先后双亲，各尽其子道之人，在上者应推尊其位，重厚其禄，同其好恶，此所以劝勉为亲亲者。至于亲亲之道，前著详矣。吾容众数，推于亲族之间亦然。官圣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具身内言，大臣者曰心。心正则一臣，一臣则身修矣。一身者，由心之任使也。推外言，大臣之属者众，足以任用，借此推人正。如是，则所以劝勉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具身内言，士者亦与身也。信君忠信以示之。后禄者，厚德也。厚德以节之，使足以劝一身也。推外言，待之以忠信，禄之以厚重，如此则所以劝勉群士也。使民以食，饱敛赋税，万民足衣足食，有暇以修礼义，礼义备，则离绝信不远矣。此所以劝勉百姓也。百公之来，则时业正兴，应以日日审查，月月考试，与彼以量，称彼以事，此所以劝勉百公也。送往迎来，礼也。嘉善而今不能者，仁也。如此，则所以安抚远方之人焉。皆序以决之世系，兴起以废之国都，平治乱者，扶持为者，朝见聘问皆以定时，后其所往而薄其所来。如此，则所以怀诸侯也。白话：其是心斋。何谓心斋呢？就是圣心物于隐为，恶意恶于动机，以寻觅心之本源。名是自性原名的意思。由于本性被心物、意恶所蒙蔽，因而失去光明。如果能心斋，就能使本性恢复光明。斋明这两个字，简单的说，就是寻觅心源，觉悟本性。慎服饰端正其服装，尊严容貌，不合礼节，不服道端，则不妄动。非礼之事都属于所滋生的心物、意恶。既然由于心斋使本性恢复原明，行事从容不迫地符合中道，那么又怎能使非礼之事妄动呢？如此一来，即能修身立本，去谗远色，见惑而重德。按照一生来讨论，所谓谗色都是心物，或即为有形质的色身，德谓心源。谨慎心物，看淡色身以及物质，以探索心性之本源，如此才能升华自性。在先前曾把自性比喻作圣人，本节则又把自性比喻作贤人，这是因为万物都具备真如本性，不论圣人、贤人、愚人，都不外乎自性。圣人胜心物，贤人屈生物，愚人则执着形象。所以要把本性比喻作圣人，或把本性比喻为贤人，则完全看人是否能探求自性而决定。不管把自性比喻为圣人或贤人，其实只是用来做自性的代名词罢了。自性向身外推展，则是摒弃谗言的小人，远离妖娆的美色，看清财物获利，而以道德为重。如此一来，贤良的人就愿意发挥才华，并提拔未被重用的良才。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这一段话是在说明如何嘉许侍奉先天皇以及后天双亲的人。对于各能尽为人子之道的人，在上位者应该予以推崇，
并给予厚重的奖励，还要与他同兴趣，这就是劝勉人们亲爱亲人的方法。至于亲亲之道，先前已经详细注解了，在此不再重复。此外，把亲亲之道推于亲族之间的长辈，也是同样的道理和方法。提供大臣足够的办事官吏，使他有足够的发挥空间，便是劝勉大臣专心办大事的方法。如果向内以一身而言，心就是那大臣。心正则意诚，意诚则身修。意、身两者都是由心所指挥。如果向外以一国而言，群众都是那大臣的部属，都可以任由大臣调用，以推行仁政，这样便是劝勉大臣的方法。对于士、大夫、公务人员等待之以忠信，并给予厚重的俸禄，则可以劝勉士、大夫为国尽忠，为民尽力。这一点如果向内以一身而言，所谓士、大夫指的就义和身。本性明君以忠信的态度来看待义和身，并以厚德作为俸禄，以厚德结合身、义，如此就能劝勉义、身不邪思，不邪行。如果向外以一国而言，君王以忠信的态度对待世人，并给予厚重的俸禄，如此就能劝勉世人尽忠职守。调用民力为国家做事，要配合农时，体恤民力，减轻赋税，爱惜民财，使百姓能丰衣足食后有闲暇的时间、精神来修习礼义。一旦礼义完备，那么离决心就不远了。这就是劝勉百姓的方法。要招来百工以振兴实业，则应日日审查，月月考验各行各业人员的勤、惰、巧、拙等情形，按照技术、能力给予适上当的工作和合宜的待遇，这就是劝勉百工的方法。当远方的宾客来时，予以欢迎接待；离去时也予以欢送，以尽地主之谊，这就是礼。对于善良的人、有才能的人给予奖励加冕；对于才能平庸的人，给予妥善的关怀与帮助，这就是仁。这就是安抚远方人的方法。替绝嗣的诸侯立后代，使其能继续传承；帮助正式废弛的国家，使其复兴；为诸侯国平定祸乱，扶持危难，定时朝见聘问，赐给诸侯的礼物要丰厚，然而对诸侯送来的礼物则乐其诚意而不嫌微薄。这就是感服诸侯的方法。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义也。自解、见前。解，九九归一，数之循环，九经数之中，义理数之源，故九经之道，始于义理。义理者何？真空虚无至尽理欲也。义理深久，久则习习不尽矣。推及一人，则即革至成正之道；推及天下国家，则即修其治平之路也。故成德君子，是破义理生化，活泼圆通，莫不质疑。理之运用，进则修身一本，外推九经，九经终归一本也。一本造极之于理而后已焉。白话：从九圣以九的81，我们可以验证九九归一乃是数循环的道理。孔子谈治理天下国家有九经，九为数之中，义理为数之源，所以九经之道始于义理，也终归于义理。推究原始，可以明白义理乃是指真空、虚无、至尽的理天。由义理而生化众数，以至于九，然后又生生不息的演化。这义理如果从一人来看，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道；如果把义理推及天下国家，那么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途径。所以成德君子能认清义理生化，活泼圆通，无论在何时何地，没有一样不符合义理。而义理的应用，进则以修身奠定根本，进而向外推行九经之道。九经都能推行，则使人人都知道修身立本，因此九经又终归于以修身为本了。人人的一本都完成，则即达到义理的最高境界。凡事预则立，
不欲则废；言前定，则不竭；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就；道前定，则不穷。自解，节，其节反。行，去身。欲乃预备。节乃口疾难言之意。就，病也。穷，尽也。节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须向身内密焉。预者，预先修性；预先修性，必将后天传染之性克除，先天本然之性使能圆明。是以自性复出，推及于用，则凡事无不利也。如传染未克，本然未复，性未欲修圆明，推及于用，则凡事无不废也。言前定，则不竭者，言者非高谈雄辩之言也。故圣人曰：有言者未必有德。囊习尧舜立身行道，以不言化万民，以无畏而治天下。故言之前定曰德，如性未复，则五常之德难显也。是以圣人决性而后，天下后世尊之师之；一言而为天下后世法，一行而为天下后世则，言行皆可作天下后世之前定也。如是以身作言，则又有何解矣？是者，以天下之事为事也，大道大德为事也。简言，即以亲民之用为事，则又有何困矣？前言者，亲民为事之前也；亲民为事之前，曰明德。明德复明，大理圆通，纵处造次，颠沛自任，未因未定，以真理而宜数运，则变困难为安详矣。盖此种种，此圣人所以令人追本故也。行前定者，何也？曰修身。修身前定何也？曰觉性。是以圣人觉性，修身，受天明命，行道以化天下，明道以复群性，使修身推用于行道也。本立故矣，则养不愧天，辅不作人，如是则心中又安有旧病也。道前定者，道生天地，育万物，道有何前定也？道成至极，无复加焉。然在天位真空至尽理，垂降世间以整万民。天道系由理天而降矣。故道与理，乃一而二，二而一也。是以修道之人，先须理穷，穷理方能尽性，尽性则大化无穷矣。白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句话必须从身内解释。预是预先修性的意思。想要预先修养自性，必须先把后天传染的恶习克除，那么先天的本性才能圆明。本性恢复初始的光明，再进而推行运用，那么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能顺利完成。反之，如果还不能克除传染的恶习，本性不能恢复光明，也就是没有预先修养本性，使其光明，那么在向外推行运用时，就没有一样不失败的。言前定，则不竭的言字，并不是指高谈阔论或者是滔滔雄辩的意思。圣人曾经说，善于言论的人未必有得从前尧舜立身行道，以不言之教来教化万民，以无畏的态度治理天下。所以说话或演讲前，先诚心涤虑，发自本性的光辉，诚意的预备，就不会造成颠倒是非、前后矛盾，甚至于说不出话来的情形，这即是心得。反之，如果不尽心思考，使本性不得圆明，则不能把本性所具备的五常之德显扬出来。所以至圣觉悟本性，天下后世的人都以他为尊，以他为师。他发自本性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为天下后世所效法；他发自本性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为天下后世所遵行。总之，圣人的言行都可作为天下后世言行的依据。像这样以身教做言教，又怎会有前后矛盾的情形发生呢？事前定则不困的事，是指三曹普渡之收圆大事，是大道大德之事。简单的说，也就是指亲民之事。
那么清明之事有什么困难呢？我们知道清明为收元大事的前提，而清明的前提则为明德。一旦能得遇明师指授本来，明德自信恢复灵明圆通，则纵使身处于造次颠沛之境地，也能安然面对，泰然处之，以真理改变运数，化转困境为安详。这是圣人希望人人求道，寻求本来的原因。行前定是指什么呢？就是修身。而修身的前定是什么呢？就是要觉性。圣人也是由觉性、修身而领受上天之明命，进而行道以化天下，明道以复群信。从修身开始，而向外推行大道于天下。能以修身为根本，根本稳固，而行道于天下，既不愧对上天，也不愧对任何人。那么心里面怎会有任何的后悔呢？何谓道前定呢？大道既然生育天地，欲化万物，那么大道有什么前定呢？道实在是至极，不能再为道添加任何事物了。虽然道在天为真空至尽的真理，然而如今面临白阳三奇，上天特为垂降天道于世间，以救三曹众生。由这一点来讨论，今日普传于天下的天道乃是由理天而降，所以道和理的关系是一体两面。因此，修道的人首先必须知道理天为灵性之故乡，灵性在理天时称为理，赋予人则称为性。了解真理而后才能发挥本性之光辉，则灵性之光辉与大化无穷的理天乃合而为一。在下谓不惑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惑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惑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成；不顺乎亲矣，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乎身矣。自解惑的也。解在下谓不惑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此言在下谓者，心未正，身未修，忠信未立，故不得上者之信仰，即不惑乎上心，则不可以治民也。然惑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惑乎上矣。或问曰：信乎朋友即可以惑上心乎？吾曰：然。何知其然也？信者，五常之根，自信不复，则五常不显；五常不显，大信又安所立乎？总言，首须觉性，虑五常以行道，则大信昭着矣。信者，四德之中，通四端，兼万善，此信一立，四德备矣。如是又安能不惑其上心乎？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上段言，信不复则信不立。大信，信中所具；顺亲之道亦信中所具也。是以顺亲心，养亲身，如是则顺亲之道备矣。夫孝者，八德之首。孝为体，其下为用。顺乎亲者，未有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成，不顺乎亲矣。夫事亲者，真诚也。故贫贱以事亲，疏水承欢以悦亲心，此所以顺亲之至诚，而不在富贵贫贱焉。是以欲顺乎亲，必先自省与否。夫至诚者，始终如一也。如无至诚，则顺亲之道，生恐有始而无终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乎身矣。善者，性善也。性本纯善，不过受器物所蔽，遂失真矣。如克奉革制之功，以复其良知，至诚始能立定也。至诚立定，始曰真知，有真知始能真行也。嗟乎！至圣千言万语，以觉性为宗，故克名性善者，本也。性善复明，则至诚常昭；至诚常昭，则顺亲之道，方能始终不改出至而如一焉。故顺乎亲之人，以精明德富，五常显，安有不信乎朋友之说？大信昭著，四德遂备，未有不惑乎其上心也。总言，本立而道生，体固而用并焉。白话：
在下位不惑乎上，民不可得而治。这一句话在说明下位的人因为心未正，身未修，忠信未立，所以不能得到上位者的信任，也就是不能获得上位者的信心，那么他就无从发挥经世济民的才能。要获得上位者的信心，有其正当的途径，那就是要先得到朋友的信赖。一个人如果不能得到朋友的信赖，那么便不能获得上位者的信任。有的人不禁会怀疑，难道得到朋友的信任，就可以获得上位的信心了吗？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信是五常的根本。如果不能明白自信固有之所在乃是中央物己土，不知性居中，统四端，兼万善，即本性不能回复原名，那么五常之德即不能显扬。既然五常之德不能显扬，那么又如何能安稳地建立大性呢？总而言之，首先必须觉性，明白真性之所在，从而遵循五常之德而行道，那么大性就能招着了。因为性位于人，东方甲乙木义，西方庚辛金理，南方丙丁火至，北方人癸水，四德之中央，物己土，所以性通人义礼智四端，并兼备万善。既能得天道明师指授这中央物己土，真性立定，则人义礼智四德就都完备了。所以前贤常说的一万事毕。从此继而遵循五常之德而发扬本性的光辉，又怎会得不到上位者的信心呢？而要得到朋友的信赖，也有正当的途径，那就是顺奉亲心。一个人如果不能顺奉亲心，那么便得不到朋友的信赖。上一段我们谈到，如果不得名师指授本来，则本性不能复明，同时也就不能建立大性。那大性是本性中所具备之德性，而顺亲的孝道也是本性中所具备之德性，所以人能发挥顺亲之孝道，而顺从亲心，奉养亲身，以完成本性所具备的德性。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中，以孝为首，以孝道为本体，而以下七德则为孝道的推广应用。所以能够顺养亲心的人，因孝道的推广而为信，因而没有得不到朋友所信赖的情形。要顺乎亲心，也有方法，那么是反省自己是否真心诚意。一个人如果不以真心诚意去侍奉父母，终究得不到父母亲的欢心。所谓侍奉父母亲，贵在一点真诚。所以虽然贫贱的人，也能以一颗豆、一滴水，真诚的侍奉，而博得父母喜悦之心。这就是顺养恩亲的至诚所致，其关键并不在于富贵贫贱啊。所以在奉养恩亲时，必须先反省是否至诚。而所谓至诚，就是要求能始终如一。如果没有至诚，那么顺亲之道，恐怕就会有始无终了。反身而成的方法，就是要明白至善之理。如果不明白至善之理，那就无从反观自性了。这个善字是指性善，自性原本是纯善无恶，不过因为受到气柄、物欲所蒙蔽，因而迷失了本来面目。如果能克奉格物致知的方法，以恢复本性之良知，然后才能立定至诚。立定至诚以后，才能真知，有真知，也才能真行。至圣所说的千言万语，不外乎叫人以觉性为宗。能够明了本性至善之地才是根本，纯善的本性回复原名，就能常报至诚，能至诚报守，则顺奉恩亲之道才能始终不改变。所以一个能真诚顺亲的人，基本上他已经是回复明德本性、五常之德显扬的人，那么怎会得不得朋友的信赖呢？既然奠立了这样的大性，仁义礼智也都完备，那就没有得不到上位信心的了。总而言之，必须由于根本的奠立，才能使人生的旅途畅行无阻，不但本体完整坚定，而且也都能应用得宜。
成者，天之道也；成之者，人之道也。成者，不勉而终，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成之者，则善而固执之者也。自解、中，并去身。从，其容反。从容者，出乎自然之意也。固执者，坚持抱定也。成者，自性所发之至诚也。成之者，乃收心源，复一马，恒心立定，人心所发之诚也。故自性所发之至诚者，天之道也；人心所发之诚者，人之道也。节解，自性所发之诚，则从容不迫，顺乎自然，无过无不及，是乎中庸之大道。若非觉性者，安能到此也？人心所发之诚，生恐乎作乎辍，如其恒心立定，效复圣之，则一善则全福音之功。如是由人心之诚恒，亦可见趋于自性之至诚，及其登峰造极义也。白话：由自性所发的诚是谓至诚，发乎至诚，则行事能从容不迫，顺乎自然，而且无过之也无不及，合乎中庸大道。像这样的境界，如果不是觉悟自性的人，则是难以达到。在未觉悟自性的情形下所表露的，乃是由人心所发出的诚。这样的诚，唯一令人担心的是忽而前进，忽而停顿。不过，如果能立定恒心，效法圣贤的一善则全福音的态度，那么也能因为由人心所发出的诚心、恒心，而渐渐趋向显露自性的至诚，有朝一日所达到的境界，也会和前述一样。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自解，博者宽广也，审者考察也，慎者小心翼翼也，辨者分解也，笃者诚实也。节解，此五者乃修性之阶梯也。首曰博学，夫博学者，非所以博览群书也。然既非博览群书，何以称其博学乎？夫学者，三纲五常之学也；夫博者，依照纲常真理实地力行，修己身，推于四海，始谓博也。然欲学纲常，修己身，以纲常真理博推于四海，必须先审问焉。何曰审问？即确实考察纲常真理何在，考察精详，然后问己之至否坚，问己之行否立也。然欲审查问己，必须加以慎思。何曰慎思？即谨慎思想，以分纲常之大，纲常之小也。我切借关帝当年之始，以解纲常之大小焉。盖关帝当年之在位时，而身不殉国，即谓不忠乎？兄弟拆散，即谓不义乎？吾曰：非然。盖关帝之身不殉国者，以其重任未泄也。重任未泄，虽欲殉国，其可得乎？故从权以在位者，正其凛凛之大忠也。如其当时殉国，而不顾权一身重任，则即谓之小忠矣。兄弟拆散，乃不得已也。然而身虽在位，心随其兄，不以兴恩而忘旧义，猝然报恩已去，此所谓富贵虚荣，不足以牵摇其心也。昭昭大义，真无以复加其上矣。如其当时殉国，兄弟中途为盟，而不顾全汉室存亡，则谓之小义也。故纲常之大小，不可不明辨焉。明辨而后，使能笃行，以舍其小而取其大也。夫行不笃，人系为明辨清楚，人系为慎思精详，人系为审问确实，人系为博学广大。如其以上四条，各是中道，则谓有行之不笃也。白话：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五项是修性的阶梯。第一项博学的意思，并不是一定要博览群书。既然不是博览群书，那么何以要称为博学呢？这里所说的学，乃是三纲五常之学，而所谓博，则是依照纲常的真理，实地的去力行，由修己身，力行纲常伦理，进而把纲常伦理推行于四海，如此才能称为博。
然而要学纲常，修己身，并把纲常伦理广泛的推行于四海，则又必须先审问。何谓审问呢？就是要切实的详加考察纲常真理存在那里。经过了一番精细的考察以后，再扪心自问自己学纲常、行纲常的意志是否坚定，自己是否能切实的致力于推行纲常。而在审查、扪心自问的过程中，则又必须加以慎思。何谓慎思呢？那就是要谨慎的思考，以分辨纲常的大小节。在此以关圣帝君在三国时期的历程来解说纲常的大小节。当年刘皇叔在小沛败阵而投奔袁绍时，关帝仍保护二位皇嫂，死守下邳，最后却受困于土山上。曹操爱惜他的赤胆忠臣，而命张辽劝降。关帝乃提出3个条件：一，他所投降的对象是汉朝，而不是投降于曹操。2. 要求曹丞相依然按照刘皇叔之官俸，送给刘备的2位家眷，且不准任何人到2位皇嫂的住所。3. 只要一有刘备的消息，无论路途多远，一定要去找他。曹操接受了这3个条件后，关胜乃于请示皇嫂之后，才带领所剩之兵马去见曹操。曹操每隔3、5天便设宴款待关胜，送给他金银绫罗绸缎以及美女，关胜却全数送到内宅给2位皇嫂。过些时日，曹操见关胜的马太瘦弱，就把以前吕布所骑的赤兔马送给关胜。关胜欣喜接受的说：“丞相送我的这匹良马，可以日行千里。我有了它，只要一得到皇叔的消息，就可以骑上这千里马，很快的找到我大哥了。”果然，关胜一得到皇叔的消息，在当面见不到曹操的情形下，送出辞行信后，就把曹操送给他的金银物资一一打包，并加上封条，留在库房之中，而且连那颗汉寿亭侯的官印也好端端地放在大堂上。请2位皇嫂上车后，便骑上赤兔马，提着青龙偃月刀，带着原有的兵马，一路过5关，斩6将，寻找皇叔而去。关帝当年身在曹魏，而不能以身殉国，可以说是不忠吗？兄弟拆散，可以说是不义吗？其实不能这样看待。关帝之所以不以身殉国，乃是因为他深知还未完成重任。在重责大任还未完成的状况下，怎能轻易的牺牲生命呢？因为有这样的顾虑，于是他且孤顺应时局，委身于曹营，这正是领领大忠的表现。反之，他如果在下邳受困土山时就以身殉国，而不顾全一生的重任，那么就称为小忠。在当时兄弟拆散乃是不得已的情形，然而他虽然身在曹魏，心却永远追随兄长，并不因曹操对他的新恩而忘了兄弟的旧义，也不因为报答曹操的恩惠而放弃兄弟的情谊。这种不因富贵虚荣而动摇心志的大义，实在无法以言语形容。如果他当时就为国牺牲，那岂不是中途违背了桃园结盟时那同生共死的誓言，而且也就不能顾全汉室存亡的责任了吗？这样就称为小义了啊！所以有关纲常的大小节之分，不能不明辨清楚。明辨以后，才可以切实的去实行，也才能舍小节而取大义。这其中如果有施行不够笃实的情况，那就是上述明辨的步骤做得不够明彻，同时也是思虑未见周详，审问未见确实，博学莫道广大的原因。如果上述4项步骤都能做到合乎中道，那么就不会有施行不笃实的情形了。有夫学，学之弗能弗错也；有夫问，问之弗之弗错也；有夫思，思之弗的弗错也；有夫辩，辩之弗明弗错也；有夫行，行之弗笃弗错也。人亦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自解，错者舍也。
解解，此节谨承上文，是以有志于圣功者，须先恒心立定，求其彻始彻终而后已焉。故不学则已，学则认真，不能认识真伪，不可中途割舍而弗学也。问者，好问也。顺好问而好察而言，故孔子称其大知焉。须知学问者，即是求其所以好问也。凡天下之事，皆我所知，然一人智慧有限，必须好问增智，以匡不殆。故不问则已，如问不求真知，不可中途割舍而弗问也。思者何也？思圣贤之道，思三王之政，思而弗得，与不思同。故不思则已，思须求其所得，如思无所得，则不可中途割舍而弗思也。理不辩不明，道不言不深，此辩先向身内密焉。理与欲辩，孰邪孰正，孰真孰伪，自须分辨清明，而后理纯欲消矣。然身外之辩者，如一物一事，真理欲焉。而我分辨，互相问难，终结真理明动而后已焉。故不辩则已，如分辨真理未明，不可中途割舍而弗辩也。是以学、问、思、辩皆能次第作去，则心无疑矣。断疑性自身焉，大信立定后，则笃实力行而不习也。所以行之不笃者，人系学未真，问未知，思未得，辩未明也。故不行则已，行不笃诚确实，不可中途割舍而弗行也。果如是焉，纵天资不敏，灵机稍钝，只要诚、恒、兼三字抱定，人亦能知，几百之，人十能知，几千之，及其成功亦也。白话：所以有志于圣业的人，首先必须立定恒心，要求自己一定要由开始到结束都能贯彻到底才可以。所以如果不学习就算了，一旦要学习就必定要认真，假如不能认清真假，就不可以中途放弃而不向学。审问的问字有好问的意思，例如大顺喜好发问，而且爱好审查浅近的俚语，因此孔子称赞他具有大智。我们必须知道，所谓做学问就有要求发问的意义。凡是天下的事物，都是我应该知道的。然而我一个人的学识总是有限，所以必须靠着好问来增加我的知识，进而纠正我错误的见解。所以如果不问就算了，一旦发问就要抱着不达到真正明白的地步，绝不中途罢休的精神。慎思要思考什么呢？当然要思虑圣贤之道，以及三王之政。要知道，如果经过思考却没有获致心得，那么和没有经过思考是一样。所以如果不思考就算了，一旦思考就必须要有心得，如果没有心得，就不要中途放弃。真理不经分辨则不能明晰，道理不加研究则不能深入。这里所要明辨的方向，乃是要先向身内寻找，去分别真理和欲望，那一项为邪，那一样为正，那一项为真，那一样为假。自己必须把理、欲分辨清楚，然后理自然纯正，欲自然消失。其次，辨明身外的一事一物，明白事物物之中都存在真理，人与人之间互相研讨，最后使人人都能对真理洞悉分明，这样才可以。所以如果不辩就算了，如果要辩，不到真理明彻，就不要中途停止。按照学、问、思、辩的步骤一步步的去做，那么心中渐渐没有疑虑，断除疑虑以后就能建立信心，大信立定以后，就能笃实的力行而不停息。其中如果有施行不笃实的情形，那便是学的不真实，问的不真知，辩的不真明。所以如果不施行就算了，一旦要施行，不达到真诚确实，就不要中途放弃。果真能这样，那么纵使天资再怎么不好，灵机比别人迟钝，只要能抱着诚、恒、坚的信念，别人一次就能完成的事，而我经历100次也总可以完成，
别人做10次能完成的事，而我做1000次也总可以办得到吧？不论1次、10次、100次或者1000次，其结果都一样是成功。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自解，果者一定也。明者则善之功，强者固执之效。解，愚者非信愚也，不过受后天传染，遂失其先天本然矣。果能依照此道，专心精益，则波气喻之于暗，以显露自性之极大光明也。柔者非性柔也，乃心无真知，故行之不利，以致优柔不易也。果能依照此道，则心有真知矣。有真知而后心具真行焉。如是，则转优柔为强义矣。白话，所谓的愚并不是真的愚笨，只不过由于本性受到后天传染的习性所蒙蔽，因而迷失了他那先天本然的自性罢了。这种情形如果能依照上述的方法，并且能专心精一地向前迈进，那么就能渐渐地剥除因为受到气柄、物欲所造成的愚昧、昏暗，而显露出自性的极大光明。所谓柔也并非指自性柔弱，而是由于对天道、对名师没有真正的认识，因而不知如何力行大道，以致在行道的历程中优柔不前，意志不能坚定。这种情形如果也能依照上述的方法勤于研究圣学真理，那么渐渐对道、对师有正确的认知，有正确的认知以后，则能真实的力行大道。这么一来，也就把优柔的态度转化为坚定刚毅了。地念1章，自成章。自成名，谓之性；自名成，谓之教。成则名矣，名则成矣。自解，教，备圣化也。解，成哉，天地也。是以40行焉，百物生焉，历千秋万古而不变其度，此所谓至诚不息矣。欲效天地之至诚者，则必先立至恒之心；欲立至恒之心，必须先固至坚之念。如是，则始足以效天地之至诚也。至诚不息，以克奉革制之功，则自性复其原名矣。孔孟乃成则明者，由明德之体而外推亲民之用。故报悲天悯人之宏愿，以济生民之道玄，历尽诸间，不屈不挠，乃发自性之至诚，外推于亲民之用，故能艰苦奋斗，以绝后绝也。明则成者，乃受圣之教，心源明动，然后诚心立定，以其觉自性也。成则明者，圣也；明则成者，贤也。或问曰：成则明，明则成，不过一翻一覆而已，而从何典以判圣贤乎？吾曰：成则明之明者，乃自性原明之明也。故效天地至诚，克念作圣，以原明自性也，此非圣而合。明则成之明者，乃明心之明也。明心者，屈生物于昭著也。明心而后，则成立定。然心者，有动有静，生恐有转移之余，此非贤而合。然贤者，始终抱诚，以明其心，则以渐趋于觉性矣。及其登峰造极义也。白话：天地有成，所以春夏秋冬4季依时运行。大地的事事物物生生不息，纵使历经千秋万世，依然不改变其运行之规则，这就是所谓至诚不息。人居天地之间，与天地并列为三才，为万物之灵常，也应如同天地一般至诚不息。然而人要效法天地之至诚，就必须先立定至恒的心，而要立定至恒的心之前，就必须先建立至位坚定的信念，如此就足以效法天地的至诚，并且能至诚不息地奉行格物致知，以达自性之原明。例如至圣孔子、雅圣孟子都是诚则明的典型。他们由明德本体出发，进而向外推行亲民之用，抱着悲天悯人的宏大誓愿，去济度深陷于道玄之苦的同胞，即使历尽了诸多的艰难，其意志依旧不屈不挠。
这是由于发自本性的至诚而推行亲民之用，所以能艰苦奋斗，以唤醒人在沉沦的众生。至于明则成的例子，则是由于接受圣道的教化而明白自性固有之所在，然后立定诚心，以期许觉醒自性的情形。能成则明是圣者的表现，而明则成即是贤人的情境。可是诚则明，明则成只不过是诚和明两个字翻来覆去而已，竟就从那一个角度来判定圣贤呢？其实诚则明中的明字是指自性原明的明。由于自性原明，所以能效法天地的至诚，克除杂念以尽圣境。如此的自性原明，如果不是圣人的境界，那么又会是什么呢？至于明则成的明字，乃是指明心，也就是屈生物于昭者的做法。由于屈生物于昭著而明心，进而也就能立定诚意。然而心却是有动有静，所以虽然立定了诚意，恐怕还会有转变的顾虑，这就是贤人的状况。然而贤人在先的后修的日子里，如果自始至终都能抱定真诚的去明心，逐步的向觉性的路程前进，也能攀登最高境界。地念2章，尽性章。为天下至诚，未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矣。自解，尽乃达到极点之意。赞，由助也。化乃变化。参作其解。解解，大哉！至诚之道也。唯能效天地之至诚，以觉自性于原明者，则能尽性中之能事也。然性中有何能事？曰五常，虑自性五常，以外推亲民之用，此谓自性之能事矣。故自觉而后觉人，唯能觉自性，所以能觉群性，以尽人人自性之能事也。是以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物者有生习之万物也，万物行与我殊，而理则异也。所谓尽物性者，即顺物之性，以尽其所能也。如是，则天地的位，万物的欲，人物各尽其性矣。然物何以尽性？有犬马以供人使，顺其性以尽其能，而不强其性者，此谓尽物之能事矣。然何谓顺物之性？何谓强物之性？如驼负百钧，以负一粒，驼与蚁之所负虽悬殊，而其尽性之所能则异也。强物之性者，如杀万物以自口腹者，乃强物之性也。天生万物以待人负劳，供人所使，非令人以自口腹也。然物性之所能事，亦非作人人口腹物也。故杀万物以自口腹者，则谓强物之性矣。顺物性以尽其能事，曰大化之道也；强物性以作口腹之物者，曰大恶昭著也。世人宜注意此点为要。是以觉自性以尽自性之能，而外推亲民，以觉人人之自性，使人人尽其自性之能事。如是，则大化时与，万物各得尽其性矣。此天地之中和正气也。至天地之中和，则可以赞助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助天地之化育，则我位列三才之一，大化之德，可配天地焉。如此，则可以与天地同齐，日月同明，四时同序，鬼神同吉凶也。虽天地清现，而我自性长存而不没也，则与无极真理合而为一矣。白话：至诚之道是多么伟大啊！人唯有效法天地至诚的精神，以觉醒自性，恢复本性原明，进而就能发挥自性的良能。那么自性有什么良能呢？那就是五常之德。遵循自性中所具备的五常之德，而应用于推行亲民之事，就是在发挥自性之良能。所以人求道以后，明白了本性固有之所在，更需要度化周遭的人，使他人也能明白自性。
换一句话说，唯有求了天道而明白自性的人，才知道如何度化他人，使人人都能发挥其自性之良能。既然能使人人发挥自性，也就能使万物发挥其各有的功能。在天地间生生不息的万物，虽然形体与我不同，然而却都是因道所创造，其造化的真理与我相同。所谓尽物之性的意思，就是顺应该物之特性，使它发挥应有的功能。如此一来，使天地间气数平和，万物繁衍不已，人与物都能在天地间发扬本性，发挥各自的功能。那么物类在天地间如何发挥功能呢？例如犬能守护，马能行远，人顺应其性，而不勉强其性，这就是尽物之性。如何是顺应其性呢？又如何是勉强其性呢？例如骆驼能背负100斤，而蚂蚁只能搬运1颗小米粒。骆驼和蚂蚁所背负的分量虽然相差很大，然而要以发挥本性而言，则并没有两样，这就是顺应其性。而所谓强物之性，就如宰杀生物，以满足人的口腹之欲，就是一个例子。须知天地生养万物，乃是要让物类供人驱使，代替人类操劳，以达到替天治世的目的，而不是让人满足口腹之欲。既然物类的特性不再让人满足口腹之欲，那么人宰杀万物以满足口腹的做法，就是强物之性。顺应物性使其发挥功能，就称为大化之道；而勉强物性以满足口欲，则是招助之大恶。世人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才要紧。人求道以觉悟自性，发挥自性之良能，进而推行亲民度化人群，使人人也能明白自性，发挥人人自性之良能。如此则如同大化时雨，使万物在天地之间都能各自发挥其功能，使中和正气充满天地。既然能使中和正气充满天地，那么也就是人类发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人类能够赞助天地化育万物，即能与天地并称为三才。人类大化之德可以与天地生化之德相配合，如此即能与天地同期，与日月同明，与四时同序，与鬼神同吉凶。纵使有朝一日天地都倾现了，而我的自性依然能长存而不消失，那就是与无极真理合而为一的境界。地念3章，其次章。其次至曲，曲能有成，成则行，行则者，者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为天下至诚为能化。自解其次，通大贤以下，凡成有未至者而言也。至，推至也。曲，亦偏也。行者积中而发外，者显然彰者也。明者光辉发跃之盛也。动者诚能动物。变者物从而变，化则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解，既不能效天地至诚之人，只要推进曲折之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专一精诚后，久之则成于中，行于外，一修则显然昭者矣。如是则自性圆明，自性圆明，则活泼流动，气象万千，生生变变，由神龙之不可测，由变而尽极于化。孟子曰：大而化之谓圣，此之谓也。故为天下至诚者，未能化，如其次者，按照曲折功夫以养其至诚，及其以上功夫逐步走到，至变而化，复能推化于外，以实践亲民圣功，则与圣人大化同矣。白话，即使不能效法天地至诚的人，只要能发挥曲折之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如此专一精诚，久而久之也能把内心的诚表露于外在，进而显然昭者，自性圆明。自性圆明而后则活泼流动，其中气象万千，生生变变，犹如神龙之不可测，这就是由变而达到化境。孟子说大而化之谓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天下至诚为能化。
至于其次仍未达到至诚的人，则可以按照曲折之功夫，以涵养至诚。等到逐渐迈向上述的地步后，自然能达到因变而化的境地，并进而把这种化境推行于外，以实践亲民之圣功。那么也就与圣人大化之德一般了。地念4章，前之章。至诚之道，可以前之。国家将兴，必有真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师规，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自解、见、应现。真乃吉，祥乃瑞，皆福之兆；妖乃利，孽乃昧，皆祸之基。师所以示，规所以补。神者圣而不可知之谓也。解为其能效天地之至诚，本乎至诚之道，以绝自性者。自性原明，而真于理，如是则我所秉者理也。人间祸福者数也，以理而推及其数，安能不明察秋毫之末乎？故天降祸福，我欲知之；国家兴衰者数也，数之所定，非大德大善之人不足以婉转数运也。国家将兴，天必预兆真祥，如凤鸣其山，天诞圣主是也。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如妲己或鹰，褒姒或周，骊姬或晋是也。祥瑞妖孽皆天降之，我具至诚与天地同齐，祸福之福基，则遇之而无疑也。是以真祥妖孽，必借物以警示。师规者，是皆灵物也。故吉凶修旧，见乎其间矣。四体者，君王之一生也。国之将兴，圣君一生之大德意外，真吉祥瑞现于一身；国之将亡，暴君一生残恶表外，妖厉孽魅亦现于一身。夫此者，皆极隐极为之事，非至诚之人不能预知之，以其洞察隐为也。是以至诚如神明焉。白话：人唯有效法天地至诚的精神，本着至诚之道以觉醒自性，使本性回复原明，而符合真理。如此，我所秉持的乃是真理。至于人间的一切祸福都在气数之列，能够以真理推演，又怎么不能清清楚楚地察知秋毫的末梢呢？所以天降祸福，也都可以由真理演绎而得以预知。国家的兴盛或衰弱也是数所定，如果不是大德大善的人，无法改变数运。然而当国家兴盛时，上天必定预先显现真祥的征兆，例如凤鸣于其山，预兆上天降生圣明之君主文王；国家将衰亡时，则必定有妖孽的征兆，例如殷商末叶有妲己迷惑纣王，西周末叶有褒姒迷惑幽王，以及春秋时代骊姬迷惑晋献公等等。不论是祸或者是福的先机，都能有理推演而毫无差错的预知。所谓真祥、妖孽，都是上天假借事物以警惕世人。例如尸草、灵龟，这些都是灵物，吉、凶、修、就都显现在其中。四体指的是君王一生。国家将兴旺时，圣君大德洋溢，真吉祥瑞显现于一身；国家将灭亡时，暴君残恶表露于外，妖厉孽魅也显现于一身。凡此种种都是极为隐秘、极为细微的事，如果不是至诚的人，不能预知。因为至诚的人具备洞察隐微的良能，所以说至诚如神，这是相当明确的。地念5章，诚者章。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自解，道也之道应道。解，是以至诚者，所以自诚其性也。道者，五常之德，五常之德，身须虑而行之，始足以谓道也。白话：因此，至诚的人能自我成就本性。道具备五常之德，然而五常之德必须身体力行，如此才能称为导引自性，也才称得上修道、行道。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自解，见前。
解解，天地为以至诚不息，所以40行而百物生。物之始，生之长之，皆天地至诚所致；物之终，收之缩之，亦皆天地至诚所致。如天地无至诚，则无物矣。是以诚得君子，其所以诚自得者，乃以诚为贵也。如不以诚为贵，则安能曰诚得乎？白话：天地之道，其实不过是至诚不息。因此春夏秋冬四季循序运行，而百物自然生生不已。当春夏百物之所以能欣欣向荣的生长，乃是天地至诚所致，以至于秋冬百物收缩的景象，也都是天地至诚所致。天地如果没有至诚，那么天地间就不能成就任何事物。所以修道君子之所以能成就自信之德，乃是因为以诚为贵。反之，倘若不能以诚为贵，那么怎能称为诚德的君子呢？诚者，非自诚己而已也，所以诚物也，诚己，人也，诚物，知也，信之德也，和外内之道也，故实错之疑也。自解之，去生。错者失也。解解，夫至诚之道，非自诚己以独善其身也，乃由自诚而后，以兼善天下也。诚己者仁也，夫仁者，乃性之别名，简言即觉自性矣。诚物者，乃普照我自性之大智慧，以觉群性也。是以诚己诚物，皆我自性五常之德所应尽之本质耳。然外曰诚物，内曰诚己，其道异也。因其内外之道，皆系由至尽空洞真理所生，所以错失因时、因地、因人而质疑焉。白话：至诚之道，并非只是自我成就而独善其身就算了，更必须继而做到兼善天下的目标。成就自我是迈向仁德的途径，而所谓仁德也是自信的另一个称呼。简单的说，诚己就是求道而觉悟自信。而诚物的意思乃是发扬我自性大智慧，去度化人群以唤醒众生的本性。由此可见，不论是诚己或者是诚物，都是我自性中的五常之德所应尽的本质罢了。向外度化众生称为诚物，向内成就自性则称为诚己。然而不管诚物或诚己，都不离一个道。由于内外之道都是源于至尽空洞的真理所生，由一理而生万法，所以诚己、诚物的一切错失因时、因地、因人而质疑。地念6章无习章，故至诚无习。自解习止也。解解，或问曰：至诚无习者，即不死不休乎？吾曰：非然。如君言不死不休，则死即休矣。夫至诚之道，在人生时，诚己诚物，皆所用以至诚之道也。在人死后，生死性未死，此生死，此性仍存至诚，以昭昭天地之间。天地清现，人以至诚与无极真理相合，同垂万古不朽也。白话：所谓至诚无习的意思，并不是说人只要抱定至诚就可以不死不休了。人生在世要诚己诚物，必须秉持至诚之道，这一点我们已经明了了。至于人的死，其实只不过是肉体毁坏，一点灵性则依然秉持至诚，光辉常照天地。即使有一天天地也都毁灭，人的一点真性依旧秉持至诚，并且与无极真理相合，虽历经万古也不朽。这就是至诚无习的意义。不习则久，久则真，真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自解，真者推外而有实验也，悠长也；悠远者时间性也，高明博厚者乃天地之本体也。解解，至诚不习，始终不渝，则所以长久，所谓天长地久是也。久之则有真验，曰何真验耳？一者自身中正，二者自性圆明，此即至诚之真验也。有此真验后，则必越悠久远博矣。
悠久远博，则大德可配的之厚薄，大道可配天之高明矣。白话：如果能够至诚不息，自始至终都不改变，则能维持长久，这就是天长地久的原因。能维持长久的修养德性，则自然有真验。有什么真验呢？第一，自身中正；第二，自性圆明。这都是因为至诚所得到的真验。有了这些真验以后，就更有抱定恒心的意志，那么就更加能维持长久，德业也就能累积的广博而且深厚了。既能很久的修持，又能广博深厚，那么其大德就可以配得的厚薄，其大道也可以配天的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复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自解，载者众之身之也。富者长之欲之也。节解，为其地能宽博厚重，所以种之生之以载物也。为其天能高大光明，所以长之欲之以复物也。为其天地之悠远长久，至诚不息，所以能成全万物也。白话：因为的宽博厚重，所以大地能种植万物，生产万物，承载万物。由于天的高大光明，所以天能长养万物，育化万物，佑护万物。总之，因为天地的悠远长久，至诚不息，所以能成全万物。博厚配的，高明配天，悠久无疆。自解，配乃何德？疆乃边界。节解，道德经云：人法的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法地者，效法的之宽博厚重，以自修其博厚之德，故可以配的也。既修其至德以明至道，则可以配高明之天矣。人列三才之一，故能法天象的，然欲造此部，必须悠久无疆也。欲悠久无疆，必须先立恒心。何谓恒心？坚念是也。何谓悠久无疆？至诚不息是也。是以至诚之道，作至极风，则遇和而和。是以遇圣而圣，遇佛而佛，遇仙而仙矣。无量无边，莫可限制也。白话：道德经说，人法的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人法的，是在教人效法大地的宽博厚重，而修养自己那博厚的德性，如此才能与大地合德。既然能修养至德，进而凝至道，那么就可以与高明的天合德了。因为人和天地并列为三才，所以人能法天象地。然而要达到法天象的，与天地合其德，就必须做到悠久无疆。而想要能够悠久无疆，就必须要先立定恒心。那么何谓恒心呢？就是坚定的意念。又何谓悠久无疆呢？那就是至诚不息。只要把至诚之道做到最高的境界，那么要达到什么目标就能达到什么目标，想要成圣就能成圣，想要做佛就能做佛，想要成仙也能成仙。其境地无量无边，不可限量。如此者，不见而彰，不动而变，无为而成。自解，见应现。彰乃彰明昭著也。节解，如此者，则不其表现而自彰明，不其动作而自变化，不用自己作为，而能成人成物矣。何故？乃大化之效耳。由文王之纯德，诸侯不教而牧，此乃备其大化之效也。盖天下之民亦不治而牧，此亦备其大化之所效也。夫悉其之陈述所备者，德也；诸侯以及其陈述所备者，化也。是以文王无位，而诸侯响应，人必孝顺。促至武王，以继先王之纯德，而己亦修其大德。故奉天诏罚，以诛无道之纣，而受天明命，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以成万世圣机，此无为而成也。白话：如此尽德修业，虽然没有期望有所表现，然而德性却自然彰明，不必自己有所动作，也自然能变化，
不需有所作为，而自然能达到成己、成人、成物的地步。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大德感化所致。例如文王纯一的德性，四方诸侯虽然没有直接受他教化，却都敬仰他，这是蒙受大德感化的效应。同样的，天下百姓虽然不是全都在他的治理范围内，然而也都仰慕他，这也是由于蒙受大德感化的效果。其中在西岐的大夫，百姓所蒙受的是文王的恩德；至于四方诸侯以及诸侯的大夫，百姓所蒙受的则是文王德风所感化。这是文王无畏，而诸侯都能响应，人人都能效法归顺的例子。后来武王继承先王的纯德，而且他自己更加修养大德，因此他受上天委以使命，讨伐无道的纣王，终于承受上天明命，尊为天子，富有四海，成就万世盛业的基石。这也武王是无畏而成的例证。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自解，二乃两样，测乃测量。解是以天地生物之道，可一言而尽也。何以言？曰成。盖天地之物，原无二理。我切比喻焉，种瓜的瓜，种豆的豆，直合结合，大成不期也。故一成包天地之道，一成可以生生化化，而不可测度也。夫人效天地之至诚，至变而化异与天地生物之理，而不可测度异也。白话：因此，天地生养万物的道理，用一个字就可以完全表达。是那一个字呢？就是成。天地生养万物，原本就没有两样不同的道理。我们姑且做个比喻。谚语说，种瓜的瓜，种豆的豆，在大地上种植什么种子，就能得到什么果实，这是天地大成不期的缘故。所以一个成字能包容天地间的任何道理，一个成字可以生生化化，甚至无法量测。人如果效法天地至诚的精神，以至于有所变化的境界，其情况和天地生养万物不可测度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自解，见前。解，此乃总结以上之意。夫天地之道，宽博也，厚重也，高大也，光明也，不外悠远长久一个无疆之城，而能大道大德，以求至乎其极也。由是观之，诚之谓用大矣哉！夫天地生物之大道至乎其德，而归于天道矣。简言，即天清的静，而人归于真理也。白话：这一节乃是总结以上各节的意思。天地生养万物的道理宽博、厚重、高大、光明，然而总不外乎必须能悠远长久，也就是凭借一个无穷无尽的诚，而成就大道、大德，进而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从这一点看来，诚所发挥的力量实在相当大伟。然而天地生养万物之道的最高境界，又归于自然无畏的天道。简单说来，即使有朝一日天地气数终结时，这生养万物的道理也仍然归于天道真理。今夫天，思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复焉。今夫的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月而不重，正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圆、驼、蛟、龙、鱼，鳖生焉，或才直焉。自解，夫阴符，华藏并去生，卷平生，韶是若反。昭昭乃不大之光明也，诚乃心之谓次。细者玄也，撮者指涉也，正者收也，泄者漏也，卷者一点也。韶乃盛水巨也，圆乃有甲之大鳖也，驼乃行鱼之水虫。
蛟类龙之也。龙乃水族之长，飞腾变化，天渊两在也。直者生长也。解，人作井中，仰观高明之天，不过思昭昭之多。及其飞越井外，则毅然观天之无穷，日月星辰系焉，万物复焉。在作气象之景记，仰观高明之天，不过昭昭为明耳。人作井中，俯视博厚之地，不过一撮土之多。及其飞越井外，则勃然穷的之博厚，载华岳而不重，正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在作气象之景记，俯视博厚之地，不过撮撮为土耳。人作井中，想象巍巍之山，不过一卷石之多。及其飞越井外，则勃然知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坐在气象之景记，想象巍巍之山，不过一卷石之多也。人作井中，想象渊渊之水，不过一勺之多。及其飞越井外，则勃然知其不测，猿、驼、蛟、龙、鱼，鳖生焉，或才直焉。在作气象之景记，想象渊渊之水，不过一勺之多也。夫井者，何也？人秉气象之职，以避先天之性，性为气显，则自性如作井中，观天视的，想象山水，不能穷其广大，此皆受气象所蔽而致也。如其幡然觉悟，将秉气以及物欲之象直一概扫除，则自性显露，而出气象之景矣。如是天地山水皆能穷其广大，以求造乎其极也。由是观之，气象之害性，真令人毛骨悚然，安可不痛革远离，以复自性之原名堂皇乎？此从人生性物而论，乃如是焉。我还有段理论以直高明，知我罪我，任其均平矣。天地山水，人生俱焉。或问曰：如君言，天地山水人生中俱，敢问在何处也？吾笑因曰：气秉物欲，痛革远离，以复自性，性与理合，乃自天也。自密心源，心能生物，亦能收物，求其收物于无形，与性相合，乃自的也。身中之山何在？老先著此，不敢谢焉。愿天下有缘之子，勿失良机，速求至道，以求身中之山，而自性可登山以远眺矣。身中之水何在？曰即身也，然一身比水，得物比之勉强乎？吾曰非然。水者，源远流长也，此身行道有恒存成，如渊渊之水，孜孜迈进，则自性无不绝，天道无不弘也。夫道者，借身以行也，由此行泛泛于水上矣。白话：人困居在世俗气象的纷纷扰扰之中，仰望大道，就如井蛙坐在井底仰望高明的天空一般，以为天空只不过是由小小的亮光所累积而成。等到有一天有幸的名师指授信理真传时，宛如井蛙跳出井外，看见无穷尽的苍天，看见悬挂于天际的日月星辰，看见在青天护佑之下的万物。同样的，人困坐在气象的井底之中，那博厚的大地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一撮一撮细微的尘土而已。一旦令他跃出井外，放眼望去，才勃然发现大地原来既广博又厚实的，足以承载五岳也不觉的沈重，足以收容江洋大海也不会泄漏，甚至万物也都被大地所承载。人困坐在气象的井底之中，想象那巍巍的高山，以为山只不过是一块一块如拳头般大小的石头所累积而成。一旦令他跃出井外，才勃然发现高山的峻伟，草木生长在其上，飞禽走兽栖息在其上，更有无穷的宝藏等着开发。人困坐在气象的井底之中，想象那渊渊的大水，以为那江海只不过是一勺一勺的水所累积而成。一旦令他跃出井外，才勃然发现深广不可测的海洋，有太多的猿、驼、蛟龙、鱼鳖都生长在其中，还有更多的货财可以在那里繁殖。
人所困作的景意指什么呢？因为人降生以后，一味秉持着气象而蒙蔽了先天的本性。本性微弱而气象显露，那么自性就如同困坐在井底一般，不论是观察天地或想象山水，都无法透彻其广大，这都是因为自性受到气象蒙蔽所导致。如果能幡然觉悟，把摒气以及物欲相执一概扫除，使自性显露，就能出离气象的陷阱了。如此一来，不管看天、看地、观山、观水，都能够穷尽其广大精微，甚且达到最高的情境。可见气象危害本性的程度真是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所以人怎能不痛定思痛，把气象的束缚予以革除，以恢复本性的原名崇高呢？如果又从人生来探讨，举凡上述所说的天、地、山、水，都存在人身上，如果能痛下决心，把气柄、物欲予以隔离，以复明自性，使本性与真理合同，那么即显露自性的一片天。寻觅心的本源，明白万法为心生，既然知道心能生物，那么也就晓得心能收物。收敛一切由心所生的物，归于无形，使本心与自性相契合，即能发现自性的大地。自身的山称为艮山，然而艮山在何处，在此不敢泄露真机，期望天下有缘的黄胎佛子速速把握这天道大开普传的良机，赶紧寻访名师指点，自升艮山。艮山既得名师指点，良心呈现，自信就可以登上高山远望了。至于身中的水在哪里呢？那就是指这一个身体。然而把身体比喻作水，是不是太勉强了呢？不，我们知道水源远流长，而身如果能像水一般抱定诚心，恒心的行道，如同深广的水，孜孜不断向前迈进，那么自信不可能不觉悟，天道不可能不宏展。而所谓道，必须借身来行，也就如慈航泛行于茫茫苦海的水上。诗云：为天之命，于目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自解《诗经·周颂为天之命篇》。于因乎？乎因乎？于乃叹词也，在此作赞叹解。目者深远也，即言显明之意。纯专义也。解为天之明命，深远而不息，明命以任，为万民目。被任者，受天明命，以决群性于原民也。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不怒而人心之具，生物而大德不居。呜呼！大德不齐其显而自显矣，故天不言，德不语，报应循环，丝毫不爽。古今中间皆由天判焉。夫文王之纯德，精而不杂，纯德即至德，无以加乎其上也。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夫文者，天经的纬，即天力极之纲常也。是以文王三纲尽，五常备，为千古之大文。而修圣德以造其极，与空洞真理合而为一而后已焉。是以人列三才之中，上可法天，下可效地。古人云：世间难得者人生也。既得人生，不度自性，与不得同。文王一人也，与一人也，何其大道大德不及文王万一乎？其因焉在？在空之而不实行之故也。呜呼！世人明知觉自性，虑五常以力行不习，可造圣欲，然空谈万言而无一行，此乃世人之极大通病。身忘同胞，既得人身，不可不度此身也。何曰度此身？克奉革制之功，自觉自性，则我一身正，虑自性五常之德，以实践清明之功，不遗余力，以见圣业，则道成天上，名留人间矣。如是庶几不复得此一身耳。主之、判之、俏丽之高主矣。白话：上天之明命深远而永不停息。
上天交付民命，作为引导万民的先驱，应任的人承受天命，以觉醒万民，使人人本性达于原明。天之所以被尊称为天的原因，因为上天威严而不震怒，而感受到上天威严的众生能有所戒惧警惕；上天施德于万民却不居功，而蒙受上天恩德的人能感念天恩。上天并没有期望要显扬其德行，然而其德行自然显扬。天不言，地不语，然而一切善恶报应却一点也没有差错，自古至今中间之别上天都一一判定，也丝毫没有偏袒。文王的心德纯正，精义而不庞杂，这样的纯德及至德之表现，再也没有超越这样的德性了。诗经这一段话正说明了文王之所以被追谥为文的道理。所谓文解作文，文理文路的意思，文德乃是天的经线，德的纬线，交织而成就天地万物，也是人凭借以为继天立极的纲常。而文王即是一位能把三纲五常做到尽善尽美的人，以致为一位千古的大文德者。人也都能如同文王一般涵养其崇高之圣德，与大道虚无空洞灵明之真理相契合。像这样的德性，可以与天地同列为三才，上可以效法天，下可以效法地。古人说，世间难得者人生也。如今我们虽然能得以生而为人，但是如果今生不能自度自信，那么和不得人生又有什么差别呢？昔日的文王生而为人，如今的我也是生而为人，可是为什么我的道与德却不及文王的1/1000呢？原来其中的原因乃在于只是知道，但是却不能真切实行呀。世人明明都知道要觉悟自信，并遵循五常之德而力行不懈怠，才是到达圣人境界的途径，然而却往往在空谈的10000句之中做不到一样。这是世人相当大的通病。因此，深深的期望同胞兄弟姐妹，既然能在这一生幸运得到人生，千万不要忽视度化自信脱离生死循环的大事。那么要如何度化这一自信呢？那就必须要寻求自信固有之所在，再克奉格物，致之以自觉自信。那么我一生行持端正，进而遵循自信五常之德，以实践清明之功，毫不保留地建立自信的圣业，以至于道成天上，名留人间。这么一来，差不多也就不辜负今生得到人生的机缘了。地念7章。大哉章，大哉！圣人之道，自解见前。解至极无以复加，大无不包，唯无不入之圣人大道也。白话：天地宇宙之间有一个最为崇高，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超越的大道。若要论它的崇高与伟大，则没有任何事物不在它本体所包含的范围内；若要论它的精微与奥妙，则不管多么渺小的事物都不能与它分离。这就是圣人所阐发的大道啊！洋洋乎，发育万物，俊极于天。自解，俊作高大解。解，夫圣人之道，其大莫名。波罗流动，充塞于两大之间，发育万物，由春风之鼓荡也。使物性各尽其极，群迷各觉其性，其俊大之德，真可与天地同齐而纯一无二焉。白话：圣人所笃行的大道，其崇高伟大之情境无法形容。然而却是波罗流动，充塞天地之间，其发育万物的大德就犹如春风吹拂，使万物各自发挥其特性，使迷昧的苍生都各自觉悟其自性。这么崇高，这么纯一无二的德性，实在可以和天地并列。悠悠大哉！礼仪300，威仪3000。自解，悠悠充足有余之意。礼仪，经理也。威仪，曲礼也。解，无习不明道德之源，礼乐之归，其源头何典？归宿何处也？
自得至道后，使彻底明晓焉。夫道德之源者，简言，即道乃德之源也；礼乐之归者，简言，即礼乃乐之归也。盖悠悠之大道，而生礼仪威仪之术，及其礼仪威仪之终结，而人归于大道也。白话：从前我们也都不晓得道德的本源是什么，不明白圣人治理作乐的依据是什么。然而当我们求得明师只受本性固有之所在，明白天道性理真传以后，才得以彻底的明了圣人之用心。简单的说来，道乃是德行的源头，礼乃是乐所依据。以充裕伟大的天道而制定种种礼仪、威仪，而行礼仪、威仪的目的，则又归于天道。待其人而后行。自解：待者等待也。节解：夫待其人而后行者，是人修误会焉，非天生圣人使能行也。然则如何？以上之圣人大道，唯觉自性者能行之。人人谁无自性，在觉与迷之别，故有行与不行之分。吾谓以上之圣人大道，人人能行，唯人人不行也。因何不行？在心物未圣故也。由是观之，圣心物，觉自性者，即能行以上之大道，非天生圣人使能行也。人人皆有圣体，嗟乎！不密，何甚浩叹？白话：待其人而后行这一句话，并不是说天生圣人才能行礼仪300，威仪3000。所谓的圣人大道，只要觉自性的人都能行。不论任何人都有上天所赋予的本性，能不能行圣人之道，端在于自性觉与迷的差别。所以圣人之道，其实人人都可以行，只可惜人不行罢了。那么为什么人不行圣人大道呢？因为人不圣心物啊。由此看来，人必须圣心物以觉自性，那么就能行圣人之道，而不是说必要圣人才能行大道。因为人人都有一具圣体，可惜人却不知访求名师指我圣体，这实在令人感叹啊。故曰：既不至德，至道不宁焉。自解：宁者聚而成也。节解：至德者，三纲尽，五常备是也。至道者，修信了命，以我心应天心，心心相应是也。如纲常不能尽备，则又安能宁至道，以指破自性之所在，以心心相应，修信了命也。嗟乎！君子之道，废而隐，废则普传，隐则单传。在尧传舜，舜传禹，以至于孔圣传言曾，及于子思孟子，皆单传独授者。夫在单传独授时，必须先修至德，而后以宁至道。如尧之俊德，舜之大孝，禹之大功于天下，皆至德也。孔圣之大化普济，颜子之德行，曾子之孝行，子思之恤心法，孟子之辟阳末，阐圣道，皆至德也。故使宁至道而真至理焉。是由圣道之圣自差而观之，圣者，口、耳、王也。乃出我之口，入汝之耳，以受信王之所在的，此为道之隐，故而单传独授。降级末运，人心不古，世风颓败，皇不忍善恶混淆，玉石俱焚，故不惜至道以垂人间。虽曰修至德使宁至道，然而普传时期，则不待其修至德以宁至道也。只要一念之善，则可求至道矣。此皇天浩荡洪恩，愿世人觉悟，勿失良机焉，使所至主也。白话：所谓至德，是指做到了遵三纲，守五常。所谓至道，是达于修信了命，以我的自性本心契合天心，我心与天心心心相应。在青阳、弘扬时期，人如果不能遵三纲，守五常，便不能的闻至道，也就是说，没有机缘的欲至人只受自性固有之所在，便无从修信了命，无法契合天心。君子之道废而隐。废就是指天道普传，而所谓隐就是大道单传。
从道统传承中，我们明白在帝舜传帝禹，孔子传颜子、曾子，以至于子思传孟子，这一段时期都是大道单传独授之时。单传独授时，人必须先修五常之至德，才能有幸得到名师传授天道性理。例如帝尧的克明俊德，帝舜的大孝，帝禹的治水大功，都是修养至德。又如孔子的周游列国，颜子的3月不为人之德，曾子的孝行，子思的衍续心法，孟子的以仁义道德力辟扬诸，莫迪邪说，阐扬圣道等等，也都是修至德。因而他们都承继道统，明至道而达至理。再看圣这个字，乃是由耳、口、王所写成，意思是由名师的口入我的耳，以传授信王所在之地。这是大道阴影，单传独授时，圣人以文字暗示世人的例子。如今已到了末运时期，人心更不如古人的淳朴，社会风气更见颓败。上天不愿看世人善恶观念混淆不清，不忍心见美玉随着瓦石一同遭劫审论，所以不惜把至高无上的天道垂降于人间，使人人都得以返本还原。所以本文虽然说必须修养至德，才能凝聚至道，然而在今时因为天时紧急，所以天道普传，人们不必再等至德圆满，才得闻天道。只要心存善念，就可以在佛坛的名师传授天道，然后再修养品德，称为先德而后修。这实在是皇天对众生所施予的浩荡宏恩，期望世人都能觉悟，不要错过了这一段大好的机缘。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经纬，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自解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乃自性中五常之德也。道者人人必由之路，以律而循之也。温者乃学而实习之意。敦者笃实也。崇者高也，乃尊上之意。节解前曾注之反矣，但不重申前意，恐圣脉不能连贯也。夫君子者，成德之君子也。然何谓成德？即尊自性五常之德，以自修于内，律行于外，故曰以成德矣。然欲尊德性，必由学问上进行。何曰学问？即顺之好问事也。然问者，须先自问复何天职？自问性体察否？心源密否？复向圣经探讨格致之功，刻依奉持而不殆也。如是觉自性于原明，虑五德而致广大。然广大五常之德，必由经纬之处以修持焉。是以由经纬者致广大，即发其高明自性，以律循中庸之道也。以上乃由内圣之体以达于外王之用，复由外王之极以归于内圣之初。故在心之至诚与否，是以效天地之至诚者，虽温旧书一新；无诚者，虽诵新书亦旧。此从浅论，则如是焉；然向深解，则弗然。自性者，人人独具以就矣。如效天地之至诚以圣心物，自性虽旧，觉之而未新矣。温故而知新，诚哉是言也。夫由内圣而表现于外者，曰敦厚之德，曰崇高之礼。所谓诚于中，行于外，良然。至圣内觉自性，外现温良恭俭让，此之谓也。盖至圣之温良恭俭让者，乃发性中之自然也。如其不觉自性，虽欲敦厚崇礼，亦不可得矣。白话：本节所谓的君子，是指成德的君子。何谓成德呢？所谓成德，也就是指遵循自性中第五常之德，而自修于内，并实行于外，也就是说成就五常之德，如此称为成德。然而要做到遵五常之德性，必须从学问这一方面去进行。什么叫做学问呢？一般人会以为读一读书就是做学问，其实并不只是如此。所谓学问，就要如同顺一般的好问。
然而究竟要问谁问什么呢？首先必须扪心自问，问问自己为何来到人间走这一遭，问问自己到人间来身负什么样的职责，问问自己是否能够体察自性，问问自己是否找到自心的本源。如果还没找到自心的本源，就必须请问天道明师指授本源之所在，然后再探索学庸圣书所阐述的格物致知、恪守奉行其中的纲领条目而不懈怠，如此才能达到觉悟自性圆明，进而方得以遵循自性中的五德，并加以发扬光大。然而要发扬五常之德，则又必须从至精至微的自性所在之地入手以修持。这意思就是说，从那至为精微的地方推行，极力发扬其高明的自性，以遵循自性中庸之道。以上即是由内圣为体，而达到外王为用，又由外王的终极而复归于内圣，而其中的关键则在于是否抱定真诚。如果是抱着如同天地一般的至诚去向学庸等圣书研习学问，那么即使这书再怎么古旧，然而心中所体悟的道理却总是历久常新。反之，如果没有真诚，纵使是面对一本新书，却总觉得索然无味。以上乃是以读书为例做浅白的论述，然而如果要再更深一层，就不只是这样解说了。人人的本性自无始以来就来自理天，如果以无始来说，那么人的自性确实已经相当的旧了。然而，人如果能效法天地至诚的精神，以圣心物于隐为，恶意恶于动机，那么即使是这么古旧的自性，依然由于时时刻刻的觉醒而弥久恒新。可见温故而知新这一句话的确真实不虚。人修五常之德于内，可以在他外在的言行举止中看出笃实厚道的德行，以及崇高的礼仪，这就是大学所谓诚于中，行于外的意思。例如至圣先师做到内觉自性，外在显露温良恭俭让的德行，就是这种情形。至圣温良恭俭让的德行，乃是从自性之中自自然然的流露。倘若不是因为觉悟自性，而想表现出敦厚崇礼的外在，那是不可能的。是故，居上不骄，位下不卑。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莫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语。自解《诗经·大雅·真名篇》。备与备同。语平生。骄者自满也。备乃反备也。默者寡言也。容保全也。哲者刚常之尽极也。节解，此节谨承上义，如上文尽极，则居上位而不骄，位下者而不备矣。不骄者，不自满也。满招损，谦受益，乃圣贤之名言。是以江海不自满，无细流之不纳，故能成其渊深；华岳不自满，无泉石之不容，故能成其高大。自骄者，乃人人之统病也。以上经旨，能以尽极，则居上者变骄为谦矣，在下者转备为顺矣。国家圣君在朝，我之言足以兴国，言者何也？忠礼之言也，礼明则言忠矣。国家无道，莫修自性，足以容身。容者何？大德包容也。纵国无道，大德包容，足以安全我一生矣。故诗云：既复明其自性，以造乎其极；而外推亲民之用，以天下之心为心，众生之迷为怀。立身行道，整饬纲常，匡正人心，报老安少怀大同目的，以济时恶。至于成败利钝，不自后顾，敬天职以听天命而已矣。然在国之无道时，小人多，君子少。我虽立身行道以绝群性，而知我者寡，罪我者众，必须活泼玲珑，从权达变，先须容我之身，然后行道以容天下之事也。
如恐甚之为服过宋，遭遇小人之急，此其莫足以自容也。是以明者保身，保身者非习身也，乃我之一身，负先觉之任。我所以保身者，非保我色身也，乃保我先觉之任也。然色身不习，将何以行先觉之任乎？是以保先觉之委任，而兼保我之色身矣。白话：能做到上一节情形的人，如果是身居上位，则不会骄傲；如果是身居下位，也不会做出背离的事情。不骄傲就是不自满。易经说：谦受益，满招损。例如江海，因为不自以为满，不论任何细小的水流，他都愿意接纳，所以最后能成就其深广。三山五岳，因为不自以为满，不论任何微小的沙石，它都能包容，所以能成就其高大。自己感到骄傲是每一个人的通病。然而，如果好好体会上述经文，并且完善的做到，那么居上位的人可以由骄傲改变为谦逊，居下位的人可以由背离改变为归顺。一个国家有圣明的君主在位，我们所提供的谏言足以使国家兴盛。那么是什么样的谏言呢？那就是符合天道真理的谏言。换句话说，举凡发自于真理所做的谏言，方能符合天道至公之精神，也才能使国家兴盛。倘若国家无道，那么我就默默修养自信以容身。本文中为何用容字呢？其因在于能以大德包容一切。纵使国家无道，因为大德的包容力，足以使我一生得到安全。所以《诗经》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就在说明首先必须要恢复自信的光明，进而推行亲民之用，以天下人为念，抱着救度众生审弥的情怀，而立身行道，整治纲常伦理，辅正人心。抱着使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的理想，以济度为极的天时。至于个人的成败与否，则不必顾念。总之，尽自己与生所具的职责，遵从上天的安排而已。当世局不清明时，小人多而君子少。此时我们虽然立身行道，以唤醒大众觉悟本性，然而能真正了解道义的人却往往不多，反倒是怪罪的人总是很多。在这样的处境之中，我们应能活泼玲珑的应对，权衡时事，使自己能安身，然后才能行道以度化天下众生。例如孔子在宋国遭到司马桓追的嫉妒而要杀他，孔子就改穿为剑的服装离开宋国。这就是以缄默保全自己，而得以独善其身的例子。所以《诗经·大雅·真名篇》说明者保身，所谓保身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由于我一生肩负着做众生先觉者的责任。我之所以要保身，不是为了保全这有形的色身，而是要保持身为先觉者的使命，以延续大道普传于世。如果不保养色身，那么以后要凭借什么来普传天道呢？所以既然要延续普传大道的使命，就必须善加爱惜生命。地念8章，鱼儿章。子曰：鱼儿好自用，见而好自专，深乎今之事，反古之道，如此者，哉及生者也。自解，好，去生。哉古哉自，专乃专主，反者备也。哉乃灾祸。解，鱼儿好自用，见而好自专，此等之事不胜枚举。性被物欲所蔽则愚矣。愚者性为物显，自用者自用其血心也。血心流动，凡事作主，百善则无一成，其所成者，乃罪恶之暗也。见而好自专与愚而好自用，大同小异。见者乃人心鼓动以蔽自性，见之所以为见者，在不能克除人心之鼓动而复自专，则离道远矣。是以愚而好自用，见而好自专，此等之人，虽生乎当今天道普度之事，而仍背乎古道，以欺自性。夫古道者，自性之道也。性为物显，则自性暗淡；
古道无光，血腥摄权，而罪恶昭着矣。如是天理循环，丝毫不爽。古今血腥用事以伤天害理者，乃轰烈于一时，终难逃天公之明鉴也。及其灾及其身，沉沦其性，则后悔晚矣，良可叹也。白话：像这种愚而好自用、见而好自专的人，比比皆是，多得没有办法一一列举。由于本性受物欲所蒙蔽而变化为愚昧。所谓愚昧的意思是指本性隐退，物性显扬；而所谓自用是指以血腥用事。如果凡事都以血腥的意识做主，那么百事中就难得有一件能成功，即便是有所成就，却也是一生罪恶的案例。见而好自专和愚而好自用的意思大同小异。见的形成乃是由于受到血腥所鼓动，而蒙蔽了自信。人之所以变化为见，乃是因为不能克除血腥的鼓动，因而自负、自专，于是就逐渐远离大道了。像这类似愚而好自用、见而好自专的人，虽然有幸出生于这个大道普传的世代，可是却依然不知大道的宝贵，仍旧是违反古道，欺瞒自信。所谓古道，是指自信之道。如果本性隐退，物性显扬，则自信古道就暗淡无光，一味的任由血腥专权，于是便造成罪孽深重。我们要知道天理循环的道理，善恶报应一点都没有偏差。看看从古到今，举凡以血腥用事而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人，虽然他最初有轰轰烈烈的一时，可是终究还是难逃天理公正的制裁。到了灾祸来临时，本性遭受沉沦，再后悔都已经太晚了。这实在令人感叹啊！非天子不义理，不制度，不考文。自解：天子者，受天明命，以自性而决群性者。义者议论也，治者制定也，度者法度也，考者察核也，文者文化也。解：天子受天明命，负先决以决后决之任。议理者，议定礼仪也；制度者，制定宪法也；考文者，考核文化，主其体，推其用也。此三事，天子所以用以化民也。白话：因为天子是禀受上天的明命，肩负着以先决者觉醒后决的使命。其议定礼仪、制定宪法、考核文化等，都是以自性为主体，进而推行外用的作为，也正是天子用来教化万民的方法。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自解：行，去身；轨，折迹也。解：今天下者，乃圣人老安少怀大同目的之天下也。大同天下，圣君施政，天下雍熙，万民内修礼义，外敬天职，所谓其心浑浑，其身朴朴是也。然车同轨者，从浅论，即车同者也。深而解之，则非然矣。所谓车同轨者，乃尧舜仁政之车，以开后世为君之者也。仁政之车，主使者即圣君贤相耳，唐于地点，乃仁政之者也。嗟乎！古代圣君贤相，为后世君臣开辙。惜哉！后世君臣，无人以辙由也。是以圣人之身心，欲以中庸大道，化当世后世君臣以推仁政之车，走上先望之辙而不越轨，使曰车同轨也。书同文者，经书乃圣贤之实学，载诸于书，以为万事法。故读书始曰明理、简言，即求真知，有真知后，按照经书逐步实施。所谓书同文者，即中外文化相同，而真知真行相同也。如书文中外相同，真知真行不同，如是则与大同天下有何补助哉？是以同文并同行也。行同伦者，乃圣德普及，化南蛮、北漠、东夷、西狄贤相王化而重伦常，重伦常而实践伦常，使曰行同伦也。试问今天下能如是乎？
由是观之，乃圣人老安少怀，大同目的之天下也。圣人所谓惊天者，内蕴无限感慨，无限悲伤也。白话：惊天下，乃是指圣人心目中那个使老者安之，使少者怀之，大同世界的天下。也就是圣君在位施政于天下，人人和睦相处，万民于内涵养礼义，于外则各尽其天职的盛世。在老子《道德经》中则描写作万民其心浑浑，其身朴朴的理想。而车同轨的意思，浅显解释是指所有车辆的轮子都是一样的规格，然而如果更深一层解释，就不只是这样了。乃是以尧舜施行仁政的车基，做后世君王施政所当遵行的轨道，而主持驾驶仁政之车的人即是圣君贤相。唐尧虞舜行仁政所留下来的典范，则是仁政的轨道。古代圣君贤相为后世所开辟仁政的轨道，可惜后世的君臣却不晓得去遵行。所以圣人才深切地期望以中庸大道感化当世以及后世的君臣，来推行仁政之车，使其行驶在先王所开拓的轨道上，而不逾越轨道，这才是车同轨这句话的用意。同理，书同文的意思也不在于指文字相同。我们都知道经书乃是圣贤在实际行道之余，将其心路历程记载于书面，所留给后世效法的重要学说。所以修道中也必须读书，才能加速明白天道真理。简单的说，也就是借由读书而真知天道义理，有了真知以后，再按照经书所指示的方向，一步步的实践。所以书同文的本意乃是指天道传遍全球，因而不论中外的文化能一致，同时人人对道义也都同样的能真知之行。如果不能达到这一个目标，纵使中外的文字都相同，然而对道却不能同样的真知真行，那么对圣人天下大同的理想又有什么帮助呢？所以最重要的是必须达到人人同行天道。于是行同伦一语，乃是指天道普传，天恩师德普及全球，不论南蛮、北漠、东夷、西狄，人人都能明白自信，人人都心向王道，而能重伦常，实践伦常，这样才能称为行同伦。可见本文所说的目标，乃是圣人那使老者安之，使少者怀之的大同天下。而圣人以今天一词作开语词，其实他的内心却蕴藏着无限的感慨和悲伤啊！虽有其位，既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既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自解见前。解解：虽有天子之位，而无圣人之德，不敢治礼作乐；虽有圣人之德，而无天子之位，亦不敢治礼作乐。是以德位兼全，如尧舜以及三王焉，使能治理作乐也。白话：如果一个人虽然身居天子之位，却没有圣人应有的德行，还是不敢治理作乐；然而如果一个人虽然具备了圣人之德，但是却不在天子之位，也是不敢治理作乐。因此必须有如同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君王一般德位兼具的人，才能着手于治理作乐之事。子曰：吾说夏礼，其不足争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自解：启乃国民，夏邑也；宋乃国民，殷邑也。此二国皆周朝之诸侯也。解解：礼者，大道所生也，用以范为人心，而身有所寄托。故礼须因时、因人、因地而治其宜。是以圣人曰：吾说夏朝之礼，而其国所存典籍不全，不足以作考证。吾欲学殷朝之礼，有宋国存其旨焉。然礼至周朝，周公大定，乃礼融会大成也。故至圣从周礼，因其周朝，礼无不周，用无不备，皆因时、因人、因地而治其宜，故圣人从周焉。
白话：理是由天道真理而衍生，其目的乃是规范人心，使生的言行有所依循与寄托。所以理乃是因时、因人、因地而作事宜的制定。所以圣人说：我虽然喜欢夏朝的礼法，然而夏的后裔杞国所保存的典籍文献却不完整，因而不足以用来考证。我虽然也想学商朝的礼法，可是商朝的后代宋国所保存的文献遗规，又不是商朝本来的样子。然而到周朝时，周公所完成的礼制，融汇了3代的大成，所以至圣就遵从周朝的礼制了。因为周朝所定的礼制，不论对人、对事，或在任何地方都符合中道，在运用上也都相当完备。所以圣人乃采用周朝的礼制，做推行大道之礼节。帝念9章，3重章。王天下有3重焉，其寡过矣乎？自解，王，去身。3重，谓义理、制度、考文也。解，是以治理作乐，非得为兼权之人不敢作焉。故天子内修圣功，外施王道，内圣之功者，圣德也。圣德足，而推外王于天下，首须讲理、制度、考文3事，用以化万民，以决群信也。然欲作义理、制度、考文之3重，必具下文之3重。曰何3重？善德、真验、尊位是也。无善德、真验、尊位之3重，则不敢作义理、制度、考文之3重也。有善德、真验、尊位之3重后，而作义理、制度、考文之3重，则其寡过矣。白话：治理作乐之事，倘若不是德，位兼权的人不敢从事。所以身居天子之位者，必须先内修圣功，进而外施王道。所谓内圣之功，就是圣德。圣德具足以后，在推行王道于天下时，必须先做义理、制度、考文这3件事，以教化万民，觉醒群信。然而要做义理、制度、考文这3件重要的事，还要有3件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下一节所说的善德、真验、尊位。如果缺少了这3件重要的条件，那么也不敢从事义理、制度、考文。有善德、真验、尊位3条件之后，那么从事义理、制度、考文时就可以降低造成过失的几率了。上焉者，虽善无真，无真不信，不信民服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服从。自解，真、失德，化民之效也。解，是以居天子之位，虽有善德，而未施于民，民未被其大化，则信心不立。信心不立，纵作义理、制度、考文3事，万民不过迫于事从，而不乐于心从也。是以独善其身，不如兼善天下，以树大信于民也。下焉者，虽有善德而无尊位，纵作义理、制度、考文3事，则民必不信，因其越愤故也。不信则身与心俱不从矣。由是观之，非有善德、有真验、有尊位者，则不敢义理、制度、考文也。白话：身居天子之位者，虽然明白至善之德，然而却还未能把这真理传开时，人民仍未受到其圣德的教化，因此人民也还没有建立信心。在还没有建立人民的信心以前，纵使做了义理、制度、考文这3件事，然而万民只不过因为受到时势所迫而遵行，并不是真正打从内心喜乐的遵从。此时独善其身，不如兼善天下，以求建立人民的大信。其次，虽然有善德，却无其位，纵使从事于义理、制度、考文3件事，人民也必然没有信心，因为这是逾越分际的作为。人民既然没有信心，那么不管是身或是心，也都不会遵从。由此看来，如果不是有善德、有真验、有尊位的人，不敢义理、制度、考文。故君子之道，本诸身，真诸庶民，
考诸三王而不谬，见诸天地而不悖，执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四圣人而不惑。自解，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道，即义理、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诸身，有其德也；真诸庶民，验其所信从也。见，利也，利于此，而参于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机也。解，故君子之道，先须修身以立本，师德化民，而复验其万民之信仰力也。万民信从之心重，则师德厚矣；万民信从之心轻，则师德薄矣。是以由万民信从之心上，足以真验德之厚薄也。然后再复考察修身立本之道，教化万民之法，与夏、商、周三代圣主有不合之处否？有为谬之处否？修身之道，教民之法，建树天地之间，与天地至诚不息之道有所背离否？执诸鬼神造化之机，隐为之处有所疑窦否？百世以四圣人复出，有所不质疑之处否？如是深切自省，千考万虑，各视其中，则我一人之身，天道之代表也。是以本诸身则性决矣，真诸庶民则性从足矣。考诸三王而不谬矣，见诸天地而不悖矣，执诸鬼神而无疑矣，百世以四圣人而不惑矣。由是观之，修身立本者，在觉自性也。由自性之发扬，而复深切自省，在考在虑，使能有如是之事中也。白话：君子之道，首先必须修养自身，以奠立行道化民的基础，进而施行仁德，以教化万民。同时在验证万民对道信仰的程度。如果万民信服遵从的程度重，表示所施行的仁德厚重；反之，如果万民信服遵从的程度轻，表示所施行的仁德薄弱。因此，从万民信服遵从的程度上，就足以了解德行的厚薄。然后再考察修身立本之道，以及教化万民之法和夏、商、周三代的圣主有什么不相合的地方，有没有违背的地方。第三，在考察如果把这修身之道、教民之法树立在天地之间时，和天地至诚不息之道有没有违背。第四，和大道造化的轨迹、历程，甚至于隐为之处相对正，有没有值得疑虑的地方。第五，等百世以后，天运白羊、圣人、天道明师，在复道降世、普传大道时，会不会有不适宜的地方？经过以上千千万万的考虑后，如果都能符合，那么我一人即能做天道的代表。因此能以自身为本，即本性能自觉，考证于百姓，则获得人民相当的幸福；考证于三代的圣王，也没有谋误，建立于天地间，也不违背至诚之道，对正大道的运行造化，也没有疑虑。等待百世以后的圣人再度降临时，也都能合宜。从以上所述看来，修身立本乃在于觉自性、发扬自性，而且必须深切的自我审查，一而再，再而三的详加考虑，才得以适中。执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四圣人而不惑，知人也。自解，见前。解，天道在人心之隐为，人道在人身之昭著，是以蒙于隐为而行于昭著也。故感应篇曰：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位，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位，而凶神以随之。心之隐为不可不慎也。故君子修身以立本，本立而道生，执诸隐为之鬼神，如对战之青天，而无丝毫之自欺，无一二之疑窦也。百世以四圣人出现，时代虽不同，而修道立教，此义理同耳。是以三教圣人所同者心也。何知其同心也？儒教宗旨曰忠恕，佛教宗旨曰慈悲，道教宗旨曰感应。
由是观之，三教宗旨皆一心也。如尧传舜，舜传禹，乃见而知之者也。至圣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乃闻而知之者也。是以人人自信古今皆同，先后之理原无异也。白话：天道表现在人心的隐为，而人道则表现在人身的昭者。人的言行都是从隐为的地方萌芽，然后表现于外在。所以太上感应篇说，当一个人心中起了善念，虽然那善念还没付诸实行，然而即神就已随行了。当一个人心中起了恶念，纵使还没有做出来，可是凶神就已经降临了。可见对于隐为的心念，不能够不谨慎。也因此君子必须以修身而奠立行道的根本，根本立定以后，自然能端正的行道了。对正大道造化的历程，就如同面对湛湛蓝蓝的青天一般的坦然，没有一丝一毫自欺，而且对道、对师、对自信也没有一点怀疑。等百世以后，白杨时期，圣人、天道名师、复道降世，普传大道时，虽然时代已经不同，其修道教化的称呼虽然有别，然而所阐扬的天道真理却都一致。三教圣人的共同点乃在于心，如儒家的宗旨为忠恕，佛家的宗旨称为慈悲，道家的宗旨则是感应。又如尧传舜，舜传禹，乃是见而知之；而至圣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乃是闻而知之。由此可知，人人的自信，不论古人或今人，都是同样。古人所阐发的真理和今人所谈论的道理，原来并没有不一样。是故君子动而是为天下道，行而是为天下法，言而是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自解动，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则而言。法，法度也；则，准则也。解，君子者，诚德之君子也。所谓动而是为天下道者，据浅论曰：一生之动容态度也。深解之，即自信流动也。自信流动，纯善无恶，发扬广大，以真治理焉。故君子之动，推及人人，为天下所由也。君子之行者，以待天行道耳。以自信决群信，使群信各决其自信。如孔圣之周游，待天宣化，乃为天下后世之法也。君子之言者，言体于德也，德足则言中矣。夫君子之言，乃见天下之心统并而言。所谓君子，乃至人之心并者也，非俗子之上空谈，而百无一行也。由言之中，则自知大德具足矣，是以乃为天下之则也。夫学庸者，皆君子之动，君子之行，君子之言，如人人躬行实践，亦即君子而已矣。一，非人人良之不能也，乃人人自暴自弃而弗行也。良可好叹。盖君子德义四海，道行天下，远之者备其圣化，万民瞻仰，由枯苗之望云霓；近之者亲临圣婴，由妻二贤之孝孔子也。如是则越久越近矣。此何理？由草木之处春风中，越久则被会越深；近之久临圣婴，则言行有范，知道尊矣。如是安得不越近之乎？白话：所谓君子，是指成德的君子。所谓动而是为天下道，从浅而论，是指一生的举动、容貌、态度；深一层的解释，即指自信的流露。由于成德的君子自信流露，发扬本性的纯善无恶，言行举止处处合乎真理，足以把君子的言行拿来做人人的模范，而推行于天下，使人人共同实行。这就是君子待天行道，以自信启发群信，使群信都能自我觉醒。例如孔圣周游列国，待天宣化真理，以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君子的言乃发自道德的本体，如果德性具足，那么君子所言即符合中道。
然而君子之所以立言，乃是针对天下人心的通病而言，是为治人的心病，而不是一般俗子的空谈阔论。但是没有一件付诸实行。从君子立言之中可以了解大德具足，而作为天下的法则。大学、中庸都记载君子的动机、君子的行为、君子的言谈。如果人人能依照学庸的记载，亲身去实践，那么也会是一位成德的君子。然而并不是因为人的自信良知不能实践，而是因为人人自暴自弃，不去实行罢了。成德的君子，德行洋溢于四海，大道推行于天下，虽然是远方的人也能蒙受圣道教化，敬仰的心情就如行将枯萎的禾苗期待甘雨一般。而接近君子的人，则亲身聆听圣音，像72贤效法孔子，时间越久，对孔子就越尊敬。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像草木在春风中欣欣成长一般，越久就蒙受越多的恩惠。既然能长久的亲身聆听圣音，那么对于行为自然之所规范，自然明白天道至尊至贵。如此，又怎么不会愈加尊敬君子呢？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赦，庶几夙夜，以永忠育君子，未有不如此而早有欲于天下者也。自解《诗经·周颂正录篇》。去身。赦因度，诗作义。赦，晏也。庶几乃相近之意。早与早异同。解，君子成德，绝内益外，远者慕德咸养之，近者临音乐敬之。夫君子所以为君子者何也？庶几夙也。换言之，即念兹在兹，朝思夕思，是以永保圣誉于当世后世也。诗云：君子未有不如此，而早有欲于天下者也。由是观之，圣德之所以成圣德者，唯在觉自性，而念念不离道焉。白话：成德的君子觉醒自信于内，德行洋溢于外，远方的人都仰慕其大德，近处的人恭临圣音，越久对他就越尊敬。然而君子从早到晚到底都做些什么，以致如此受人敬仰与崇敬呢？那就是时时刻刻守在这里，从早到晚都不离开这里，因而能在当世甚至于后世都长远的保有圣誉。诗经说，君子没有不这样做，而能从早享有美好的名誉于天下。由此看来，圣德的君子之所以能成就圣德的原因，只有在于觉醒自信，而且念念不离大道啊。第30章祖述章。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习水土。自解：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尽守其法，律者顺也，习者和也。解：孔圣生于列国时代，乃继往开来，总集大成者也。继往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也。尧舜君臣之道备焉，无畏而治万民，性如海洋，心似源泉，大道大德，莫胜于尧舜之时者。文王曰至德，武王曰大德。文王之仁政，武王之德政，谓千古行政之法。盖孔圣报老安少怀，大同目的，是以尊依表扬先王之大德也。何曰开来？孔圣之时者也。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处则处，可以事则事，活泼妙运，圆陀自如也。故上律天时，以顺为主。顺天时者，正所以顺人心也。下习水土者，随从水土之流动，厚重之转变，因地而治其宜，不拘泥也。白话：孔子生在东周春秋时代，正逢周朝世衰，诸侯称霸之时。孔子肩负继往开来，总集先王圣道之大成。所谓继往，就是指远宗尧舜之道，弘扬文武之法。
我们知道尧舜在位时，君臣之道完备，以无畏而治天下。其本性如海洋一般的宏宽，其心胸如泉源一般无穷。后世论大道、大德，没有比尧舜时代还甚大。又文王被尊为至德，以及武王的德政，为千古行政所效法。由于孔子平素怀抱着使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的大同理想，所以特别推崇先王的大德。何谓开来呢？在孔子所处的时代里，推行大道可以快速，也可以长久，可以独善其身，也可以出世以兼善天下，可以活泼自如的运用。所以孔子于上则效法天，顺应天时，遵循变化，正是顺应人心的做法；于下则因应水土的变动以及地理形势而治其宜，并不固执与拘泥于一方。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复仇；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待明。自解譬因譬，仇图报反，持乃扶持。仇乃猛照因必之意，错乃推错循环，待更也。解圣人之道，好天罔极，莫可名焉。由天之高明，德之博厚，道生之，德成之，无不持载，无不复仇，此所以为天地也。圣人亦然，以民心为己心，群信为自信。天下有一人迷信，则我明德犹未明至极点，明德未决至极，安能以真治理乎？是以天下无不可度之人，无不可化之事。如有不可度与不可化者，人系明德未极，治理未真耳。盖圣人之道与天地之至诚异也。如四时错行，不失其序；千秋万古，不移其道。如日月之明，万古长朝。我有此至诚，可以更助日月之明也。而不可度与不可化者，而亦能度化矣。诚然。白话：圣人之道如苍天一般崇高，无法形容。像天的高明，像德的博厚，由道而生，因德而成。天地间的万物没有一样不负载，也没有一样不覆盖，这就是天地。而圣人也是一样，以万民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以群信为自信。所以他以为天下只要有一个人迷失本性，就好像自己的明德还未到极点。既然明德未达到极点，那么怎能达到治理呢？所以天下间没有不能度化的人，如果有的话，表示明德还没到极致，理还没到巅峰。圣人之道与天地之至诚一致，譬如四季的交替运行不会错乱，即使经历千秋万古也不改变。又譬如日月的光芒，纵使历经万古依然长朝。如果我有这样的至诚，更可以赞助日月的光明，甚至于不可度化的人也能受其度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自解悖由悖也，害乃伤害。川者流行之水也。小德者指义而言，大德者指权而言。解圣德昭昭，冲塞两大，如雨露之普，莫不均沾。是以老有所安，少有所怀，各得其所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者，人秉其权，为万物之灵，既受圣道所感化，则尊卑礼让，长幼有序，体天地好生之德，你我不相残害。若禽若兽若水族然，人亦不宜残害。如是则使足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也。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何也？天道、人道并行不相悖也。尽其人道，自合天道，虽有天人之判，其理则异焉。小德川流者，自性圆明，纯然澄清，如小溪之水，靡靡流行，只能润及一身，不能普则群信也。然独善者，虽未造圣域，生孔目下独善者亦先矣。夫圣人则非然，由自性绝群信而兼善天下，大道大德，如春风之鼓荡焉。是以待天地以行道，普日月以光明，
大德感召，无不敦化，圣人之所以为大也。白话：圣人德行昭著，充满天地之间，如同雨露普降，万物没有不受其恩泽，于是达到使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人人各得其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因，乃是由于人类禀受天父之权，为万物之灵常。人既然受圣道所感化，因而能尊卑礼让，长幼有序，并且都能体察天地好生之德，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而对于禽兽水族也都一样抱着慈悲的心怀，如此就能使万物都能各自生长化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又是什么意思呢？指天道、人道并行而不互相违背。人能尽其人道，自然能合天道。虽然有天道、人道的分别，然而其中的真理则都是一样。小德川流是指自性圆明、纯然澄清，如小溪的水靡靡的流行，只能滋润自身，却还不能普泽群性。像这样独善其身的例子，虽然还未能达到圣人之境界，可是恐怕现今之世，能做到最起码独善其身的人也很少。至于圣人，就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圣人由自性的觉醒而启发群性，以达到兼善天下。其大道大德就如春风吹拂，以待天地推行大道，暂助日月的光明。凡事受其大德感召，没有不敦厚其化，这就是圣人伟大之处。第31章至圣章。为天下至圣，未能聪明睿智，足以有灵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直也；其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自解之去身，其侧皆反，别比列反。聪明睿智，宽裕温柔，发强刚毅，其庄中正，文理密察，以及灵、容、直、敬、别皆详释于节解矣。故自解无凡赘焉。节解是以为天下至圣，为能胜心物，以决自性，其下乃自性之发也。何谓聪者？耳无闻也。耳既无闻，要耳何用？所谓无闻者，乃非理不闻也。耳既无闻，天之应使能闻于我也。闻于我，乃曰耳顺，是非曲直由是变焉。明者，目无见也。目既无见，要目何用？所谓无见者，乃非理不见也。既无见，天之见使能见于我也。见于我，乃曰目明，善恶中间由是分焉。睿者，性发心，心一生，莫非皆道也。如是则万善备矣。知者，心机也。心之源曰性，得觅其源，则大之保身，是以心不动则已，动则有感遂通焉。如是则如临高以示下，是非曲直，中间咸愚，可历历清白矣。宽者，量大；裕者，圆陀；温者，和煦；柔者，则润。此四者皆外夷也。是以内修大德，而外夷现焉。如是则待人接物，如光风霁月，而大雅容物矣。发者，发而终结也。强者，自强不息也。刚者，至大至刚也。毅者，勇往直前也。如是则顺天之道，直天之行也。齐者，寸心无瑕也。庄者，端正肃严。忠者，不偏不倚也。正者，无欺无邪也。如是则当世望而敬之，后世备化而养之。文者，五常之德也。礼者，无声无秀也。密者，精细无稳也。察者，无为不治也。如是则民情、民隐、民风、民俗可无为而不动见，无处而不分别焉。盖以上之大道大德，为至圣者能知，然人人皆具圣体也。圣体者何？曰自性。试问谁无自性？简言之，即为天下觉性者能知，皆乎？人人具圣体而自弃，习哉？
白话：只有天下最伟大的圣人能够圣心悟以觉自性。本文接着则是谈论由自性所发扬的德行。何谓聪呢？聪原本只用耳听得很清楚，然而在此深一层的探讨，则是不听闻。既然不要用耳去听闻，那么还要耳做什么呢？须知这里所说的不听闻，所指的是非礼勿听。既能非礼勿听，那么才能体悟得到上天的启示。能体悟上天的启示，就称作耳顺。因而一切的是非曲直都由此明辨。同理，明的意思则是不用眼去看，也就是非礼勿视。既然非礼勿视，那么才能看清上天所看见的事物，这就称为目明。因而所有的善恶中间，都由此而分辨。睿是思想纯正而灵敏，由自性发于心，由心驱使身，在在都是大道。能依照这样，那么万善就都完备。至于知是心的机运，而心的本源称为自性，能够寻找心的本源，那么即能发挥大智以保身。因而心不动便罢，心一动就能有感遂通。如此一来，就像站在高处向下看，一切的是非曲直、中间咸鱼，都看得清清楚楚。宽是宽宏大量，裕是自性圆陀，温是和煦，柔是泽润。宽裕温柔是表现于外在的仪态，这是因为内修大德，因而显现于外在的威仪。如此则在待人接物上，都能如光风霁月，大雅容物。发就能发而符合节度，强就能自强不息，刚就能致大致刚，毅就能勇往直前。发强刚毅，则能顺天之道，直天之行。其是寸心没有瑕疵，庄是端正肃严，中是不偏不倚，正是无欺无邪。其庄中正，则不但受到当世的尊敬，后世的人也应受其感化敬仰。文指五常之德，理是无生无臭的真理，密是精细而不紊乱，察是无为不治的洞察。文理密察，则对于民情、民隐、民风、民俗，不论多么细微，都能够一一洞察，没有不能分别的地方。以上所列的大道大德，唯有最伟大的圣人能做到。然而须知，人人都具备与圣人相同的本性，所以换一句话说，其实只要觉自性的人，也就都能做到。可惜人人具备圣体，却自我放弃了。普博渊泉而实出之，自解普博，周遍而广阔也。渊泉近深而有本也，出发现也。解此言圣人之大道大德，周遍而广阔，近深而有本，至诚而无习焉。白话：这一句话在说明圣人的大道大德周遍而且广阔，近深而且有本源，至诚而不停息。普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明默不尽，言而明默不信，行而明默不说。自解见应现，说音乐。解周遍广阔之道，如天之高明，近深有本之德，如德之博厚，是以至圣任大道，普大德，故见而明默不尽。当世见圣德而明尽之，后世被圣化而明尽之也。言而明默不信，当世临圣因而信，后世读圣经而信也。行而明默不说，当世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后世所以慕道养德也。白话：周遍广阔之道，就如天的高明；近深有本之德，就如德的博厚。所以至圣在当时承担大道，普传大德，人们见了没有不尊敬。他在当世所显现的圣德令人崇敬，而后世则接受其圣德之教化，也一样对他尊敬。他所说的话，人们没有不相信，在当世亲身聆听圣音而信仰，后世的人们攻读儒门圣经也都能信受。他所做的事，人们没有不感到喜悦，
在当世远方的人对他仰望，亲近的人不会厌于和他亲近，而后世一样羡慕他的道，敬仰他的德。是以声名扬溢乎中国，诗集满墨，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赋，德之所载，日月所照，双陆所对，凡有邪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自解诗去声，对音缀，扬溢乃充满之意，缀者落也。节解圣人之德，与天地一体，参赞化育，大道大德，莫可名焉。是以声名扬溢乎中国。中国者，道德之邦，自三皇五帝以至于今，道废道隐，神龙莫测。至孔圣时，乃总集大成者也。继往开来，应时施教，大德大化，蛮貊贤相。由春风之和蔼，不分动直之巨细，而贤备其化也。故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赋，德之所载，日月所照，双陆所坠，凡有邪气者，莫不尊敬亲爱，以其亲其先后之亲也。故春风之鼓荡，由圣人之大德，春风到处，转枯为荣，俯尾生颜，莫论直之巨细，面迎春风，则萌叶放绽矣。莫论动之大小，面迎春风，则体态活泼矣。山以明，水以秀。由是观之，春风大德，由圣人之大化一体焉。盖春风能起直之枯萎，而不能革人心之矫颓也。圣人乃以自性绝群性者，是以圣人之德，犹在春风之上焉。然春风曰和，曰仁，仁者先天也。故圣人大德，可配天矣。白话：圣人之德可与天地一体，其参赞天地，化育万物之大道大德无法形容，因此他的盛名扬溢中国。中国乃是道德之邦，自从三皇五帝至今，大道的传承有隐有现，如神龙一般，令人无法臆测。到孔子总集大道降世以来，历代先望心法之大成，继承先圣先望之真传，开拓后世万代的康庄，顺应时势而施与教化。其大德大化，连四方未开发的人也都向往，就如和蔼的春风，不论大小动物、植物都受其风化。所以凡是交通工具可到达，人力所能通往，天所覆盖，地所负载，日月所能照临，双陆所坠落的地方，只要是有生命的人，没有不尊敬他、亲近他，更期许能亲爱他们先后天的亲。春风的鼓动，如同圣人大德，所到之处万物转枯为荣，更生长得缤纷艳丽。不论大小植物都迎接春风萌生新芽，不论大小动物都迎接春天，舒展活泼的体态。山也因春风而明媚，水也因春风而秀丽。由此看来，春风的大德与圣人大化一体。然而春风虽能使万物复苏，却不能端正狡猾颓废的人心，圣人则以自性启发群性，可见圣人之德性更超越春风。春风的德性为和，为仁，而仁为先天之德，所以圣人大德可以配天。第32章至诚章。为天下至诚，未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依。自解夫音符，焉于前反。经纶皆治思之事。经者理其序而分之，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待经者五伦之达道也。大本者自性所具五常之德也。知者主管也。义者有所托也。节解大哉！至诚之道也。夫天下之代经，可一字而代之，曰道。是以五伦达道，莫不有也。为至诚如天地者，使能经纶天下之大经。换而言之，即为能经纶天下之代经者，使能立天下之大本也。天下之大本者何？即圣人任大道，普大德。胸中之大本曰礼，以义理而推行圣道，乃所谓利己之本，以立天下万事之本也。
天下之大本曰礼，人生之大本曰信。圣人报礼以失道，故圣人及经纶天下之代经者，立天下之大本者。如是，则可赞天地以化育，以知其化育之能事，使万物各有所宜。以何也？以礼与道矣。白话：至诚之道是何其崇高伟大啊！举凡治理天下人伦纲常，可以用一个字来代表，那就是道。所有五伦达道都因大道而成就。然而唯有如同天地一般至诚的人，才可以治理天下人伦的纲常大道。换一句话说，唯有能够治理天下人伦纲常大道的人，才能确立天下的大本。天下的大本是什么呢？那就是天道明师领受天命，父道降世，普化天恩师德。自信良心中的大本就是天道真理，以天道真理推行圣道，也就是先以利己为根本，作为普传天道、奠立天下万事太平的大根大本。所以天下万事的大本乃是天道真理，而自身的大本即是本性。天道明师奉天明命，怀抱着天道真理，普传大道，所以天道明师即是治理天下人伦大道，奠立天下根本大德的圣哲。能将天道真理普传于天下，则可以发挥赞助天地以化育万物的良知良能，使万物都各能依靠天道真理。谆谆其人，渊渊其渊，浩浩其天。字解，谆之纯反。谆谆，诚恳貌；渊渊，近深貌；浩浩，广大貌。节解，至诚至恳，以经纶天下之大经，近深远渊，以立天下之大本，浩大无疆，以配至尽之理天也。白话：天道明师乃是以至诚至恳的人心做治理天下之大经，以深尽玄妙的至性为源泉做利己，立天下之大本，以广大浩瀚的胸怀配合虚无至尽的理天。既不顾聪明圣之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字解，既不者肯至貌也。圣之知之，去身，故由实也。孰作谁解？节解，是以至圣觉自性，以知其性源曰理。发自性之聪明圣之，以顺天直天，觉诸群性，既不慎心悟觉自性者，安能发自性之聪明圣之以穷其自性之源乎？达天德之天，非轻轻上浮之天，乃真空至尽之理天也。通达理天，道生得成之德，为觉性之至圣能知之。白话：至圣觉悟自性，明了自性乃是源自于无极理天，进而发扬自性所固有的聪明睿智，以顺应天道，代天宣化真理，唤醒大众审迷的本性。这如果不是因为圣心悟而觉悟自性的圣哲，又怎能发扬自性的聪明睿智，以穷究自性的本源呢？达天德中，天字所指的并不是轻轻上浮的气天，而是真空至尽的理天。须知当今能引领万灵返海理天，并且教导佛子修道、行道，而道成天上，名流人间，唯有灵光赫赫、光照宇环的天道明师之单一天命，才能使万灵知道。诗云：一井上迥，二其闻之者也。故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小人之道，得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得矣。字解：一、去身，迥，口回返；二、去身，暗，语感返。一者也，上家也；迥，外照服也。者，昭明也；暗，藏运也。彰，明显；淡者薄也。简，不凡也。节解，诗经卫风硕人篇正风风篇云：一井上迥，二其闻之者者。正如怪石之藏玉也，是以内者锦衣，外加布袍，乃二其文华章者于外也。由欲生怪石，则同理矣。夫信实者，人不注意亦乎之，而孕育密焉。
若夫君子之道者，虽处黯然，人不知而不愠，而其大道大德日日彰者，发扬自信之广大也。若夫小人之道，则非然，发露于外，言张声狂，以喻人之，如是气质物欲之流动也。虽明显露外，其意自信之原明，越染越深，得然而日亡也。故君子之道，平淡无奇，日就越僵，不移其度，而人心亲之而不厌，处久则越近矣。简而不繁者，觉性阳性也。文者，五常之德也。圣心务以觉自性，而虑自性所具五常之德，以实践于外也。温柔洪亮，而洞察性源之理，生物之机，以赞天地之化育矣。是以之远途千里，必犹近之，起于足下也。知道风之昭彰，必自格物始焉。知为之显者，圣人怀礼，礼欲隐为之坚者，正显明之始也。故圣人圣心物于隐为，圣其隐为者，正所以具心物昭者于外也。洞彻此理，始足以共入圣德矣。白话在《诗经·卫风硕人篇》以及《诗经·正风风篇》都提到一井上迥，恶其闻之者。这就好像一颗长得奇形怪状的石头，其中却蕴藏着美玉而不为人所知。当身上穿着华美的锦衣时，在锦衣外面再加一件布袍，这是因为不让那锦衣的纹变太显耀。这就和美玉隐藏在怪石里的道理是一样的。同样的，人人自身中的本性也像那不引人注目的石头一般，然而那却是无价的美玉啊。君子的为人之道也正是如此，虽然他外表不显露，却不因不受人注重而心中不高兴。但是他的大德则一天天显扬自信的广大。至于小人之道就不是这样了，他所泄露在外的言行举止是那么嚣张狂妄，为的是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像这种气质、物欲流动的情形，虽然能使自己处在相当明显的地位，然而他那原来原明的本性却因遭到气柄、物欲所感染而日渐加深，最后终于从引人注意渐渐转变为光芒日渐消失。所以我们要明白，君子之道原本就是平淡无奇，不论时间如何转变，也不会改变它的原则。因此人人都不会讨厌他，乐于和他亲近，甚至相处得越久，对他越尊敬。简而文中的简是单纯而不繁杂的觉悟自性，发扬自性，文是指五常之德。圣心务以觉自性，遵循自性所具备的五常之德，而实践于言行举止，为人温和柔顺，宽宏大量，而且能够深切明白自性本源的道理，以及天道生化万物的契机，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要到千里远的地方，就必须从最近的地方一步一脚印地进行。同理，要使天道真理传遍天下，就必须从最近的自身开始做到格物。知为之显的意思是指明师怀抱天道真理，而这显扬的真理竟然蕴藏在自性最隐微的地方，所以那隐微的地方即是开始显扬真理之处。圣人能圣心物于隐微，而在隐微之处圣心物，正是防止生物招者的重要方法。圣人明白这个道理，因此能够引导众灵一同修养大德，共同返回无极圣境。诗云：前虽服矣，亦恐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为人之所不见乎？自解《诗经·小雅真乐篇》。去身。前乃沉水之意，夫藏也。恐者为禄也。救者病也，恶者愧也，智者心也。解，君子之道，废而隐。夫君子之道者，即修信了命之至道也。是以非时不降，非人不传。潜伏者，即非时之隐也。
在至圣乃单传之时，其所以怀抱亲民之宏愿，以其世界于大同者，所传者非至道也，乃教也。然至道以潜伏于教中矣，而不明显者，因道应隐其也。晏曰：明传教，而暗传道是矣。然虽在隐其，而至道潜伏教中，由教中为路一线光明，以续道脉之源渊也。夫斯时以犹为路而显明矣，此何理？时运之不同也。因其三其末节，人心不古，世风颓落，纲常淹没，斯文扫地，专以损人利己为能，勾心斗角称奇，以致酿成空前未有之浩劫，目前极大之厄运。是以上天垂慈，降至道以整善性，斯时至道以普传矣。愿有缘佛子，捷足先登，勿失良机焉。此有隐而达废矣。故诚得君子，内省不疚者，克己也。物欲静静，自信圆明，犹白玉之无瑕，有何救病哉？无恶于智者，智者心也。既以克己，何愧于心？是以君子之不可及者，慎其心物于隐蔽也。人之不见，正心佛显露之处，信天烛照之点耳。白话：修道君子涵养自信的广大与隐微，与天道的广大隐微其实是一致的。君子这存心养性的不二法门，正是修信了命至高之上乘心法。然而这性理真传却非时不降，非人不传。本文所引述《诗经》中的潜伏二字，就在说明大道还未到普传的时期。至圣在那大道未普传的时期，虽然怀抱着亲民的宏愿，期待见到世界大同，但是他所能传授的则是教化人心，而不是大道。话虽然这么说，然而大道却潜伏在教化的推行之中而不显明。其原因就是当时大道阴隐，也就是谚语所说的明传教化，暗传天道。虽然天道阴隐，然而至道却潜伏在教化之中，借由教化的推行，微微露出一线大道的光明，借以延续天道道脉。而在今时，天道已经从以前的微露转变为显明。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如今天时已经到了三期末节，由于此时的人心已经不再如古人一般的淳朴，世俗的风气更加败坏，纲常伦理被淹没，圣人所阐说的仁义道德尽都被抛弃，人们专门借以损害他人的手段来图利自己，人与人之间以为互相勾心斗角最蹊跷，因而酿成空前所未曾有的浩劫，这可是灵性目前最大的厄运。上天不忍心见灵性遭遇劫难，所以特别垂施慈怜，降下大道以拯救善性，命天道明师复道降世，引领灵性返回无极，以免遭劫而沈沦。如今天道已经大开普传很久了，希望有缘的佛子能加快脚步访求天道，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大好的时机。这就是大道从单传时期的潜伏，至今转变为普传。诚德的君子内省不疚，就是克己的功夫，使物欲静静，天理流行。如此自信圆明的情境，就如同那纯净无瑕的白玉一般，那么这一点心怎么会愧对本性呢？无恶于智的智所指的就是心。既然能克己，那么言行又怎会愧对于心呢？一个君子之所以让人尊敬，感到无法赶上他，其实就在于隐蔽之处慎其心物。而在这别人所见不到的隐蔽之处，却正是心佛所显露之处，亦即是本性光辉所发挥的地点。诗云：香在耳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静，不言而信。自解《诗经·大雅》一篇。香，去声，自省也。愧者受良心之责斥也。屋漏乃是之西北角也。解，象之自省，即慎心物之谓也。独处自是，形单影之，而所戒慎者，屋漏也。
屋漏者，即西北之角。西北之角者，后天八卦干位在焉，是以君子处于独室，尚不愧于屋漏，乃其位前元之天，具心物之赤也。故心未动，欲守一静。欲守一静者，乃所谓慎心物于隐为也。言未动，而欲报一性。欲报一性者，正所以具言之不中理也。此所谓慎隐为而具昭者矣。白话：相引申为反观自省，也就是慎心物于隐为。从相在耳视这一句话的情境，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人单独置身在自己的房间，那房里只有一个身形和一个身影相对时，那么他究竟还有什么好戒惧和谨慎的呢？那就是屋漏之神。所谓屋漏，是指房子的西北之角。从后天八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西北是干卦，而乾就是指天。由此可知，当君子独自在房内时，还能不愧对于屋漏之神，即是敬畏自信的前元之天。由于恐怕心物炽烈的萌生，所以在心未动时就必须预先守着一个静。而预先守着敬畏的心，也就是所谓的慎心物于隐为。同样的，当话还没说出口以前，就必须预先抱定一个信。之所以要预先抱定一个信，正是因为惧怕说出口的言语不合乎中道。这就是审慎于隐为而畏惧于昭者。诗曰：奏假无言，实弥有真事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府钺。自解，诗经商宋列祖篇。假，同格。辅，音夫。奏，敬也。假，感动也。弥，无也。赏，作次解。威，乃畏惧也。辅，乃砍刀。钺，乃大斧。节解，此臣上闻而遂及其效。夫在祭祀感革于神明之际，及其陈敬，当思时，则心无真矣。无真之心，自无真之动，将思时之心，以持终身，其不惜甚奚贤乎？故君子以道绝化民，不加赏赐，而民敬劝为善；不怒声色，而民威惧过于府钺。此何理？不赏而民劝者，德也；不怒而民畏于府钺者，威也。先师以德，继之以威，德威并行，则大化之道备矣。白话：这一节是承接上文，说明其所达到的成效。在祭祀中沉静的心意表白到达极点，感革神明之际，其内心就已经符合大道，而没有争讼了。既然心没有争讼的意念，那么身也就没有可争议的举动了。如果这样的心境能维持终身，那么岂不是能达到圣贤的境界了吗？君子以这样的方法来觉悟自信，并且教化万民，不必等任何赏赐，而人民却都能互相劝勉向善，也不必以怒容威吓，百姓自然不敢为恶，其成效甚至比种种刑具都还有正服的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呢？人民不必等任何赏赐，而都能互相劝勉向善，是因为受君子大德所感化，不必以怒容威吓，而百姓比面对刑具还惧怕，是因为敬畏君子的威仪。所以君子首先施以大德感化，使人民乐于向善。至于那些还不愿接受教化的人，君子则继而显露其道与德的威仪来予以设服。像这样大德与威仪并施，那么普传大道的条件就具备了。诗曰：不显为德，百辟其行之事故。君子笃公而天下平。自解，诗经周宋列文篇。辟，君也。百辟，诸侯也。行，作效法解。笃，实也。公者谦德也。节解，道德经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谓不显为德者，乃与此理痛也。是以不齐其显，而自显矣。诸侯备其大化，而贤效之也。是故君子外以笃公，内抱至德，明德之中，自欲亲民。明德明于至极，则亲民之道大行。如是，则天下岂不平乎？
白话，道德经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者也，正是不显为德的意思。因此君子并不期望显扬自己的声名，然而那声名却自然显露。同时万邦诸侯也都受其感召，因而都以君子作为其效法的典型。君子平素的仪表实在而且谦虚，其心怀抱着崇高的大德，在明德之中也自自然然地做到了亲民。当明德的功夫做到了最高的境界时，也就是亲民之道大行于天下的时候，那么天下难道还不太平吗？诗云：禹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余以化民。莫也。诗曰：德犹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秀至矣。自解《诗经·大雅·黄乙篇》。有有二音。怀，念想也。《诗经·大雅·真名篇》。有，亲也。伦，类也。《诗经·大雅·文王篇》。载，主宰也。臭，气味也。解，文王纯德，与天地一体，由自性之想象中，礼遇无极。皇谓文王曰：禹怀念而知明德，明于至极而知亲民，亲于至极，可以赞天地以化育，待日月以同明，无声无色，而万民贤相圣化，真堪称弘扬之圣运，实属为之孝子也。孔圣曰：有声有色，则着气象；而欲声色绝性，则无此理。是以文王之无声色，以化民者理也。以真空治理，而绝万民之自性，使万民之自性各争于理而后已焉。声色者，象也。声色以服民心犹不可，况绝群性乎？夫声色者，只可服万民之身于一时而已。故诗曰：至德之极，如毛乎？曰：毛有象也。上天之主宰，以真空治理，生育天地，运行日月，常养万物，一无声色，二无气味。无声色者，清也；无气味者，虚也。清虚之极，毫无一物，故曰无极。无极者，极于无也。无，一动则生有，理之中欲气象，而有尽人归于无，象气中，则人归于理矣。如是使能造乎治理之极也。白话，我们都知道文王的纯德与天地合而为一体。读了《诗经·大雅·黄乙篇》这一段话，感觉到好像理天的无极皇在告诉文王说：我怀念着皇儿你的明德，由于你明德、亲民的功夫都达到了至极，可以赞助天地以化育万物，可以赞助日月普照万物。虽然你的至德无声无秀，然而能引领万民接受圣道的教化，实在足以承接弘扬的圣运，实在为皇的孝子。对于无声无秀，孔子则认为举凡一切有声有色都着于气象，如果想要用一切声色的方法来教化万民，那是行不通的。因此文王不以声色教化万民，乃是因为要以真空的治理来觉醒万民的自信，使万民的自信都能各自达到真理的境界。声色都属于形象，只能用来使万民的身暂时屈服，而不能使人心服。要以声色来服民心，既然都已经不可能了，更不要说用声色来觉醒万民的本性。所以《诗经·大雅·真名篇》说：以德感化人民，使在不知不觉中耳濡目染的接受，就好像鸿毛一般的轻巧，让人有宛如沐浴在春风中的感受。然而鸿毛虽轻巧，却还有迹象，仍然不足以尽善尽美的用来形容德性的光辉与奥妙。因此《诗经·大雅·文王篇》又说：上天主宰化育功能，乃是凭借真空妙有之天道真理，以生育天地，运行日月，常养万物。天道真理之本体既没有声色，又没有气味。没有声色是由于天道至清至净，没有气味是因为天道至虚至灵。清净虚无的最高境界，则是没有一丝一毫的事物，所以称之为无极。
所谓无极，就是达到至无的境界，无一动则生有，因而虚无之至理能孕育气象。然而气象有尽，仍然必须返回虚无，如此才称为达到真理之最高点。总论：中庸之为殊，一理散万殊，万殊总归一理，神龙变化，天渊两在也。成明教之心法，天道之趋近也。子臣子曰：此篇乃孔门传道心法。吾曰：非然。心法故暗喻内中，然至圣受宗圣道中心法，相信不在内中也。中庸之道，乃教之心法耳。道教总须分清，不宜混言。然教中心法，系由道中心法所生，是以欲明道中心法，必须实践中庸之道，洞彻教中心法后，使能传授道中之心法也。是以在至圣时，乃单传独授者也。若以中庸为道中心法，则何曰单传独授哉？然中庸乃明教心法，正所谓趋天道心法之境也。是以在至圣时，乃先修而后得也。夫此时则不然，因时代之不同，天道应运，亦是浩劫空前总结束，大糜烂所致，故礼玉皇，不惜珍宝，普度大开。天道心法垂示人间，人人皆有得道佛缘，人人皆具希圣之体，故曰先得而后修也。然修者何？实践中庸之道，以成己成人，乾坤众生皆礼玉皇交身，我得天道，以其众生皆得天道，此即天道之修功，亦曰外功也可。身忘佛性不昧，宿根深厚之事，魂梦速醒，道暗结灯，是无所生忘者也。白话：中庸这一篇所阐发的，乃是一理散于万殊，万殊又归于一理。其中演绎犹如神龙变化于天地之间，实在是圣人教化万民的心法，迈向天道的途径。陈夫子以为这一篇乃是孔门传道的心法，可是帝君并不这么认为。虽然孔门心法暗中寄存在中庸篇里面，但是相信孔子当时所传授给曾子的大道心法并没有记载在中庸篇里，因此其实这一篇中庸之道所阐述的只是圣人推行教化的心法而已。对于道和教的观念，我们必须分辨清楚，千万不要混淆。但是也要知道，所谓教化的心法，原本就是由天道所衍生。因此，以往如果要明了大道心法，必须先实行中庸之道，直到对教化之心法完全了解以后，才能把大道心法传授给他。就天时而论，至圣所处的时代乃是大道单传独授的时期，所以如果要把中庸篇所记载说是大道心法，那么为何要说当时是单传独授之时期呢？如前所述，中庸篇阐发圣人教化万民之心法，却也是引领万民迈向天道心法的途径。这是因为至圣所处的时期，修道与得道的关系乃是先修而后得。然而处在当今的天运就不是那样子了。因为时代的不同，如今天道应运显扬，也是浩劫空前的时期，同时也是灵性面临大清算的时期。由于李天老不忍心见灵性遭遇劫难，于是不惜把至宝天道心法垂降于人间，命天道名师复道降世，大开普度，使人人都有的求天道心法的机缘，使得文信里真传的佛子都具备达到御贤官的条件，这就称为先得后修。然而人们在得闻天道信理心法以后，要怎么修道呢？实践中庸之道，这就是修持天道的功夫，要说这是行外功也可以。在此，深深期望佛性不失、素世根基深厚的人士，赶快醒悟人生迷梦，早日访求天道，快快攀登道岸。这是帝君、诸天仙佛、白羊三佛，更是在李天的皇所深深期望的三天侍拔。
学庸一书垂现万事如胶，新法元渊陈继痛遭秦火革制师密数离吾者，以立百世时直阳复圣道普济天尾福佑拨云见日补助二张重产革制深院四海姐妹兄弟读世书者，今参奥义律寻物备心性和气挽回末运大同时继茂田景拔二。学庸现垂万姓同归三教源流一泉之水如手中道伦常循归学庸藏运心法无畏恐甚实学内中大被革制阶梯明性远非痛意情具文风惨悲圣门师序离数无归立诸民如莫能管窥茫茫天道莫之所谓实执三奇圣脉产垂三教容一万法同归尾福佑众补经为洪恩浩荡世数有归平纳声望四海贤瑞读之寻之堪告慰浩劫转炫慈祥资垂故之判之景拔后坠道记景拔附录一纯阳祖师宝集节录太上玄为经部太上宝集第20篇道之为义手上2点乃为阴阳继而一化是谓太极阴阳原从太极而生天地亦从太极而成一下自自自者自己道在自己能行非向他人取得自从左向一此为太极一点真玄又从阴阳而言包阴纯阳之意也然义之下盖欲修大道至于纯阳者在自己两目之间然则自乃鼻自之首鼻在两目之间此间是谓玄巧且人之受胎五官四体未备以鼻为先故鼻之上亦谓祖窍夫玄关祖窍则生死之门户舍阴而取阳则逆取阳而藏阴则生逆而修之成仙成佛顺而生之传子传孙且目自三口相连指人身中有3田焉下经中气上藏神学者若能从3田而归一便能脱轮回之大关道之道也此而已矣从此而就丹经乃可悟明玄关之要旨神守玄关似主人守宅气养丹田如人生积财神定气守而精不漏神运气行而精俱化炼精以化气充益太和炼气以凝神酝酿迷功此为采药炼丹外并凝神收视盖天地之精华当昼而光而阴阳之玄气入夜则明人欲穷阴纯阳非及两目收视回光而不能学欲返本还原非及三花炼成玄气而不得反照功夫外观而内照只在定神炼丹之妙法火降而水生全凭用意阴阳配合二五构精成天地之大化龙虎降伏三花聚顶超性命之全功玄功泄露不怕天诛为度元人于苦海道德衰颓止经的灭难修佛性反先天附录2观皇上帝戒规一戒不孝父母轻慢先灵者同罪因亲长辈先灵一同2戒侮慢兄长兄不友爱弟者同罪姐妹因亲平辈一同3戒污秽造君不敬天地神明者同罪4戒打胎逆女溺爱不教者同罪5戒嫖防御过度及造淫词者同罪6戒赌游手好闲及作无益事者同罪7戒污秽自止谤圣贤假刀笔者同罪8戒道人过失自恃己短者同罪9戒唆人争讼自好讼者同罪10戒好勇斗狠包住险心深藏不露者同罪11戒骄傲满假故令良言不开导愚昧者同罪12戒食牛犬肉并好食山禽水族者同罪